其实我不是你相公。我知道。什么鬼？古代女子不是讲究三从四德，一女不是二夫吗？为什么听了我的话，她一点都不惊讶？你怎么一点都不意外？你受伤那日，我试过你的鼻息，那日你已是死了。望着眼前那枯瘦如柴却不失娇艳的女子，面色死寂而又平静地说着这番话。赵小驴不知道这个女人该是对眼前的生活有着多深的绝望。你不害怕？跟以前的你比起来，即使是被什么穷凶极恶的山精野怪上了身，于我而言也无甚区别。我只想保护好我的孩子。说的也是，这原主的确是个很操蛋的玩意儿，没什么本事不说，吃酒豪赌还动不动就打老婆孩子，穿越到这种人的身上，老子都觉得丢人。既然你不在乎，那我不是我这件事，就当成是你我之间的秘密。以后我不会再打你和孩子，而且我还会对你们好。我不求你对我们好，我也会替你保守秘密，哪怕你继续打我骂我都行，只求你不要再打豆豆，他才3岁，身子骨遭不住。他叫赵小驴，因为一次意外穿越到了眼前这个同名同姓的主人身上，顺带着也继承了原主的老婆和孩子。我出去喝点水，有些口渴，你先睡吧。低矮潮湿的厨房内借着微弱的月光，赵小驴望着水中的倒影，有些头大。水中之人与前世的自己一般无二，而刚刚的女子根据原主的记忆，正是他4年前诓骗来的老婆。看来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才收了你的命。你这个老登拍拍屁股一走了之了，留下老婆孩子让我养，可这是1只鸡都算家产的古代啊！你特么让我拿什么养活那娘俩？第2日一早，旭日东升，朝霞照亮了这个大山脚下的小山村。一家人的饭菜都是我媳妇做的，她为什么不能上桌吃饭？你那便宜婆娘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干，她有什么脸上桌吃饭？那我女儿呢？她才3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她为什么也没有饭吃？大哥，你家那小赔钱货，给她吃不是糟蹋粮食吗？我女儿是赔钱货，那你女儿是什么？我说老大，你是不是吃错药了？自打上回伤了脑袋，我看你像换了个人似的，怎生变得这般恶毒？恶毒？媳妇是我的，孩子是我的，我关心他们叫恶毒？难道像以前那样什么都听你们的，动不动就打自己的老婆孩子才算正常对吗？妈的，不让我老婆孩子吃饭，那你们都他妈跟着饿肚子吧！天爷呀，我怎么生了这么个孽子啊！天爷呀，你睁开眼看看吧，我活不下去了呀！您快把我带走吧，儿媳妇又馋又懒，儿子也是个不听话的，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大哥，你这是做什么？闭嘴！我就想不明白了，我跟老二家的同样都是您儿媳妇，怎么他就可以啥都不用干？我媳妇就得天不亮起床做饭、干家务、忙农活，一天到晚累死累活，却连顿饱饭都吃不上。我看你是被屋里那个便宜婆娘给灌了迷魂汤了，你现在竟然敢这么跟你娘说话，以前你可不这样。以前那个只会打老婆的赵小驴死了。说起以前有些事我倒想弄清楚，记得我以前偷鸡摸狗的，把偷来的吃食拿给你们的时候，你们都会夸我能耐，但是却因为我带着弟弟在外面偷了1枚鸡蛋，你们就差点把我打死，说我带坏了他。请问我是你亲生的吗？你胡说什么？你可是我10月怀胎辛苦生下来的。娘，豆豆好饿。豆豆乖，咱睡觉好不好？睡着了就不饿了。娘，爹生气了，他一会进屋会不会打我们？听到女儿稚嫩的声音中所夹杂的浓浓恐惧，眼前这名女子没有说话，却将怀里那稚嫩的小人抱得更紧了些。此时的赵小驴带着满腔的怒火走进本就阴暗潮湿的屋内，却见坐在床上的孩子立马擦掉了脸上的泪，然后惊恐地躲到了凤小妹的身后。那小小的身影即使躲在他娘的身后，身子也在轻轻地颤抖着。你要打就打我，豆豆还小，他的身子遭不住。这么小的孩子，父亲的形象本该是他最安全的港湾，这操蛋的原主究竟对这对母女造成了多大的伤害？豆豆别怕，我不打你，我知道豆豆饿了，爹爹这就去给豆豆找吃的，你和娘在家等我，今晚睡觉前我肯定带着吃的回来。听到吃的，一个小小的脑袋从凤小妹身后慢慢伸出来，怯生生地望着赵小驴，他的眼里有恐惧，但也有对食物的渴望。前世这么小的孩子哪会饿成这样？
等我回来。他说的是真的吗？他真的会带食物回来吗？豆豆安心睡一觉，睡醒了，爹爹就带食物回来了。哄着孩子睡下，可是在他的心里，赵小驴真的会带食物回来吗？他不信，即使现在的赵小驴并不是原来的那个人，可他还是不敢抱有任何的奢望。豆豆，对不起，娘骗了你。娘，求求您了，豆豆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再不吃点，他恐怕熬不过今夜了。一个小丫头片子，这样的赔钱货，饿死就饿死了。以前你男人每天跟他爹出去帮工，还能赚个10文8文的拿回来买点吃的，可自打他受了伤后，都好几天没出去干活了，如今家里哪还有什么吃的？此时的凤小妹已是满心的绝望，长期的营养不良，加上整整2日没吃上一口东西，她一个成年人都饿得走不动路，何况怀里的孩子。在这个家里，所有人都不待见他们母女，而自己的男人更是动不动就对他们拳打脚踢。如今支撑着她努力活下去的唯一动力就是怀里的孩子，可是现在她突然很害怕。娘，不哭，豆豆不饿。一只稚嫩的小手虚晃着，却努力试图擦拭凤小妹脸庞上的泪。这一刻，她彻底崩溃了。怀里的女儿才3岁啊！这是黑木耳。我勒个兜！看来连老天都在眷顾我这个穿越者。根据原主的记忆，这种黑木耳在镇上至少卖15文1斤。他没想到自己的运气竟然这么好，在树皮都恨不得被人扒光的大山外围，竟然能够找到这么多黑木耳。这些都是老子的。此时在赵小驴的眼中，这些哪里是木耳，明明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大肉包子。不知不觉，赵小驴已经采了整整1筐。这样的黑木耳山上有很多，但是必须要去大山深处，可是那里大型野兽也不少，因此很少有人敢跑到深山去采。天色差不多了，得早点回去，想必家里那娘俩肯定饿坏了。到了镇上时，已经是下午5、6点的样子了。他背着背篓，径直去了镇上最大的酒楼。小哥儿，您是吃饭还是卖货？你好，我这里有一些新鲜采摘的山货，不知道贵酒楼需不需要？掌柜是个40来岁的中年男子，他翻了翻背篓里的山货，见都是新鲜的，便满意的点点头。镇上的人对山货的稀罕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奈何现在是7月，天气干燥，这样的山货并不好找，偶尔有人上门来卖，也多是半斤8两的样子。像这位年轻人这样背一背篓来的很是少见。我以后会经常进山，价格合适的话，以后的山货就都卖给天香居。既然小兄弟以后要经常干这一行，那我也不能当一次性买卖来做。这样吧，下面的这些杂菇都按5文钱1斤算，至于上面的木耳，就按15文1斤收，怎么样？赵小年感觉价格还算合理，并没有低于自己的预期，加上天色已晚，他现在归心似箭，也没有心情去挨个酒楼问价，没有过多犹豫，便点了点头。可以，过称吧。杂菇总共7斤，木耳共5斤，按照刚刚谈好的价格，这些一共是110文。走出酒楼，赵小年怀里揣着沉甸甸的钱袋子，今天赚了110文钱，他的心里喜滋滋的。110文啊，可以买110个馒头或者包子了。老板给我来10个包子，就在这吃，另外再给我打包10个带走。好嘞，小哥您先找个地方坐。很快10个包子下肚，赵小年满足的打了个饱嗝。吃饱肚子的感觉真是幸福啊！老板，结账。一共是20文钱，这是您打包的10个包子，刚出锅的热乎着呢。接过包子，赵小年朝着城外走去。快到城门口的时候，他看到有一家卖糖葫芦的摊位。一只只的糖葫芦在夕阳的余晖下闪着亮光。这么好看的糖葫芦，家里的2个女人应该会喜欢吃。老板，给我来4只糖葫芦。好嘞，客官，这是您的糖葫芦，一共12文。付了钱，赵小驴忍不住肉疼，4只糖葫芦够买12个大肉包子了。但一想到家里的2人拿着糖葫芦那笑弯的眉眼，他又觉得这钱花的值。男人在外拼死拼活为的其实很简单，妻儿的欢颜便可抵消一切的苦与累。想着他美滋滋的将吃的揣入怀中，转身朝城外走去。娘，豆豆好饿。抱着怀中的小人儿，听着他气若游丝的呢喃，凤小妹的心痛如刀绞。赵小年出去整整1天了，眼下夜色已深，看样子又像往常一样不知道去哪鬼混了。他心中极恨又悲，他恨自己无力让女儿吃上一顿饱饭，悲的是眼睁睁看着孩子即将饿死，却将这唯一的期望寄托在一个
从没好好对待过她的男人身上。豆豆，都怪娘没本事，没给你寻得一处好人家，让你跟着我来到这个世上受苦。凤小妹满心悲怆，而她不知道的是，月色下一个男人正心越兼程地赶在回家的路上。小妹，豆豆，我马上就到家了，等我。我回来了。我其实是穿越过来的，不是附在你相公身上的什么山精野怪。算了，估计解释了你也不懂。我买了包子，你和孩子2天没吃东西了，一定饿坏了。说着，赵小驴将买来的包子拿到了母女俩的面前。见到包子的那一瞬间，本已饿得萎靡不振的豆豆瞬间瞪大了眼睛，小小的眼神中透出无尽的渴望。娘，是吃的。白白胖胖的包子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就这么静静地躺在赵小驴的手中。可是母女俩明明饿得快要倒下，却依然不敢伸手去接。他们对赵小驴的恐惧已经超越了饥饿带来的痛苦。我和豆豆真的可以吃吗？就是给你俩买的，快吃吧，我一路上都捂在怀里，这会儿应该还不凉。不要怕，我说过再也不打你们了。豆豆乖，快尝尝爹爹买的包子好不好吃。看着床上一大一小捧着包子啃的两人，赵小驴的心底涌上一丝难过。这两人和自己一样，都是不被需要的人呢。在原主的心中，估计这对娘俩和外人没区别吧。两人蜡黄的脸显然是饿了很久，要没有这几个包子，这对娘俩估计挺不了几天。那我穿越过来也算救了这娘俩了吧。想到这里，他突然没那么恨原主了。原主是该死，但他留下的女儿自己很喜爱，妻子也很懂事。总之目前感觉两人能和平相处，从这一点出发，他还得感谢原主。爹爹，吃包包。赵小驴很是意外，意外之余又很高兴，没想到原来的爹那么对他，他还能在饿极的状态下将食物分享给自己。在后世，他是一个孤儿，从没有人这么主动的不怀目的的对自己伸出援手。这一刻，他从一个孩子身上感受到了善意，这种认知让他陌生，却也欢喜。我吃过了，爹爹不饿，豆豆吃。好，爹爹陪着娘和豆豆一起吃。这一刻，简陋狭小的房间内充斥着一股淡淡的温馨，一股家的温暖。很快吃饱喝足，豆豆挺着圆滚滚的小肚皮，快速的进入了梦乡，嘴角挂着满足的笑。一个3岁的孩子，其实要的并不多，一点点的温暖就会让他感到快乐和满足。是不是该睡觉了？这房间里除了这一张床，好像没别的地方能睡了哈。上床睡吧。淡淡的月光下，狭小的木床上挤着一家3口，中间的小人儿早已进入了梦乡，而旁边的两人却怎么也睡不着。此时他们的内心除了说不清的复杂，还有一丝淡淡的异样。第二日天还不亮，睡得迷迷糊糊的赵小驴正做着美梦，梦中他将凤小妹抱在怀里，结果懒婆娘还不起来做饭，是想饿死我这老太婆吗？天爷呀，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还没来得及有结果，他便突然被门外的一个大嗓门吓得一个机灵醒了过来。谁是懒婆娘？哦，记起来了，老二的媳妇带着娃回娘家了，老三还没有娶亲，小妹去了镇上小姑家。不用想了，这一定是在喊我屋里这个便宜婆娘了。你跟豆豆再睡一会儿，我去做饭。以往凤小妹早起做饭都是将豆豆带在身边，不留给他们独处的机会，为的就是防止原主打骂孩子。可今天他却鬼使神差的将豆豆留在了床上。尽管这样做，凤小妹内心还是很不安，可是在不安之余，她还有一些淡淡的期待。刚刚走出属于他们的那间低矮的偏房，凤小妹就有些后悔自己刚刚的决定。不过正当她转身准备回去带上女儿时，却听到屋内传出了一大一小两人的对话。豆豆乖，爹爹带你去洗脸好不好？洗完了脸，爹爹给你拿好吃的。豆豆听爹爹的话。我的豆豆宝贝真乖，来让爹爹亲一个。胡子好扎。此时天还未亮，剩下的凌晨依然有些清冷，但是凤小妹却突然觉得心里无比的温暖。冥冥之中，似乎有一道光刺穿了她内心那片黑暗的世界。你个懒婆娘，我以为你饿死了，这么晚都不起来做饭，你是不是又皮痒了？娘，外面天还未亮，媳妇这就做饭。你个天杀的，还学会顶嘴了！我今天就替老大好好管教管教你。
此时的凤小妹怔怔地望着眼前的这个人，以前自己每次被婆婆打，这个男人都是在一旁冷冷地看着，如今却堵在她娘的面前护着自己。不知不觉，在她那早已麻木冰封的内心深处，一股灼热的火苗正徐徐燃起。你这个杀财，你护着这么个不下蛋的干什么？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如今我教训教训你这便宜婆娘都不行了吗？哼，娘，以后教训媳妇的活不劳您动手。再说您这是教训吗？这么粗的棍子打下去，还不得打出人命来？你这是有了媳妇忘了娘，从小到大我咋就没看出来你还是个白眼狼？天爷呀，我怎么生了这么个孽子啊？天爷呀，你睁开眼看看吧，我活不下去了呀！您快把我带走吧。够了，你再口无遮拦的嚎丧，就滚回娘家去。赵老头不知何时出现在厨房，一声呵斥，刚刚还躺在地上打滚撒泼的赵氏立马住了嘴，悻悻地爬起来站到一旁。混账东西，你现在是农活不干，帮工不做，整天就知道蹲在家里啃老，你还要不要脸？哼，既然爹说我啃老，那咱们父子俩就算一算，我到底啃了这个家什么？爹，把这个吃了，可以长命百岁。你个逆子，这是什么？你当我年纪大了是傻子吗？你不是傻子，难道我就是吗？我受伤在家待了几日，你就骂我啃老，那我就跟您掰扯掰扯，我究竟啃了这个家什么？打我4岁记事起，我就得每天早起跟着娘去个猪草，7岁开始，捡柴火的任务就归了我一人。以往每年冬天我都冻得全身是冻疮，直到我砍柴掉进冰窟窿里才知道，我的棉服里面塞的全是柳絮，而弟弟妹妹他们的才是棉絮。你是老大，家里棉絮不够，你让着点弟弟妹妹难道不应该吗？说的真好啊，10岁开始，我得全天跟着你们下地干活，稍有偷懒，您就拿棍子抽我。我但凡哪里做的不顺你和娘的意，那一整天我就没饭吃。14岁那年我扛麻袋，至少挣了10来两，这几年除了干家里的活，外面挣的钱也都给了娘，这不足以支付这几日我一家3口的粮食消耗吗？家里人口这么多，你不干活哪里来的粮食？别人家的孩子哪个不是跟着爹娘下地干活？你不出去干活赚钱，哪里来的钱娶媳妇？哼，说到娶媳妇，我倒想说，我是家里的老大，照规矩应该是先给我操持吧。可你们呢？把我这些年上交的钱先给老二讨了媳妇，难道这也是规矩？你这不是讨到婆娘了吗？那是我后来用下散烂手段骗来的，跟你们没有1毛钱关系，你们也没掏1分彩礼。我的确是从小偷鸡摸狗的不学无术，但在这个家里，我赵小驴除了自己的老婆孩子，我对得起你们任何一个人。你这娶了媳妇忘了娘的不孝子，倒先委屈上了。我怀胎10月生了你，你咋不提？怀胎10月？恐怕你怀胎10月生下来的不是我吧？真拿我当傻子吗？我以前敬你们，所以从不跟你们计较，包括你让老二家媳妇背着我偷偷蒸馒头，我也装看不见。咱们家旱田10几亩，水田也有几亩，我这些年除了农活外面赚的钱，交给你们多少，我难道没数吗？可是我媳妇孩子天天喝刷锅水苟活，你们不是拿我当儿子，你们是拿我一家当你们压榨的苦力。你那些年赚的钱交给家里怎么了？你只要还在这个家里一天，赚的钱就都得交给我们。那既然如此，咱们分家吧。你个天杀的，想要分家你做梦！你给我闭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好了老大，爹知道你心里委屈，这样今天的早饭不用你媳妇做了，拿着这10文钱去镇上吃点好的，分家的事切莫再提，传出去让人笑话。1秒钟都没犹豫，赵小驴麻溜的接过那10文钱，拉着凤小妹便头也不回的走回了属于他们的偏房。老头子那可是10文钱啊，够买1包虾仁瓜子了。闭嘴，以后再胡言乱语，嘴上没个把门的，漏了风声出去，看我不长烂你那张破嘴。走回属于他们的偏房，也就几步路的距离。凤小妹的手被赵小驴紧紧的握着，感受着对方手心的温热，她的心在不知不觉的融化。望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男人，这一刻她突然觉得自己的内心无比的踏实。回到自己的屋内，赵小驴想想原主这些年像个大冤种一样的活着，给自己留下这么大个烂摊子，
心里忍不住还是火大。一旁的凤小妹见他阴沉着脸，心中忍不住打鼓。他不会又要像以前一样动手打我和孩子吧？爹爹，不要生气，不要打娘和豆豆好吗？豆豆害怕。傻豆豆，你是爹爹的小公主，爹爹怎么舍得打你呢？爹爹答应过你的，以后再也不会打你和娘了。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望着赵小驴宠溺的将豆豆抱在怀里，这一刻凤小妹的心变得软软的、柔柔的。她知道赵小驴是真的喜欢豆豆，因为那充满溺爱的眼神是真真切切的。这一刻，凤小妹突然觉得这些年受的苦都值了。她鼻子酸酸的，眼角湿湿的。不过下一刻，她却突然破防了。那娘是爹爹的老公主。天真烂漫的童年顿时让二人哭笑不得。不过无奈的对视中，两个人的眼神里却隐含着浓浓的蜜意，温馨儿又甜蜜。刚刚我提分家的时候，我注意到你当时很紧张，是有什么顾虑吗？我刚刚担心你初到这个世界，不懂这里的规矩，怕你遭了别人口舌。只要父母健在，分家会被人不耻和指责的。如果我执意要分家，你会跟我一起走吗？哪怕背负外人的指责和唾弃。刚说完这句话，赵小驴就后悔了，自己才刚来这个世界没几天，就要让凤小妹做这种选择题，更何况这副身体的原主还那么虐待他们，即使在前世命运也从未眷顾过他这个孤儿。说实话，赵小驴的内心是忐忑和不安的。我自然跟着你。豆豆要爹爹。一切都值了，我赵小驴重活这一世，一定会让这娘俩过上好日子。不同于赵小驴，此时凤小妹一脸平静地去收拾东西。女人虽本性柔弱，可一旦认定了一个人和某件事，就会勇敢地面对，哪怕在外人看来这是很愚蠢的决定，可这也正是女人的魅力之一——感性。爹娘，女儿想你们了。出嫁4年，娘家明明就在几里外的杏花村，可她即便日日思念自己的双亲，但却终不得回。在古代，女子出嫁后便是夫家人，如果夫家不允，女子至死都不能回娘家，除非被休。但在那个女子卑贱的时代，被休基本也就等于断了活路。小妹，等天一亮，我送你和豆豆回娘家住几日吧。我真的可以回去看望爹娘吗？成亲4年，无数次在被打骂后满心委屈的她，想要回到自己的母亲身边哭诉，可是这家人不允许她回去。久而久之，她以为自己这辈子再也回不去。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的，她便断了回去的念想。可如今眼前这个人却突然说要带她回去。一会儿多收拾2件你和豆豆的衣服，这次回去你们俩在岳父家多住几天。惊喜如同汹涌的波涛，一浪更比一浪高，冲刷着这个可怜女子那早已死寂的心。我们还可以多住几天？这是真的吗？望着那张原本麻木而显得死寂的脸庞，因为激动而涌现的灵动和生气，那一刻赵小驴的心突然狠狠地痛了一下。与后世比起来，古代的女子何其的悲哀，仅仅因为能回趟娘家就开心成这个样子。当然是真的，那是你的家，你回去看望他们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望着身边的女子，这一刻赵小驴突然觉得她好美，美得不似人间烟火。鬼使神差的，他将那女子轻轻地拥入怀中，他能感觉到怀中的女子僵了一下，但是却并未拒绝。而那怀中的女子尽管知道如今的这个男人已非原主，尽管她内心犹如小鹿，可忐忑之余更多的却是一种甜蜜的悸动。媳妇，我想亲亲你。伴随着两人的一声惊呼，一阵天旋地转之后，二人已是掉进了屋内，望着从天而降的爹娘，睡眼惺忪的豆豆睁着一双疑惑的小眼睛。爹娘，你们在干啥？望着头顶的大洞，夫妻二人对视一眼，接着那低矮的偏房内传出一阵放肆的笑声。不多时，朝阳初上，再次照亮了这个大山脚下的小山村。一番收拾，赵小驴背着竹筐，里面装着豆豆。小家伙听说要出门，立马兴奋的眼睛里直冒小星星。尽管没见过外公外婆，但这对于从未出过门的小孩子来说足够兴奋了。刚出村子，赵小驴就迫不及待地将凤小妹的手紧紧攥在手心中，生怕她跑了一样。尽管凤小妹羞得满脸通红，可见四周没人也就由着她。赵小年似乎忘记了这是在古代牵个小手而已，更何况对方还是自己的媳妇。如果他以后都这般待我们就好了。很快到了镇子，赵小驴买了点心糖果，另外还扯了几匹鹅，而豆豆则缩在箩筐内专心舔着他的糖葫芦。这是上一集赵小驴给他买的，光忙着跟他娘谈恋爱，都忘了拿出来。你扯这么多布，多浪费钱啊！我有衣服穿，
给豆豆扯一身就行了。除了你跟兜兜的，剩下的不是给岳父岳母还有你弟弟的。刚刚怕你不要，所以没告诉你。现在买都买了，可是退不了了。见他给自己家人扯布，凤小妹心中既感动又生气。感动于她心中记挂着自己的父母和弟弟，生气的是这么多布得花多少钱啊？见凤小妹一脸心疼的小孩模样，赵小驴宽慰道：钱挣来不就是为了花的吗？岳父岳母将养了这么大的女儿嫁给我，我孝敬他们也是理所应当的。况且钱没了我还能挣。这人冒着生命危险挣的钱，大多都花在了他们娘俩身上，自己却没花多少，他自己都没意识到。不知不觉间，他已开始心疼起眼前之人。可那山里多危险啊！虽是小声嘟囔，可赵小驴却听进了耳中，一股暖意袭上心头。进了村，遇上了几个村民，他们都好奇地打量着两人。待看清凤小妹后，都惊讶于她居然回来了。要知道，这凤小妹未出阁之前可是10里8乡出名的娟秀才女，她爹是教书先生，而她更是重适龄青年的梦中女神。只可惜被赵小驴这等阿杂之辈使了下3滥的手段，蒙尘了那明珠。这不是凤家那丫头吗？这都几年未见了，如今怎的这般清瘦落魄的样子？可惜了，据说这赵小驴本是个泼皮无赖，每日都打骂他们母女至少10次。我得快去告知凤先生一家，这泼皮登门，让他们早做打算。面对村人的口舌，赵小驴一脸的尴尬之色。不过好在作为一个后世孤儿，这点羞辱他还是完全能防御的。而一旁的凤小妹却满脸的忧色，她怕村人的闲语惹恼了身边之人，以后便再不会随他回家探望父母了。赵老，第一次用上了对夫家的称呼，赵小驴有些意外，还有些感动，但他也知道凤小妹为何这般。无妨，他们说的也没错，以前的我本来就很操蛋，但你知道我跟以往是不同了的。看来以后咱们得经常来走动走动，加深翁婿之情啊。赵小驴的话让他心宽了不少，同时也更加的感动。这人真会说话，不过他很喜欢。等到了巷子口，凤小妹一眼便看到自己的爹娘和弟弟站在门口，正伸长了脖子往路口望来。她的眼眶瞬间酸涩，眼泪不受控制般从眼眶滑落。爹娘，不孝女回来看你们了。岳父岳母，我和豆豆娘来看你们了，你们还好吗？明日一早我进山打猎，我的2条腿会断，然后被人从山上抬下来。到时候无论你看到什么都不要害怕。听到赵小驴的话，凤小妹一脸的错愕和担忧。眼下刚入夜，眼前的这个男人却告诉她第2天将要发生的事。然而关心则乱，听到赵小驴说自己2条腿会断，一股从未有过的恐惧和担忧立马清空了他的理智。你不要吓我，咱明天不进山打猎了，我不想你有事。望着眼前的女子那一脸的焦急和恐慌，赵小驴既无语又感动。他能感受到现在的自己被这个女人真真切切的在乎着。别急啊，你听我说完，这一切都是假的，是我为了分家演的戏。在这个家里我们迟早会被害死，我更不想让你受苦，所以这个家必须要分。听到赵小驴的话，凤小妹这才恢复了理智，冷静之余不免为刚刚的失态感到脸红。她更没想到这个男人为了不让自己继续在这个家里受苦，宁肯被人戳脊梁骨也要分家。一时间巨大的幸福感充斥在整个心间。无论你去哪我都跟着你，无论别人说什么，有你在我便心安。别担心，我一个穿越者怎么可能会因为这点小事让自己的媳妇跟着遭人口舌，否则我也不会煞费苦心的计划这么一出戏。眼前之人处处都在呵护着自己，这种幸福感犹如和煦的暖风吹进他的心田。此时的凤小妹感觉心酥酥的，身子软软的。我什么都依你。嘿嘿，真的什么都依我。望着身边越凑越近的男人，感受着对方熟悉又陌生的气息，凤小妹心如小鹿。她哪里不知道这个坏人想要做什么，可是她忍心拒绝吗？她做不到。轻点，豆豆睡了。那个刚刚有些激动，所以快了一丢丢。第2日天还未亮，熟睡中的赵小驴难得的再次做了与上次相同的美梦。然而，你个天杀的懒婆娘，回娘家几日骨头都呆懒了，这都什么时辰了还不起来做饭？听到门外那熟悉又讨厌的嚎丧，赵小驴眉头紧蹙。穿越来这段日子，他越来越有一股想要将门外之人挖个坑埋了的冲动。你跟豆豆接着睡会儿，我去做饭。好好躺着，
哪都别去。他既然说你是个懒婆娘，那咱就懒给他看，我出去一趟打发了他。强忍着心中的愤怒，赵小驴走进正屋的厨房，看到他那便宜娘正扛着那根熟悉的烧火棍杵在那里。你那便宜婆娘不死过来做饭，你跑来做什么？我就想问问你，我们一家3口今早有饭吃不？吃饭？你昨天去山泉村接那2个便宜货，一天没去打猎，1个铜板都没拿回来，你有什么脸提吃饭？今天去深一点的山里多打猎，什么时候把猎物卖了，把卖的钱交给我，你们什么时候吃饭？否则就饿死吧。我真是你儿子吗？连最厉害的猎户都不敢轻易进深林子，你让我去，你不怕我被野兽吃了吗？你瞎吗？看见有大型野兽，你不会躲远点？你长着2条腿，难道是好看的？有野兽你不会跑吗？那行，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今天就去深山打猎去。另外今早的饭你爱找谁做找谁做，反正我媳妇也没饭吃。你个天杀的，越来越不是个东西了。现在你都敢这么跟你娘说话了，天爷呀，我怎么生了这么个孽子啊？天爷呀，你睁开眼看看吧，我活不下去了呀！您快把我带走吧，儿媳妇又馋又懒，儿子也是个不听话的，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还有一件事，你们要趁我进山打猎在家欺负我媳妇，那我今天打猎卖的钱，你别想得到1个铜板。撂下这句话，没有再理会撒泼的赵氏，赵小驴转身走出了正房。开什么玩笑，原主被他这个便宜娘用这招拿捏的死死的，但是现在的他可不是原来的那个废物，他对自己没有半点养育之恩，凭啥惯着他？柜子里有我买的韭菜盒子，一会豆豆醒了你和他一起吃点，我进山打猎去，不用担心我，不出意外的话，今天咱们就能分家了。交代完赵小驴便背上竹筐，在凤小妹担忧的目光中走出了家门。旭日东升，不知不觉已是43刻左右，也就是上午9点45分左右。村里忽然热闹起来，原来今天是镇上同济堂来村里义诊的时间，大夫已经到了李正家。李正通知大家，需要看病的都可以去他家问诊，大夫不收诊费，只收药钱，家家户户有病没病的都往李正家来。既然不收诊费，那必须让大夫帮自己检查检查身体，毕竟有便宜不占纯属王八蛋嘛。村里来了大夫义诊，你也一道跟着去。娘，我身子无恙，这还有很多柴没批完，我就不去了。你个便宜货，懒也就算了，还这么傻，有免费义诊的这等好处你不去。无奈不想多事的凤小妹只得带着豆豆来到了李正家。坐诊之人她认识，正是赵小驴去娘家接他们母女时在镇上吃饭遇到的大夫顾北。有一次赵小驴打猎遇到一名采药的老人倒在草丛中，从而救了对方，而那老人正是这顾北的师傅。加上平日赵小驴除了卖猎物也会去同济堂卖药材，一来二去两人就成了好朋友。顾大夫本想打声招呼，结果对方却装作不认识自己。凤小妹从小识文断字，本是心思剔透之人，加上赵小驴的叮嘱，于是立马晋升，也装作不认识的样子，只是将胳膊放在了面前的桌子上。这位夫人的身子亏空得很严重，应该是平日里吃不饱饭，又干了许多重活导致的油尽灯枯之象啊。加之你身上多有暗伤隐疾，莫不是经常遭受暴力？如若不及时调理，恐怕没有几年时日了。此言一出，周围的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向一旁的赵氏。赵氏虐待儿媳的事，村里的人也多少有些耳闻。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如今连大夫都这么说了，那这是8成是没跑了。原来这赵氏一家真的不给儿媳妇饭吃。不仅如此，凤小妹在家还有干不完的活，否则大夫不会那么说。听着周围有人议论，赵氏纵使心中气结，也不免羞臊难当。为了挽回面子，他上前问顾北：大夫，我这儿媳妇该如何调理身子？要是花的钱不多，他打算也问大夫开一点药，不管给不给凤小妹用，先堵住悠悠众口再说，不然真这样下去，老三和女儿的婚事就艰难了。毕竟没人愿意跟这样的人家结为亲家。一旁的小赵氏，也就是老二家媳妇，见婆婆要给凤小妹开药，顿时难受的心眼子都快闭合了。那些钱都是我家青云的，凭什么给凤小妹这贱货用？方法很简单，只需每月给她吃1只鸡，再用1两银子左右的补药，如此调养1年之后，保准她恢复正常。什么1两？你怎么不去抢？没等赵氏说什么，这老二家的小赵氏率先开口。不过等说完了，他才后知后觉地想起这里是在外面，在周围人一脸鄙视的目光中，尴尬地低下了头。大夫，1两银子确实有点多，你看能不能少一些？少一些的话，我就开上几副药，
将我这儿媳妇的身子好好补补。他心里想着，不管怎样，至少表现出了愿意为凤小妹调养身子的意思，这样村里人不会再觉得他磕大儿媳妇了吧？果然，周围的人听他说要给凤小妹开药调养身子，对他的感官好了不少。不是1两银子啊，是每月1两银子。什么？每月1两？那他不如死了算了。赵氏一听每月1两，拉起凤小妹就往回走。每月1两，1年就是12两，这懒婆娘配吃12两的药，不如死了算了。到时候草席一裹，埋了完事。一旁的豆豆见奶奶拉着娘走，以为她又要打娘，吓得抱住赵氏的腿哭道：奶奶，你不要再打我娘了。你上次拿烧火棍打娘的背，娘流了好多好多血，我求求你不要再打她了。此言一出，众人哗然。赵老婆子居然拿烧火棍打儿媳妇，那一棍子下去，不得要人半条命啊！小孩子不会说谎，这赵家是真不能进啊，会出人命的。枉我还想着把自家闺女嫁给你们家老三，真是作孽啊！我差点就把闺女推进火坑里。我告诉你赵有福，这门亲事从现在开始黄了。此时在周围众人指指点点的鄙夷之下，羞愧难当的赵家人正准备灰溜溜的离开时，顾北的小药童却突然背着一个人从山上冲了下来，还没到地方就急火火的喊道：师傅快看看，我在山上采药遇到一个重伤之人，他的双腿好像断了。众人循声望去，当下一愣，这不是赵家老大吗？这是怎么了？看这血石呼啦的样子，2条腿好像被什么野兽给啃了。真是造孽啊！前几日我还看到他娘逼着他进深山打猎，没想到这么快就遭难了。赵家嫂子，你们家老大进山打猎，2条腿被野兽给咬断了。什么？腿断了？那他以后岂不是成了废物，没法再打猎赚钱给我了吗？这个孽子怎么不小心一点，这多耽误挣钱啊！听到赵小驴双腿断掉的消息，这赵氏一着急，竟不顾身边还有外人，直接把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但是等他察觉自己言语有失的时候，已经晚了。见周围的人一脸不可置信的震惊表情，这赵氏的心瞬间咯噔了一下。我实在忍不住了，你这个老逼凳子，我以前怎么没看出来？你还是人吗？他可是你儿子。这赵氏的良心8成是被狗吃了。一时间周围的人义愤填膺，活了一辈子，他们只听说过谁家有不孝子，哪里见识过这世间竟还有这样的母亲，这简直是刷新了他们的认知，同时也震碎了3观。快把人背到屋里去，这里人流太多，太阳又大，恐怕会感染。屋内看到赵小驴那血呼拉丝的腿，凤小妹吓得2腿一软倒在地上，而原本一直处于蒙圈状态的豆豆也看清了这人正是爹爹，吓得他小脸煞白，抱住凤小妹哇的哭了起来。爹爹受伤了，他要死了吗？豆豆要没有爹爹了吗？稚嫩的哭声带着无助的悲伤和恐惧，听在赵小驴的耳中，瞬间疼碎了心房。豆豆乖，爹爹没事，爹爹是骗别人的，爹爹想带着娘和豆豆离开原来的那个家，这样以后就再也不会有人打你和娘了。虽然赵小驴说的他不是太懂，但是他听明白了2件事：爹爹没有事，而且以后会离开原来那个让他恐惧的家。小家伙眨了眨疑惑的小眼睛，一本正经地问道：那是不是不能让别人知道爹爹没事？我的豆豆真聪明。说完又看了看瘫坐在地上的凤小妹。虽然赵小驴提前告诉过他了，可是真当自己看到这个男人血肉模糊的双腿时，他仍控制不住的担忧和害怕，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原来不知不觉赵小驴已经成为了他全部的托付和依靠。屋内一片和谐，而门外，这赵小驴也真是倒霉，你说好端端的他干啥非要去山里？唉，看那样子他的腿是保不住了。你们还不知道吧？赵小驴之所以上山，全都是他娘给逼的，我今早在他家门外亲耳听到的。你放屁，我啥时候逼他了？是他自己想上山，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心里清楚，绝不能承认是自己逼赵小驴上山打猎的，否则村里人会怎么看自己？为了钱连儿子的命都不顾了吗？万一要是赵小驴治不好了，族老们会不会因自己逼着天杀的废人上山，而让自己养他一辈子？到时候他们一家3口，一个瘸子，一个病秧子，一个小赔钱货，都需要自己养，那得花多少钱？不行，他绝不能让这种事发生。屋内，顾北将他的腿用纱布缠好，随后狠狠地拍了2下。绑得很结实，回头方便的时候自己把腿上的猪血清洗一下，时间久了会臭。我现在算是明白了，怪不得你设计也要分家，这家人着实可怕。好了，你安心躺着吧，我得出去接着把我的戏演完。这汉子的2条腿已经废了，哪位好心人帮忙跑腿，叫他的家人来把人接回去吧。一听说赵小驴废了，本来一直缩在角落里的赵老汉却跳了出来，出人意料的他直接跪在地上，对着顾北就是几个头磕了下去。
大夫，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求求你救救我儿吧！就算倾家荡产，我也要将他治好。不得不说，这老汉的确是个高手，不声不响的来上这么一出，果然周围立马有了回馈。虽然赵小驴他娘不是个东西，但好在还有这么个好爹。是啊，这也算不幸中的万幸吧。听到周围邻里的反馈，赵老头心中正暗自得意，果然聪明如我。可是作为一个优秀的演员，咱们的顾大夫岂能让他如愿？哟呵，方法倒是有一个，可以保下令郎的腿，只是不知你愿不愿意用。还能治？你刚才不是说废了吗？此时的赵老汉真想把鞋脱下来，然后一鞋底拍在顾北那张贱兮兮的脸上。然而周围的人都望着他，无奈他只得强装镇定，苦着脸问道：不知是什么方法？方法倒也不难，令郎这腿如果用大补之物调理，他那断后又被我缝合的经脉就能重新长好。相信过不了多久，他就又能站起来了。那不知需要花多少银子？此时的赵老汉恨不得扇自己几巴掌，直接把人抬走不就好了吗？非要在大伙面前挽回一下面子，树立一个好父亲的形象。结果呢，人家还真有能治好赵小驴的法子。大补之物啊，那得花多少钱？我同济堂有一镇店之宝，乃是一根100年老山参，此物对令郎的腿最是有效。念在你拳拳爱子之心的份上，这根300两银子的老山参，我就半价卖你，如何？我没有那么多钱。没现钱也没关系，可以分期付。我给你5年的时间付清这150两，怎么样？正常是个人5年的时间，150两也足够还得起了。这顾北最后一句话可谓是杀人诛心啊！就差指着赵老汉鼻子说：“你要是连这都不行，那就不能算个人了。”别说5年，就算50年，我们也凑不齐这150两银子。我呸！我们不治了。老二、老三，把那个杀千刀的抬上，咱们回家。说完这俩老东西，不顾身后村人传来的谩骂，提前灰溜溜的转身离去。回到家，还没等坐下喝口水，小赵是迫不及待的张口说道：“爹娘，如今大哥已经是废人了，日后不能指望他在为家里赚钱不说，咱还要养着他，还有那凤小妹跟孩子，这可是3个累赘啊！这样用不了多久，咱们家肯定要被拖垮了。如今咱们家名声也算彻底被那几个赔钱货给毁了，关键是老三的婚事也黄了。”此言一出，这老太婆似乎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当家的，这可怎么办？前几日那小子不是想要分家吗？干脆一会等他被抬回来，咱就把家分了。今天就把他们一家赶出去。此时赵小驴正躺在担架上，就那么随意的被摆在地上，旁边凤小妹和豆豆一脸的悲切，四周围着老赵头一家，一个个脸色阴沉的盯着地上正哼哼唧唧的赵小驴。老大啊，你前段时间不是想分家吗？娘想了想，觉得你现在也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我们做爹娘的应该给予支持，所以我和你爹决定同意你分家的请求了。之前死活不分家，我变成了残废，就想将我一家随口分出去。想的倒是美，我要迫不及待的轻易答应了，这老货一定会怀疑。娘，我不分家了，我现在成了残疾，不分出去还能有爹娘和兄弟照顾我们一家3口，分出去我们还怎么活？好你个杀千刀的，你这是想赖上我们？我告诉你，门都没有，今天这家你分也得分，不分也得分。爹，你劝劝娘，父母再不分家，这话可是你前几日刚刚说的，这要是分了家，别人会如何看我们？咱不能干让人看笑话的事啊。老大，你娘说的也有道理，你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咱也到了该分家的时候了。赵小驴心中冷笑，脸上却痛苦地说道：好吧，既然爹娘都同意分家，那就分吧，我从小就不愿忤逆爹娘的意愿，这次也一样。只是爹娘分家之后，我们一家定是活着都难，还请二老能多伸手帮帮我，不然你儿子就要饿死了。听完赵小驴的话，这赵氏嘴上并没有答应以后会照顾一二，而是让赵二郎和赵三郎分别去请李正和祖老。山泉村大部分人都姓赵，互相之间都有着丝丝缕缕的关系。分家这种大事，除了需要李正书写分家证明外，还需要祖老做见证人。很快，李正和祖老被请了过来，见赵小驴被大咧咧地扔在院里的草席上，两人脸色都很不悦。还没等他们说什么，赵老头也不说，先请二人进屋落座喝点水，客气客气啥的，直接迫不及待地开口道：二叔，李正，我们今天要分家，还请你们做个见证。分家？这老大才刚伤成这个样子，你们就要分家？分了家以后，他们这一家3口怎么活？
这您就别管了。如今我们分家已是商量好的，您只管主持分了便是。好，赵有福，你说你们要分家，准备怎么分？祖老话音刚落，不等赵老头说什么，赵小驴抢先开口道：二爷爷，分家，自然是3个兄弟分开各过各的。放你的屁！谁说各过各的？是把你一家3口分出去，我们还是一起过。父母健在不分家，这是祖上传下的规矩。如今你们见自己的儿子双腿废了，就要把他们一家分出去。他们一家3口，如今的局面分出去，不得活活饿死吗？我活了一辈子，却从未听闻这世上有你们这样的父母。二爷爷，你哪来这么多废话？我们只是让你做个见证，不是征求你的意见。再说他现在废人一个，如果他继续跟我们一起过，那我们一家就要养着他。如今我爹娘岁数也大了，他再继续让爹娘为他操心，难道这不是大不孝吗？说话之人正是赵家最小的女儿赵雪，同时也是原主最疼爱的妹妹。以前的原主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都会留给自己这个妹妹。至于自己的妻女，靠边站，望着对方尖酸刻薄的嘴脸。尽管赵小驴并不在乎原主的感受，可也难免让他感到极度的恶心。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有其母必有其女。只是不知道，如果原主还在的话，看到自己最疼爱的妹妹这般翻脸无情，心中会作何感想？你是个什么东西？你爹娘没教你什么是长幼之分，这里岂有你插嘴的份儿？妈呀！见到祖老发火，这赵雪才悻悻地缩到了一旁，不再言语。而在祖老的心中，对这赵有福2口子也越加的不满。加上村里传出了闲话，看来这赵有福不但教出的孩子没教养，自身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也懒得管你们家的事，既然决定分家了，那家里的田地、银钱、物事都怎么分？你们心里有数吗？这个，他从小吃我的喝我的，我养了他19年，没求过什么回报。如今分家就应该自力更生，凭什么要将家里的田地财产分给他？赵有福，这也是你的想法吗？将残疾的儿子分出去，却不想给任何财产，他倒要看看赵有福这个做父亲的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然而在他冷冽的目光中，赵老汉却低着头，显然是默认了。这家还怎么分？分家证明怎么写？难道就写某年某月某日赵家分家，赵小驴一家净身出户？平时也就罢了，可现在这双腿残疾，若真这么写，村里人还不得骂死我？二爷爷，一切就按照我娘的意思办吧。我如今已是残废了，不想再落个不孝的骂名。见赵小驴开口替自己解围，祖老心中不免感叹：这赵家老大虽然以往偷鸡摸狗的不务正业，可的确是个孝子。以往他娘说什么就是什么。可惜的是，他娘却并没有将他当成儿子养，说白了，也只是这个家里免费的劳力，赚钱的工具。娘，除了这些，你还有什么其他要说的吗？我生你养你19年，你身为儿子就该为爹娘养老，我们也不多要。你以后每个月给我和你爹200文当养老钱，这不过分吧？二爷爷，理正，这家我不分了，对不起，让你们白跑了一趟。你这天杀的，说好的分家，你现在想反悔？我告诉你，今天这家你分也得分，不分也得分。这还分什么家？直接叫我们一家3口饿死的了。到时候让村里人都看看赵家是怎么对我们一家3口的。一听这话，赵氏立马软了下来。此时在他心里只想快点跟这废物撇清关系。那就免了你的养老钱，这总可以了吧？我的腿是为了给家里挣钱才伤的，本就应该家里人出钱为我医治。可爹娘不但不想着为我医治，还要将我分出去自生自灭。既然这样，那就田地财产家事全都一分为4，爹娘1份，我们3兄弟1人1份。否则这个家就不要分了，我就待在家里，我倒要看看你们敢不敢饿死我们一家3口。赵小驴这么说并不是为了要他们的东西，他有别的目的。不管他今天从这个家里带走什么，将来他们都会找到理由缠上自己，即使自己净身出户，也逃不脱这一家子的纠缠。要想彻底摆脱他们，只能断亲，但是这话不能由我来说。不过根据原主的记忆，我只要不断刺激这个便宜娘，她一定会主动提出来。你做梦！你个天杀的，本就不是我亲！你闭嘴！不等赵氏说完，旁边的赵老汉立马厉声喝止。但刚刚的话对赵小驴来说信息量已经足够了。果然，原主这个大冤种根本就不是他们赵家的孩子。
娘说我做梦，那我今天就做一回梦，这个家我还真就不分了。你个孽子，我要和你断绝母子关系。果然，一切都按照赵小驴的预设在进行。以这赵氏平时的性格为人，怎么可能将自家的财产分给一个已经毫无利用价值且没有血缘关系的废物？这比杀了他都难受。赵氏，你过分了呀！自己的儿子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二大呀，我认真的。今天正好你和李正都在，我们夫妻俩要和这个孽子断绝关系，你们做个见证。你个狗，你怎么跟狗一样？赵有福，你怎么说？我没意见。对你爹娘要和你断亲的事，你有什么要说的吗？二爷爷，如今他们这般视我为累赘，唯恐避之不及，我还能有什么可说的？见赵小驴眼神空洞，神情绝望的样子，独老深深叹息一声。对于赵有福这个子侄，他是既厌恶又失望。我宣布，2024年5月28日，赵有福、赵氏与其长子赵大郎断绝父子母子关系，赵小驴一家迁出赵氏族谱，另开一族，从此双方再无任何关系。明日我会去镇上衙门开具户籍证明。既然断了关系，那你们就自己出去找地方住吧，这里是赵家，不欢迎外人。对了，除了你们的衣物，其他的都是赵家的东西，你们通通不能带走。回到偏房，凤小妹将一家三口的衣物等东西装进包袱，在她收拾包袱的过程中，小赵氏一直跟在身侧盯着她，生怕她多拿了什么。我娘可是说了，你们只能带走衣物，其他的东西都是我们赵家的，可不要想着拿什么不该拿的。我们一家在你们赵家除了衣服，你觉得还趁点别的什么吗？弟妹还打算搜身不成？而另一边，李正叔，村西头吴叔家的那间院落，能借我住一段时间吗？我不住太久，最晚也会在入冬之前搬离。吴家是5年前搬来山泉村的，刚来时村里人并不是很接受他们一家，为了不和村里人起冲突，他家就将房子盖在了村子的最西面，和村里人隔着大概1里的距离。吴叔的儿子在丰台县做生意，2年前在县城买了房子，就将爹娘都接去了城里。临走前，吴家人将房屋托靠给了李正，希望他能照看着别让家里断了人气。房子借你没有问题，但是那屋里什么也没有，你怎么住啊？谢谢李正叔，有遮风挡雨的地方就可以，其他的我慢慢规制。家也分了，亲也断了，见证人都走了，你怎么还不走？难不成还想留下吃晚饭？你看我能自己走吗？老二老三，麻烦二位送我一下，谢谢。两人正准备行动，却被赵氏拦下。你俩谁也不许去，都已经断亲了，他怎么走跟咱们家有什么关系？你不是很能耐吗？借房都只借几个月，咋不自己过去？望着眼前这对极品母女，赵小驴的心中简直是万马奔腾，而且还是奔腾在充满泥巴的草地上那种。如今分家的目的虽然达到了，但是立马就揭穿自己骗人的计划却委实不妥。说实话，他并不在乎这赵家怎么想，可是自己一家以后还要在这村里生活，天知道街坊邻居知道了又会整出什么意外的幺蛾子。相公，我来背你。收拾完东西出来的凤小妹见此一幕，立马走到赵小驴身旁，吃力地将他背起。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他背起赵小驴后，整个身子都在轻轻的颤抖。可是他却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从瘦弱的身躯里迸发出来。背上的这个男人让他重新对生活有了期望，有了向往，有了憧憬。他坚定而小心地迈着小步，生怕自己跌倒摔了背上之人，因为那是他的整个世界啊。小妹重不重？相公虽然人长得高高大大的，可是却一点都不重呢。身下的女人虽然在尽力的让语气显得很轻松，可是赵小驴却有些哽咽。自己真的不重吗？他不信，他能感觉到身下那具瘦弱的身躯明明正在不停地颤抖着呀。或许是感受到了背上之人的情绪，他微微翘首，目光仿佛越过了无尽的山川河流，望着那晚霞辉映的夕阳，他笑了。相公，你知道吗？有你在我觉得好幸福，所有的苦与累都是值得的。说完不待赵小驴说话，他扭过头望着身后累得哼哧哼哧的豆豆，那包袱与这小小的人来说显得那般巨大，可是小家伙的脸上同样带着戒。豆豆好厉害，你看咱们背着整个世界呢。夕阳西下，彩霞漫天，温暖的余晖映衬着3道幸福的身影。相公，咱们下一步作何打算呢？这个嘛，为父早就计划好了，下一步自然是强势崛起。我要让你和豆豆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我都依你。那个杀千刀的逆子，
如今断了双腿成了废人不说，今天又与我们断绝了父子和母子关系，以后就算他们一家饿死了，别人也说不到咱们头上。咱们家好不容易甩掉了这个累赘，你们几个也都长点心眼。那赵小驴如今已经不是你们的大哥了，谁也不准偷偷跑去给他们家送吃的，就让他们一家饿死了干净。这老太婆的一番话说得咬牙切齿，那神情像是与她刚刚口中的赵小驴有着什么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然而她刚刚的那一番话，如果被街坊邻里听到，一定会吓到头皮炸开，因为这老太婆口中的赵小驴正是她的长子。到底是多恶毒的女人才能这样诅咒自己的孩子？毕竟畜生都还尚有舔犊之情。切，娘你放心，就那个废物当我们的大哥，我都觉得丢人，如今断了亲反倒干净。果然正如赵小驴想的那样，有其母必有其女。相反，老二和老三则默默地坐在一旁。兄弟二人想不明白自己的老娘为何会这么区别对待赵小驴，毕竟那是与自己一同生活了10几年的大哥呀。而另一边，相公，你歇着，我先把这房子打扫一下，许久没有住人了，房子里多是灰尘。说完，凤小妹转身就要去打扫房子，一脸懵逼的赵小驴望着这个满头大汗却干劲十足的女人，急忙一把拉住了她。你干啥？真当你男人残废了？再说了，你这一路累成这样，你不心疼自己，我还心疼自己的媳妇呢。眼前这个男人虽然会时不时对自己说出一些让人脸红心跳的梦妄之言，但自己听了心中却总是忍不住的欢喜。我只是一想到以后终于可以过属于咱们自己的日子，我的心里就忍不住的欢喜，身上也有使不完的劲儿，所以反倒不觉得累了。多好的一个女人啊！从自己穿越过来这些日子，赵小驴看着她从开始的一脸麻木，慢慢的有了为人母的坚毅，为人妻的温柔，更有了一个18、19岁年纪的女子该有的娇羞和灵动。这一刻，赵小驴看得吃了。你干嘛这么看着我？爹爹娘，豆豆肚肚饿。一旁的豆豆早累得4脚朝天了。然而他想不明白的是，自己的爹娘为啥那么傻愣愣的站在那里，大眼瞪小眼。小孩子眼中的世界总是单纯而简单的。扭头望去，只见那小人儿正像一团泥巴一样紧紧地贴在包袱上。夫妻二人顿时心都被萌化了。豆豆乖，娘这就给你弄吃的去。吃过带来的干粮，夫妻二人趁着落日的余晖，简单收拾了一下房子。屋里只有一张土炕，上面铺着一层麦草，除此之外，整个屋里什么也没有。不过赵小驴和凤小妹心下却很满意。和赵家阴暗潮湿的偏房比，这里要好上许多，至少阳光能照进来，屋里没有发霉的味道，地方也宽敞了不少。媳妇，顾大夫说了，你身子亏空的厉害，要多注意休息。我打扫房子，你在一边打下手就可以。好，我督依你。夫妻二人有说有笑的忙活着，豆豆则在一旁满脸惊奇地盯着赵小驴的2条腿。虽然之前赵小驴安慰豆豆时说过自己是装的，可是前一刻还需要娘背着的爹爹，下一刻就活蹦乱跳的干活，他还是觉得很开心。爹爹真的没事。入夜，宽敞的土炕上，一家3口合衣而卧。时间匆忙，他们一家除了几件衣物什么都没有。小妹，明日你坐赵大牛的车去趟镇上，买点生活用品回来。好。简单交代2句，一家3口沉沉睡去。折腾了一天2大1小，都累得够呛。只不过凤小妹和豆豆是真累的，赵小驴是演戏累的。反正都挺不容易。不知不觉朝阳初上，和煦的阳光再次照亮了这个大山脚下的小山村。凤小妹早早便跟着村里的牛车去了镇上，家里什么都没有，她要购置的东西有很多。留在家里的赵小驴见四下无人，便带着豆豆来到了不远处的小河边。根据原主的记忆，这条河里是有鱼的，只不过古代人捕鱼方式落后，而且普通人家并不擅长烹饪，所以在他们心中，除了下馆子，自家做出来的鱼并不好吃，因此也就没怎么有人捉。小妹估计要下午才能回来，我正好趁这个机会看看能不能捉2条鱼回去。等小妹把清单上的调料买回来，晚上就可以给她娘俩做顿鱼汤补补身子了。这是小龙虾。一天的时间匆匆而逝，太阳的尾巴即将引入山脚时，凤小妹坐着赵大牛的牛车回来了。到了门口，赵大牛帮忙将东西搬了进来，然后又安慰了赵小驴一番，这才转身离开。等赵大牛走后，夫妻二人开始整理东西。镇里的东西都不便宜，就这张床单和2床被子就花了650文，要不是时间来不及，咱自己扯了布和棉花做，要便宜不少。还有这米面，我说买点糙米粗面就可以了，你非要买精米细面。你是不知道，1斤精米15文，1斤细面18文，我哥买了10斤就花了330文，这要是买糙米和粗面，顶多100文。卖盐的掌柜给的盐黑乎乎的，一看就掺了杂质，就这还卖50文1斤，我这1斤盐可买亏了。赵小驴在一边听着凤小妹唠叨，
心里很是舒坦。在他的印象里，之前的凤小妹整天沉默寡言的，像具行尸走肉，今天却能说这么多，说明分家后他心里自在了许多，也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了。此时的二人就像是一对老夫老妻，一人唠叨一人听，气氛平淡而又温馨。娘，爹爹在河里捉了好多的虫虫，怕怕的。啊！一旁的豆豆煞有介事的，似乎在告着赵小驴的状，而这小家伙的话却似乎让赵小驴想起了什么。哎呀，光顾着听我媳妇唠叨，差点忘了正事。我让你去沽北那买的几味药材买到了吗？在这个时代，很多调料并未被人应用到烹饪上，所以调料铺没有，但是中药铺却可以买到。听到赵小驴又用这种略带梦浪的语气与自己说话，凤小妹略带娇嗔的瞅了他一眼。买了。等着我去给你们做饭。不等凤小妹说什么，赵小驴便一溜烟的跑了出去。这人还会做饭。金钩和横行也能吃，这不是水里的虫吗？这也能吃？看着眼前的2大盘，凤小妹一脸的震惊。在凤小妹的记忆中，这种东西是水中的虫子，咬人不说，搞不好还有毒。从小到大就没听说过这东西还能吃。赵小友，你确定这横行能吃？这东西不会吃死人吧？豆豆，来吃一个给刘伯伯看看。这是要拿自己闺女试吃啊！别人都是坑爹，这货直接坑闺女。虽然这样想，但是自刘掌柜接触赵小驴这些时日以来，对赵小驴还是有所了解的。在他心里，赵小驴是一个心念妻女、顾家且做人诚信的年轻人，否则他也不能仅仅因为别人只是给他捎了个口信说赵小驴有生意跟他合作，就大老远亲自跑来。太好吃了啦！刘掌柜，这段时间我的山货都是卖给了你们天香居，咱们认识以来我什么为人，您应该是有所了解的。赵小友的为人我自是认可的。既如此，再矫情到显得某家不敞亮了。闻着味道甚是不错，我且尝一尝。说完，刘掌柜小心翼翼地夹起一点蟹肉，怀着上坟的心情送到了嘴里。然而下一刻，他的瞳孔却猛然瞪圆。这是啥呀？这也太好吃了啊！哎，我真的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再来一口。美味，甚是美味。如此美味的佳肴堪称极品。赵小友不知这道菜可有名字？蒜蓉蟹。蒜蓉蟹，好，这名字不错。赵小友是第一个敢吃这横行的人，想来足可名留青史了。哟呵，前世老听别人说什么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原来那个人就是我赵小驴啊。赵小友，之前你说有2道菜，还有一个是什么？刘某都有些等不及了。媳妇，给刘掌柜上菜。与此同时，山泉村赵家，此时赵氏与小赵氏正在院子里说着什么。懒婆娘，这么点木柴你要劈到什么时候？娘啊，这劈柴的斧子太重了，我手都磨出泡了。凤小妹上一级才走，这一对婆媳就被家里的活计累得怨声载道。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也不会反思凤小妹之前究竟有多累。都怪凤小妹那个贱人平时偷懒，临走留下这么多活计。娘，你之前就是太心善了，要我看当初一天1碗野菜粥给她吃都可惜了。此时的老天爷当真是瞎了眼，没一道雷劈下来送这对恶婆媳去地府报道。不待二人继续说什么，一个村妇却火急火燎地跑进他们家院子。赵家嫂子，出大事了！我看到镇上天香居酒楼的大掌柜来了咱们村，现在直奔村西头去了。村西头没有其他人家居住，估摸着是找你们家老大的。天香居那可是他们这个镇最豪华的酒楼，普通百姓人家想去吃顿饭都是相当奢侈的事。而那刘掌柜虽说不是什么高官巨贾，可对于山泉村这种穷乡僻壤的百姓来说，足以算得上大人物了。如今这等人物来了他们村，还有可能是去找赵小驴的，这赵氏怎么能不多想？老二家的，你跟小雪去打听打听，看看那天香居的刘掌柜是不是去找的那个天杀的。这个天杀的傍上了这等关系，竟然还瞒着我。妙啊！这金钩也甚是美味啊。赵小哥，这2道菜的方子我要了，你开个价。这2道方子虽是我绞尽脑汁想的，但却并不懂这一行，不知刘掌柜打算以什么价格收？这2道菜味道虽好，但横行和辣骨虾这俩食材吧，它有点特殊，我怕大家的接受程度不高。天香居买这2道方子也是承担了风险的。你看一张20两银子怎么样？说实话，这2道菜，赵小驴心里的预期是10两一张，而且他主要的目的也并不是只卖2张方子。这个刘掌柜20两确实有些低了，但你的疑虑也不是没有道理。看在咱们之前合作很愉快的份上，20两就20两吧。不过我有个要求，你若能答应，
咱现在就签公证。其实，在刘掌柜心里，这2张方子也远不止20两。一听赵小驴同意了，忙不迭地询问什么要求。赵小友但说无妨。我希望天香居的金钩和横行由我独家提供，并且每斤金钩的收购价不低于25文，每斤横行不低于20文。赵小哥，由你来提供食材倒是可以，只是这价格是不是稍微有点贵了？世人能不能接受这2样食物还不确定呢。万一天香居做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怎么办？刘掌柜，如果贵店做出来的蒜蓉虾和香辣蟹卖不出去，那我提出的条件直接作废，咱的公证重新签。这时代的人们做菜一般都只有油盐酱醋，拼的也就是哪个大厨能用这些东西将食物做得更美味。但这2个方子里的料子可不一样，光花椒和茱萸2样就能引爆食客的味蕾。1斤辣菇虾就算只炒2盘菜，1盘按100文算，那也是7倍的暴利，除掉人工材料等支出，怎么这也有5倍的利吧？好，有赵小哥这句话，某家就放心了，咱这就签公证。生意谈妥，双方都很满意。不得不说，刘掌柜是个出色的生意人，他并没有因为赵小驴家境贫寒而起任何轻视之意。寒暄之余，不忘关心赵小驴的腿伤。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此刻就在门外一个狗屁的身影正忙不迭地逃离这个小院。娘，大事不好了！我大哥发达了，他现在手里至少趁40两银子。你说什么？我只是害怕，你说你是灵魂穿越到了这具身体上，我不知道在你心里豆豆算不算你的孩子。听完这番话，赵小驴这才清楚凤小妹为什么自刘掌柜走后就一直心事重重的样子。按理说卖了2张方子，还达成了供货合作，她应该高兴才是，毕竟自己的男人赚钱了，以后的日子也更有了奔头。爹爹，不要豆豆了吗？赵小驴没有想到，原本熟睡了的豆豆听到这个话题竟潜意识的被惊醒，不难想象这个仅仅3岁的稚童以前究竟经历过多少个令他恐惧的夜晚。虽然很多情感小孩子不会用语言表达，可是孩子的内心却是敏感的。望着眼前这个想要努力憋住不哭出来的小人儿，赵小驴的心疼碎了。豆豆乖，不要怕，娘只是担心爹爹又变得像从前一样，但是爹爹答应过豆豆，咱们还拉了钩，对不对？爹爹再也不会变成从前那个样子，成天打你和娘了，好不好？乖，睡吧，爹爹会一直像个大怪兽一样保护豆豆长大的。爹爹是豆豆的大怪兽，全天下最厉害的大怪兽。很快，天真的娃娃得到了父亲的安慰，再次沉沉睡去。望着熟睡中的小家伙天真漂亮的脸蛋儿，赵小驴沉默了。自赵小驴穿越过来后，因为生活条件的改善，豆豆脸上原本蜡黄的菜色已经褪去，白白的嫩嫩的。豆豆很可爱，长得也很漂亮，从她稚嫩的小脸上仿佛能看到凤小妹小时候的样子。小妹，你爱我吗？听到这话，凤小妹突然有些无措。如今的时代，谁会轻易说出这等梦浪之言？可是无措之余，她分明清楚地看到赵小驴一脸的认真，陡然之间，她的心间多了一股莫名的勇气。我爱你。那以后就不准有这种无用的想法，在我心里，你和豆豆都是我的，是我哪怕粉身碎骨也要守护的亲人。这番话赵小驴分明带着火气说出来的，可是听在凤小妹的耳中却是那么的温馨，那么的醉人。第二日一早，一家3口早早起床准备洗漱做饭，此时门外却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赵小驴刚想躲回炕上躺着装残，门外却传来了凤母的声音：小妹，你们起来了吗？快给娘开门。一听是自己母亲的声音，凤小妹不再迟疑，上前打开大门。结果门刚一开，凤母便急不可耐地窜了进来。我可怜的儿啊，你说灾难怎么专找你呢？小驴刚改邪归正，怎么又断了双腿呀？姐夫的腿真的断了吗？难道再也治不好了吗？闺女，不用怕，我跟你爹商量过了，一个女婿半个儿，只要小驴对你好，其他的我们都不在乎。这次来就是想着把你们接回去住，咱回家想办法给小驴治。一时间，凤家父母你一言我一语地安慰着这个苦命的女儿，凤小妹则是一脸无奈，她根本就没机会开口解释。里屋内，赵小驴听着伙房里传来的对话，心下却甚是感动。原主有着这样的一个岳家，却不知道珍惜。爹娘，小安，你们来了。小驴，你的腿。姐夫，这是怎么回事？爹娘，我的腿没事，你们先进来，具体的事我们慢慢说。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众人刚一进屋，豆豆看到凤家二老，立马惊喜的忍不住：我的乖孙女优可想死外公了。老不死的，这会儿腿脚倒是挺麻利。小驴呀，
我昨天去镇上遇到了你姑姑，听她说你的双腿断了，还和赵家断了亲，你爹和我可急死了，这究竟怎么回事？凤母口中的这个姑姑，本是赵家赵有福的亲妹妹，因为出嫁的早，所以早早便离开了赵家。如果说赵家还有唯一一个人对赵小驴好的，那就是这个姑姑了。听到丈母娘问，于是赵小驴便将这事前前后后讲了一遍。这赵家真不是个东西，自己亲儿子都能抛弃，真是黑心肝的一家人。对儿媳不好我还能理解，对儿子也能做到这一步，真不知赵氏夫妇心里如何想的。他们怎么想以后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我就想守着自己的妻女，过好自家的日子。对了，爹娘，我想盖一套砖瓦房，您有认识的包工吗？凤老爷子身为童生，在十里八乡的名声还是很响的。桃花镇、下辖4个村，一镇4村就出了2个童生，所以身为教书先生的凤老爷子人脉还是很广的。不错，你能有这打算，我甚是欣慰。如今住着别人的房子，终究也不是长久之计。如今的凤老先生看自己这女婿是越看越顺眼。自打上次他们回娘家，他们发现这赵小驴简直像变了一个人。包公我倒是认识2个，但是砖瓦房可不便宜，就算只盖3间屋，没有30两银子是拿不下来的。再加上地皮，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想到这儿，他从怀中掏出1张10两的银票递给赵小驴。上次你们回家给了小妹20两，加上这10两，也能勉勉强强盖3间砖瓦房了。至于家具什么的，就得你自己想办法置办了。这10两是他们家最后的积蓄，原本是留着凤小安科举的时候用来做盘缠的。只是听说女婿摔断了腿，又和赵家断了亲，他们夫妻俩一合计，想着先拿钱给女婿治腿，儿子科举还有半年时间，他们到时候再想办法。爹，盖房的钱我已经攒好了，这钱你留着应急。还有上次您拿给小妹用来给我做买卖的那20两我都没动，您二老已经帮了我很多了。我堂堂7尺男儿身不能做趴在二老身上吸血的牛虻。哪个不长眼的？谁敢说我苦命的好大儿是吸血的牛虻的？我儿子有伤在身，你要没什么事就请回吧。你还要不要脸？那是我儿子，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到了19岁，我来接我儿子回家，你凭什么拦着我？此时的赵氏全然不顾赵小驴等人一脸的寒霜，2片嘴唇上下翻飞，自顾自地诉说着自己作为一个母亲如何惦念自己的儿子。而凤母虽不是大家闺秀，可嫁给凤老爷子后，那也算书香门第，一向讲究事理的她哪能在这贼妇嘴上讨到便宜，直气得心窝子疼，却也无可奈何。还有你好吃懒做的贼婆娘，就你那一身懒骨头，我儿子在你手里还指不定要遭多少罪。我大哥惨了，外人怎么会尽心尽力的照顾他？要我说，还得是亲爹娘和兄弟姐妹才能照顾好大哥。一听这话，还不等凤家二老说什么，旁边的凤小安却再也坐不住了。尽管凤老爷子一向家教严苛，讲求明事理辨是非，可见赵氏这样羞辱自己的姐姐，顿时少年血性直冲天灵盖。给老子闭嘴！你的老登在羞辱我姐姐，别怪我长烂你那张狗嘴。之前我姐夫伤了双腿，你们已经跟他断了亲，与我们比起来，谁才是外人？凤小安的话顿时让赵氏母女神色一僵。的确，如今他们已经与赵小驴断了亲。凤家二老虽是岳家，可这样比起来，这所谓的外人还真不是他们。自知理亏的赵氏没有理会凤小安的话，转头望向正一脸冷漠的赵小驴。娘的儿啊，你受苦了，这屋里什么也没有，人怎么能住得下去啊？大哥，自从你搬走后，爹娘就非常担心你。说完了吗？说完了就可以滚了。你们给我记清楚，自断亲之日起，我便不再是你儿子，更不是你大哥。我跟娘亲自跑来，就是给你台阶下，你怎么如此不识好歹？大郎啊，娘知道你心里有气，可那会儿娘也没有办法，家里的日子本就不好过，实在是无法再养你们一家3口啊。听你这意思，现在能养了。赵小驴的话顿时让赵氏母女语塞，旁边的凤母忍不住说道：我看是某些人知道了我儿即使断了双腿也有赚大钱的本事，所以想着接回去继续利用吧。凤母的话虽带着满满的嘲讽之意，可显然并没有对赵氏造成任何影响。儿啊，为人父母又有哪个是狠心肠的？将你送走后，娘这心里就像空了一块似的，这2天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就怕你在外面有个3长2短。大郎啊，跟娘回去吧，咱一家好好的过，你的腿也不用担心，娘会找大夫给你医治的。此时的赵氏脸上满是泪痕，
伤心欲绝地说着让赵小驴回去的话。这场面如果被一个不知情的外人见到，还真像是慈母苦口婆心地规劝某个不孝子。我勒个兜！我一个被各种电视剧荼毒过的现代人，居然都佩服起这赵氏的演技了。娘，您终于肯认儿子了，儿子不生气，因为儿子知道娘一定会来接我回去。既然如此，那咱快走吧，回去我就找个大夫来给你看病。不用再找大夫了，我昨天借了天香阁掌柜的150两，买了同济堂那根老山参，还有我准备盖房子，还借了岳父家30两。娘既然想养着我，那先把这钱替我还了吧，要不我这心里不踏实。什么？借你岳父的钱，你还要还回去？是啊娘，借的钱自然得还，您说对吧？此时的赵氏顿时觉得心眼子都快被堵死了，自己舔着脸跑上门嚷着要接儿子回家为的是啥？哪知道到头来钱没得到，还要替这废物还钱180两。他们一家就算勒紧裤腰带，哪怕把骨盆都勒碎了，也攒不出这么多钱啊！切，娘，这废物赚钱没本事，欠债倒是厉害的紧，真要把他接回去，咱们一家都得被他害死。要我看，他还是死在外面算了。要么说这才是亲母女。赵氏顾着老脸说不出口的话，却被女儿全说了。啊，对，大郎啊，你就安心在这里养病吧，我还有事，先走了。怎么这么快就演不下去了吗？看着赵小驴戏谑的表情，赵氏心中却突然萌生了一个怪异而恐怖的念头。你不是赵大郎，你不是我儿子。赵氏这话一出，旁人没觉得什么，可是凤小妹心中却没来由的一阵紧张，因为她知道赵氏这话是什么意思。毕竟赵氏与以前的赵大郎一个屋檐下生活了19年，如今赵小驴跟以前段若两人，难道这赵氏看出了什么？我当然不是你儿子，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前，说不定我是被你从哪里偷来的，对吧？娘，这是真的吗？闭嘴，赶紧跟我走。此时的赵氏望着眼前的赵小驴，如同见到了什么洪荒猛兽般，慌不迭地拉着一脸疑惑的赵雪仓皇而去。一场闹剧无疾而终。翁婿二人谈妥了找工匠盖房子的事后，也不多待，便带着凤小安走了。相公，赵氏好像怀疑你的身份了。不用在意，就算我明着告诉他，他还能翻起什么幺蛾子？媳妇，一会你去趟李正家，就说我想买块宅基地。闻言，凤小妹心中一喜。虽然赵小驴早说过要盖房，可这是真提上日程，凤小妹的心中还是觉得欣喜万分。咱们要有自己的家了吗？对啊，傻丫头，我说过的要给你和豆豆一个安稳的家。不过你觉得咱们的宅基地选在哪里好呢？此时的凤小妹早被赵小驴这蜜一样的话甜得晕头转向了，哪还在乎什么位置？这个男人太会哄自己开心了。都听你的，你说选哪里就选哪里。那就选在村子最西头吧，那片地和庄稼地挨着，土质要好上许多，咱多买点，到时候开上3、4亩田，好好施施肥，说不定还能种庄稼呢。好，都依你，那我这就去李正家把宅基地买下来。夫妻二人商定完，凤小妹便带着10两银子出了家门。而另一边，此时的赵氏母女正走在回家的路上。不过跟在后面的赵雪想起之前赵小驴说的话，再加上赵氏的表情，这让她觉得这一切都显得太过不可思议，心中的疑惑如同疯涨的潮水。娘，那个废人真不是你亲生的吗？听到赵雪的话，原本满腹心思正低头赶路的赵氏，却如同被毒蜂狠狠地折了一下。只见他猛然顿住原本略显踉跄的脚步，回过头哆嗦着嘴唇说道：以后这事休要再提，我怀疑那赵小驴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人了，如今的他怕不是被什么鬼碎上了身。娘你可知你在说什么？当家的，如今他怀疑自己不是咱们亲生的，他要是真查起自己的身世，当年的事一旦败露，那咱们一家不得掉脑袋吗？这可怎么办啊？哼，怎么办？你说怎么办？还不是你这蠢婆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亲都断了，你还去招惹他干什么？是小雪跑回来告诉我，她跟镇上天香居的做了什么生意，赚了40两。我这才想着去把她接回来，我这也是替咱们一家着想啊。想不到那小子从小偷鸡摸狗不学无术的，怎么一分家突然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当家的，你说那赵大郎该不会是被什么邪祟上了身吧？邪祟上身，这倒是个好办法，找个合适的时间你这样做。落日余晖，和煦的夕阳下，一场阴谋正在悄悄酝酿。而另一边，李正叔，我家相公让我过来找您，想买块宅基地。小驴刚刚伤了腿，你们又被赵家那对绝情的父母赶了出来，
眼下这情况，有钱先给小驴治腿吧。至于那房子，你们就先放心的住着，不用着急搬。谢谢李正叔关心。今早我爹娘来过，给我们借了点钱，让我们盖2间小屋，先安顿下来。以这个理由买宅基地也是夫妻2人提前商量好的，要不然一分出去就突然有钱了，这事解释起来会很麻烦。小驴命好啊，有你父母这样的冤家，以后好好过日子。上次同济堂的大夫不也说了吗？小驴这腿还是能治好的。多谢李正叔关心。行，地方选好了吗？想要买多少？6亩。多少？村西头那6亩宅基地。我说你们这俩孩子怎么想的？买那么多地干什么？那块地又不适合种地，而且1亩宅基地1两银子，你可得想清楚了。凤小妹没有继续解释，而是将手里那张10两的银票递给了李正。见凤小妹态度坚决，李正摇了摇头，却也不好再说什么。那好吧，等量好了地，明日一早你随我去趟县衙，将你们一家的身份牌重新兑换了。第2日一大早，凤小妹便早早起床做好了饭。她今天要跟李正到镇上把一家的身份牌子换了。2只懒虫，起床吃饭了，要不一会该凉了。你这也太早了，鸡都还没醒呢。我一会要去县衙，你们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抱一下。哎呀，豆豆还在呢。怕什么？老夫老妻的天天睡在一起，抱一下怎么了？与眼前之人虽说一同生活了4年，可是赵小驴穿越过来之前留在他记忆里的只有冷漠和暴力，哪像现在这般动不动就调侃一下自己，每次都是让自己既羞涩又欢喜。爹爹娘，豆豆也要抱抱。很快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静谧的清晨，屋外鸟儿的叫声格外的清脆。望着眼前的男人和不停打着瞌睡的豆豆，凤小妹的心中没来由的一阵感动，一股强烈的幸福感将她紧紧地包裹其中。眼前的2人属于自己。傻看什么呢？还不快吃饭？你一会不是要跟李正去县衙吗？这就吃。对了，相公，一会去县衙换贴身照，豆豆的名字怎么写？用赵豆豆吗？赵身帖就是这个时代的身份证明，类似于身份证。你不说我差点忘了，豆豆的名字我早就想好了，就叫赵思安吧，希望豆豆一生都能平平安安。凤小妹对这个名字很满意，更让她惊喜的是，这人居然能想到这样有寓意的名字。吃过饭后，凤小妹去了县衙，赵小驴则抱着豆豆回屋继续睡觉。不过刚睡下没多久，房门却再次被敲响了。随着敲门声传来的还有几个妇人的喊声：“小驴媳妇，你在家不？快开门！天大的好消息，你们家小驴的腿有救了！”听到这话，赵小驴有些懵，不过他能听出这声音是他们村里那几个与凤小妹关系还算不错的妇人。小妹出门去了，我的腿不方便，门没锁，你们直接推门进来吧。话音刚落，只见几个妇女簇拥着一个人挤进了屋内，定睛一看，却是顾北来了。顾大夫，你怎么来了？哎呀，小驴子啊，你可真是好命！你不知道人家同济堂可真是悬壶济世的好大夫啊，人家是来给你治腿的。刚刚我在村口正巧遇到顾大夫在打听你家住址呢，这不我就给带过来了。是这样，我上次回去后说了你的事，师傅说救人命的事不能用金钱衡量，况且你之前进山打猎也救过我师傅的命，这根老山参全当还了你的救命之恩，所以我就带着这根山参过来找你了。那谢谢贵师大恩了，等我腿好了一定将这山参的钱给补上。2人你一言我一语，旁边那几个妇人是滴字未落，全部听进耳中，唏嘘之余不忘感叹。我昨天听李正家嫂子说，他岳家出的银子买了6亩宅基地，给他们盖房子呢。如今同济堂又来给他免费治腿，这赵小驴真是命好。赵家这次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他们怕断腿的儿子拖累一家人，就狠心断了妻。这用不了多久，小驴腿好了，到时候人家房子也盖好了，每天打猎还能赚个40-50文，那日子岂不是要过起来了？赵氏目光短浅，将最能挣钱的儿子赶了出去，这会儿指不定多后悔呢。3个女人一台戏，果然女人们只要扎堆，总有聊不完的话题。不过这也正符合了赵小驴的心意，又治腿又盖房的，省得自己以后跟村里人解释了。几位夫人，我要给赵兄换药，还请几位稍稍回避。原本聊得正欢的几个妇人听大夫这么说，立马知晓赵小驴伤在腿上，要换药肯定得脱裤子。当下不再多言，到了别便纷纷散去。等人都走后，赵小驴这才满脸疑惑地询问：顾兄，这是怎么回事？咱们俩的计划中并没有送山参这一环啊。我回去想了想，演戏还是要演全套，不然你这腿过段时间忽然好了，岂不是引人怀疑啊？所以我就拿了个空盒子过来糊弄糊弄人。与此同时，桃花镇天香居，客官，你的菜到了。这是什么？我们并没点这道菜啊。客官，这是我们天香居推出的新品，现在免费试吃。
这不是金钩跟横行吗？你确定这玩意儿能吃？客官放心吃便是，出了任何问题，我们天香居一力承担。想想也是，这天香居乃是实力老字号，而且其背后势力之大，足以令人咂舌。念及此处，这名食客便也不再拒绝，反正免费试吃的东西，尝一小口又何妨？然而，当他把夹起的蟹肉放入口中的下一刻，小二，这菜叫什么名字？回客官，这菜叫蒜蓉蟹麻辣虾。快去，一样给我上1大盘，不，一样给我上5大盘。客官，目前这菜还没有正式推出，需等2日之后。不过您现在可以预定。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给我订上！不知不觉又近黄昏，落日的余晖浸染着这座温馨的小院。赵小驴出神地坐在一张木椅上，似在想着什么。旁边凤小妹正洗着父女俩的衣服，她的心情很好，如今有了新的身份名牌，宅基地也买了。琐碎的事情都忙得差不多了，只等新房建成，他便真真正正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家，未来可期，一切都有了奔头。不远处，豆豆蹲在地上，手里拿着一根树枝，正开心地捅着蚂蚁窝。小孩子快乐的理由总是那么简单。媳妇，我在。明天你去散播一下消息，就说咱们大量收购金钩和横行，1斤金钩5文钱，1斤横行3文钱。收太多会不会卖不出去？万一刘掌柜那生意不好呢？不会，你明天尽管去就行。对了，再顺便去找趟赵大牛，让他在镇上捎几个箩筐回来，咱们装货用。一切都听你的。我媳妇真乖。你又来。毫无意外，凤小妹再次被这个男人逗得脸红心跳。这男人又调侃自己，豆豆也乖。一时间开心的笑声充斥在温馨的小院内。天边原本懒散的夕阳也好似被这温馨的一幕感染，加快了落山的速度，仿佛也急着回家找妈妈。这种在现在被人趋之若鹜的美味食材，在古代却没人敢吃，因为他们认为这种长相凶狠的水生物是有毒的虫子。但是今天山泉村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子却沸腾了。你听说了吗？据说赵小驴收金钩和横行，1斤金钩5文钱，1斤横行3文钱，有多少收多少。我看他不只是伤了腿，8成连脑袋都伤了。眼下田里正忙，谁有功夫去跟他瞎折腾？尽管收购的事传得沸沸扬扬，尽管收购的价格在这些穷苦的村里人看来非常诱人，但是没人相信赵小驴真会出这么多钱来收这种没用的毒虫。不过村里有个女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却真带着自己的儿子去了河边。她姓李，是村里的寡妇，丈夫在2年前得痨病死亡，只留下了她和7岁的儿子。当初为了给丈夫看病，李寡妇花光了家里的积蓄，等丈夫一死，小叔子一家就占了他家的房和地，李寡妇娘俩就只能窝在2间茅草屋里，整天挖野菜充饥。娘，小驴叔真的会收这东西吗？听村里人说是骗人的。说话的是个一脸菜色、年纪7、8岁的孩子，望着前面弓着身正在水中不停摸索的女人，他清澈的眼神中流露着不安和心疼。不安是因为他们娘俩已经1天没吃饭了，抓虾蟹是他们眼下能填饱肚子的唯一希望。心疼是因为前面的那个女人为了照顾自己，为了撑起这个家，遭了太多的罪。生活的苦逼迫着这个7、8岁的孩子早早的学会了懂事。试一试吧，小柱，娘跟你说过，做事情无论什么结果，只要肯去尝试，就一定会有一个答案。要是咱们也学村里人那样只靠猜测，如果你小驴叔真收这东西的话，那我们岂不是要错过这机会，又要回家吃野菜吗？一想起清水煮野菜的味道，少年的脖子忍不住缩了缩，原本一脸的菜色也似乎更重了一些。娘，我记住了，这不是李婶子吗？这是在捉金钩和横行啊！你还真信我那个断了亲的瘸腿大哥说的话呀？说话的正是赵雪。见李寡妇并没有搭理自己的意思，自讨没趣的她只得悻悻离去。小柱，这种罔顾亲情的小人不可深交，最好离得远些，更不可跟这种人学，不能像你小叔一家人那样，等你长大了要做一个有担当、有人情味的大男人。我都记住了，娘。不多时，娘俩就捉了满满一桶，提着来到了赵小驴家门口。这个时代的辣菇虾和蟹并没有被人发现其食用价值，所以水中数量很多，捉起来也容易得很。李嫂子，你怎么来了？豆豆娘，我听说小驴在收金钩与横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真的，1斤金钩5文钱，1斤横行3文。那真是太好了，我这里捉了一些，你看看能卖什么价？原本满心忐忑的李寡妇听到凤小妹那句肯定的回复后，顿觉如同仙音。这意味着他们娘俩今天不用再饿肚子吃野菜了，自己倒是无所谓苦点累点没什么，
可是自己的儿子赵小柱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为娘者，哪个不想把最好的都给自己的孩子呢？那李婶子快进来吧，豆豆爹腿不方便，他正在院子里呢。对对，看我这记性，差点忘了小驴腿不方便。相公，这是李嫂子提来的，但咱没有秤，怎么办？听凤小妹说完，赵小驴往桶里看了看，发现里面全都是成年虾蟹，一只幼崽也没有，他心下满意。对李寡妇的为人也有了初步的了解。秤已经嘱托赵大牛买了，估计晚上他跑完车才能到，要不就估个斤数吧。金钩按1斤算，横行按2斤算，李婶子你看怎么样？成，就按你说的。听完赵小驴的话，李寡妇没有犹豫，当下答应。这个数跟他自己预估的也差不多。见双方谈妥，一旁的凤小妹当下拎着桶，把里面的虾蟹倒进了自家唯一的水缸里。没办法，托赵大牛买的竹筐还没送来，眼下只能暂时存在水缸里了。李婶子，这是11文，您收好。谢谢谢谢。11文，今天终于不用饿肚子吃野菜了。颤抖着手接过赵小驴递过来的11文，李寡妇千恩万谢地走出了小院。小柱，今晚想吃点啥？娘，我想吃肉，去买一点就买一点成吗？卖了11文，一路上娘俩都很开心。尽管孩子已经很懂事了，可毕竟还是个孩子。看到赵小柱小心翼翼的央求摸样，李寡妇满腹的心酸无处安放。好，咱们去割点肉。赵小柱听自己的娘同意去买点肉，顿时喜出望外。不过就在娘俩正开心的走在回家的路上时，身后却传来一道冷冷的声音：等等，李婶子，不管你金钩和横行卖了多少钱，你得抽给我1文。听到身后传来的声音，一脸错愕的李寡妇回身望去，正是之前的赵雪。此时的她正一脸得意的望着自己娘俩。我们娘俩辛辛苦苦赚的钱，凭啥给你1文？哼，就凭我可以让我大哥以后不再收你的货，你信不信？1文钱我要的也不多，你老老实实给我，这样你以后还可以继续把货卖给我大哥。否则只要我让大哥不再收你的货，你就只能带着孩子继续回去挖野菜啃树皮。1文钱是吧？好。娘，听到自己的母亲竟然答应了赵雪的勒索，此时的赵小柱满心的不甘。他们娘俩靠自己的双手赚的钱，却还要拿出1文的抽成交给一个不相干的人。小柱，你看好了，娘今天教你以后遇到被人欺负的时候该怎么做。说完，李寡妇便满脸堆笑的走向赵雪。而原本就满脸得意的赵雪见到李寡妇的态度，脸上的表情也更加嚣张了几分。小雪姑娘，1文钱是吧？我这就给。算你识相，我要的也不多，就要1文。明日去镇上学刺绣，坐赵大牛的车正好够用。赵大牛有头牛，在山泉村是专门跑车的，就相当于现在的客运。去镇上虽说不远，也就几里路。可是赵雪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个娇滴滴的弱女子，将来是要嫁个大户人家享福的，怎么可能委屈了自己靠2个脚底板赶路？如今讹了李寡妇1文正好够了。不过还没等他得意完，只见一个鞋底板在他的面前迅速朝着他的脸就呼了下来。1文是吧？够不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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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李婶子，求求你别打了，我错了。一顿杀猪般的狠喝时，只见李寡妇把赵雪按在地上，打的那叫一个酣畅淋漓。要说赵雪就讹他1文钱，况且还没成功，怎么着也不至于打这么狠。但是作者就是任性，这赵有福一家与当年霸占李寡妇房子耕地的小叔子何其相似，这顿输出就主打一个解气。不要了，不要了，那你这顿打不白挨了吗？白挨我也不要了，求求你不要再打了。今天这顿打你不白挨，我告诉你一个道理，我一个寡妇带着孩子，这几年在村里却没有一句闲话传出来，靠的可不是忍让。还有，以后别一口一个大哥的叫，你们一家把人家赵小驴赶出来，还有脸在外面提他的名字。今天这1文钱婶子给了，就当你挨了这顿打，让婶子出气的赏钱。一场风波结束，很快李寡妇捉虾蟹卖钱的事就像风一样传遍了这个小村的每一个角，而且有人问起，李寡妇也会帮着赵小驴积极的宣传。是真的哦，我今天刚刚卖了11文，不过小驴只收大的，不收苗苗，你们挑大的捉。哈哈哈，好嘞，知道了，大妹子，我这就去捉。前来打听消息的人得到想要的答案，欢天喜地的。要知道，一个壮劳力去镇上扛麻袋，一天下来累死累活也才赚个20-30文。这捉虾蟹一个人努力些，一天搞个几斤赚个20-30文，这种简单的账谁都会算。娘，干嘛要告诉他们这些？他们不信就让他们不信好了，咱们自己去捉还能捉得更多。小柱，这是瞒是瞒不住的，我们只需要本分的做好自己，能赚多少那是我们自己的本事。而另一边，
村旁原本清静的小河或是热闹了起来，河里多了很多妇女。尽管时不时会有哪个孩子被夹住发出鬼哭狼嚎的哭声，但这丝毫打击不到大家赚钱的热情。一时间，往返赵小驴家的人络绎不绝。不过好在等人们捉好了虾蟹，已经到了下午，赵大牛的车已经回来了，托他买的箩筐也都带了回来。减去桶的重量金钩还剩2斤，横行3斤3两，一共20文。哇，赚这么多，都赶上我爹一天赚的钱了。谢谢小鱼哥，谢谢凤嫂子。狗蛋明天努力，争取赚他40文。不知不觉夫妻2人忙活了一天，收完最后一份，此时已是明月高悬。豆豆年纪小，早早便熬不住，简单吃些东西睡下。清冷的月光下，小院里只剩夫妻2人。一天下来，都是凤小妹一个人忙活，称量、计算、搬货，而赵小驴只需按照小妹的指示支付收购虾蟹的货款。相公，天色很晚了，你先回屋歇着吧，剩下这些我来收拾一下。望着院子里堆得到处都是的箩筐，凤小妹要重新把虾蟹归置一下，这样明早赵大牛的车来的时候搬运起来会方便很多。望着眼前这个女人，她明明已经很累了，却还想着让自己早点休息。赵小驴的喉咙隐隐有些阻塞，清冷的月光映衬着那道正自忙碌的瘦弱身影。赵小驴突然感觉心疼的几乎无法呼吸。多好的女人啊！一股强烈的冲动让他只想将这个女人拥在怀里，小心地呵护着。媳妇，抱抱。哎呀，这还有好多活没干完呢，你先去睡好不好？我很快就收拾完了。媳妇，说好了要让你和豆豆幸福的，可还是让你跟着我干这么多的活受累。感受着身后之人怀中的温暖，耳畔传来他温热的气息和体贴的情话，凤小妹的心沉醉了。曾几何时，她以为自己的一生会一直麻木地过下去，熬到豆豆长大嫁人，她就离开这个让她觉得无比绝望和冰冷的世界，最好永远都不要再世为人。直到身后之人的出现，她觉得自己好像重新活了过来，也第一次有了做女人很幸福的感觉。傻瓜，说什么呢？你为了我和豆豆做的一切我都知道，你对我好我更知道。你是我的夫，是我的男人，这样的日子即使干再多的活我都不觉得累。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美好和惊喜在等着我。小妹，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家。相公，谢谢你给了我世上最美的幸福。皓月当空，皎洁的月光似乎都在努力地将自己变得更柔和一些，生怕惊扰了甜蜜中的2人。四目相对，深情凝视。此时在他们的眼中，除了彼此的身影，早已没有了一切。原来我就在这里望尽天涯风雨也。第2天一早，赵大牛便早早赶着牛车来到了赵小驴家。他现在几乎成了赵小驴的专职货运司机，不过这样更好，比单纯的拉人捎货简单多了，而且赚的钱也多，往返一趟赚的比以前2、3天都要多。凤嫂子这些我来搬吧，你去忙你的就好了。好，那就辛苦大牛兄弟了。虾和蟹一共40多斤，赵大牛一人很快就搬完，赶着牛车去镇上了。见天色还早，今天来卖虾蟹的起码要到晌午才能来人，所以趁着这点时间，赵小驴决定到不远的山上看看自己下的陷阱有没有捉到什么猎物。媳妇，我去趟山里看看有没有捉到猎物。注意安全，早点回来。想起昨晚那浪漫的一夜，凤小妹现在望向赵小驴，还是忍不住的脸红。这个男人太会讨她欢心了，当然除了那3秒。到了山上，赵小驴正准备按照之前陷阱的位置检查是否捉到猎物，然而一个突兀的声音却突然在身旁不远处响起。小驴，你的腿。小猪娘，你那边野菜多不多？我过去跟你一起挖。赵小驴的粉丝公认最美寡妇进山挖野菜时，竟意外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整个村连狗都知道赵小驴的2条腿断了，然而那个断了腿的赵小驴此时此刻却正在活蹦乱跳的满山溜达。小驴，你的腿。我操，完犊子了，看样子装残废这是要暴露了。小猪他娘，你那边野菜多不多？多的话我过去跟你一起挖。狗蛋他娘，这边被人挖过了，咱们去别处看看吧。你刚刚在跟谁说话啊？哪有说话？你听错了。听到2个女人开着玩笑渐渐远去的声音，赵小驴心中忍不住暗暗叫苦。村子里的碎嘴子本来就多，这事要是败露，那赵家还指不定怎么借题发挥大闹一场呢。虽说他赵小驴不怕，可毕竟没人愿意跟麻烦纠缠不休。算了，爱咋咋地吧，我还是赶紧去看看设下的陷阱有没有收获吧。想着，赵小驴找到自己设的那3个陷阱的位置，不过一番检查后均没有任何收获。看来这附近的小动物都学聪明了，熟悉了我这陷阱的套路，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今天毛都没弄到不说，
还暴露了自己精心布置的骗局。此时的赵小驴心情格外的糟，他无法想象以村头情报站为首的那几个长舌妇知道了自己断腿是假后会如何编排是非。什么东西？哪来的小野狗？回到家中，凤小妹已经做好了早饭，此时母女俩正等她回来一起吃饭呢。相公，你回来了，早饭做好了，快过来吃饭吧。什么？这是什么嘛？看到赵小驴怀里抱的那一坨黑不溜秋的小东西，豆豆好奇地眨巴着湿漉漉的大眼睛，眼神中掩饰不住的兴奋和期待。爹爹，这是狗狗吗？是给豆豆的吗？原本心情沉重的赵小驴听到这个小人充满稚嫩和喜悦的声音，一股莫名的力量让他的心在这一刻彻底的平复了下来。只要妻女平安喜乐，哪怕承受再多的压力又如何？想起后世现代中哪个成家的男人不是背负着一身的压力，只为了撑起那不大的一方净土留给家中的妻儿？纵使被压碎了一身裂骨，那又如何？只要回首望一眼身后妻儿的欢颜，便足可抚慰所有的伤痛。是啊，在山上捡到的，带回来陪豆豆，以后他就是你的小伙伴了。豆豆要照顾好它。谢谢爹爹，狗狗好可爱，豆豆喜欢。它这么黑，以后就叫它小黑蛋。这是狗，怎么感觉跟村子里的不太一样？这肯定是狗，我天天打猎跟动物打交道，绝对认不错。对了，相公，刚刚李婶子来过。一听李寡妇来过，赵小驴的心瞬间沉了下来。说实话，他觉得李寡妇的为人还是很不错的，但是也不排除他被生活所迫，从而动什么歪心思。他来干什么？他让我告诉你，今早没看见你，这件事他会烂在肚子里，让你不要心存芥蒂。一听凤小妹这话，赵小驴就知道这李寡妇肯定怕自己多想，所以早早来跟小妹把这事说了清楚。他心中不禁对李寡妇又高看了几眼，当下忍不住赞叹：哟呵，这李寡妇还真不错啊！怎么，相公大人，这是有什么想法了？媳妇大人，我这心里早被你塞得满满的了况且就我那3秒战斗力也不配有想法，我只是很单纯的赞美他的为人不错。为希望而忙碌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一天的时间又匆匆结束。村里众人卖完虾蟹走后，院子里只剩下忙碌的小两口。相公，今天收的比昨天多了好多呢，虾有75斤，河蟹140斤。确实挺多，不知道天香居一天能不能消耗这么多虾蟹。赵小驴有些担心，蒜蓉虾、香辣蟹固然美味，可镇子就那么大，100文一盘的价格不是所有人都能消费得起的。正自想着，一声熟悉的牛叫从院外传来，原来是赵大牛来了。小驴，今天去这里的人太多了，这会儿才空闲下来，没耽误你收获吧？没耽误，看来大牛哥生意很好啊，恭喜恭喜。哪有你生意好啊？刘掌柜说了，让你尽可能的多准备一些金钩和横行，你能送多少，天香居就收多少。现在很多其他镇子的人都慕名来吃。一听这话，赵小驴放心了，看来自己还是低估了人们对这2道菜的喜爱啊。对了，这是今天的货钱，金钩和横行总共卖了1150文，买药材和肥油花了100文，我的车费4文，这里是10串钱又46文，你数数。不用数了，大牛哥的为人我还是信得过的。赵小驴一番话说得重了，听在赵大牛的耳中甚是舒服。想不到这赵小驴改邪归正后，整个人都大变样了。入夜吃过晚饭后，赵小驴蹲在锅灶前开始练营，望着赵小驴忙碌的身影，凤小妹有些不解，一次练这么多肥油，那得吃到什么时候？相公，这活我来吧，你去歇着。我媳妇真好，知道心疼自己的男人。讨厌，又来。不过这油我练出来有用，你跟豆豆先去睡吧。不睡，豆豆要等爹爹。相公，这油除了吃还能有什么用？这油除了吃还能做一种你们女人都喜欢的好东西。蒜蓉虾和香辣蟹的做法迟早会被其他人摸索清楚的，而且往下天气越来越冷，虾和蟹基本也就捉不到了，咱们不能把这营生做长久之计。听闻此话，凤小妹心中暗喜，不管做什么，看来自己的男人对未来是有长远的规划的。媳妇，我在。你去拿个木盆来装点草木灰。草木灰而已，用搓机揽就行了，干啥把盆给弄脏？我可不是为了清燥，因为做那东西需要草木灰，这东西如果做成了，可比金钩和横行挣得多得多。没再多言，按照小驴交代的，凤小妹找来盆子开始装草木灰。如今自己越来越相信这个男人，只要是这个男人说的，她就忍不住的想要去顺从。静谧的夜晚，温馨的小屋内，2个人安静的忙碌着手中的活计。豆豆在一旁逗着小黑蛋，时不时会发出充满稚气的笑声。
小妹，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娘，你怎么了？没事，刚才突然感觉腹中有些恶心。相公，我肚子里怀的这个孩子算你的吗？所谓关心则乱，此时凤小妹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既然自己现在的相公是灵魂附着到了原主的身体上，那么如今怀的孩子到底该怎么算？这个男人的态度对她至关重要，以至于她甚至忽略了现在还是在外面。这个顾大夫，我媳妇喜欢开玩笑。赵兄与夫人真是伉俪情深啊。不过赵兄，我得提醒你，贵夫人的身子骨底子太差了，如今还没恢复好，又有了身孕，以后各方都需要谨慎注意，否则很容易造成无法挽回的损伤。顾北说了什么，凤小妹一句都没听进去。此时她的整个脑子都在嗡嗡作响，很多话在外面并不适合说。反应过来的凤小妹顿觉羞愧难当，自己刚刚说了什么？这话在外人听来会怎么想？怀着身孕却当着外人的面问自己的相公，这孩子算谁的？自责、惶恐、迷茫、委屈等所有的情绪，如同将她的心投掷在滚烫的油锅里。而此时她唯一能做的只有深深的垂着头，咬着唇不让眼泪流出眼眶。都说女人生个孩子傻3年，看来是真的，而且时间应该是从知道自己怀孕的时候开始计算。媳妇，听到了吗？顾大夫刚刚说了，你以后要注意身子，不能再那么操劳了，知道不？你现在不仅仅是一个人，还有咱们的第2个孩子，要是再不听话，为夫可就要生气了。一只温暖有力的手掌，一句略带调侃的俏皮话。赵小驴虽然没有正面回答，但是从这个男人的行动、眼神以及语气中，凤小妹却感受到了最有力的回应和承诺。我都听相公的。哎呀，你们夫妻2人当着我这么个孤家寡人的面大秀恩爱，可是完全不顾及我的感受啊！不行，作为补偿，赵兄你得请我去天香居吃蒜蓉虾和麻辣蟹，我连去了几日都排不上号。你去了，想必刘掌柜怎么着也得给安排个桌吧。顾兄帮我申多，吃个虾蟹而已，完全没问题。与此同时，山泉村李寡妇和狗蛋他娘正坐在赵小驴家的院子里大眼瞪小眼。原来赵小驴一早带着凤小妹到镇上去看大夫，为了不耽误收购虾蟹，便与李寡妇和狗蛋他娘商量，让2人帮工，每日给他俩30文作为酬劳。结果大半日过去了，却一个来卖虾蟹的都没有。小猪他娘，你说咱这一斤货都没收到，小驴回来还能给咱算工钱不？放心吧，小驴现在可跟以前不同了。再说以往你我与凤妹子的关系也是最要好的，就算不给工钱，咱们帮忙也没啥大不了的。娘。正说着，2个7、8岁的孩童却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正是这2人的孩子，赵小柱和赵狗蛋。怎么样，打听清楚了吗？打听清楚了，是赵金一家在河边收货呢。他给的价格比小驴叔给的高，大家伙儿都把货卖给了他们。不对啊，小猪他娘，天香居不是跟小驴签了公证的吗？怎么又收别人的货？娘，不是天香居，是镇上其他的酒楼，我们都打听清楚了。原来如此，赵金是以什么价收购的？1斤金钩6文，1斤横行4文。切，这样，小柱狗蛋，你们俩去赵金收货的地方喊一嗓子，就说这里改了价，1斤金钩10文，1斤横行8文。啥？柱子他娘，你可别乱替小驴做主啊！没事，听我的，他既然撑小驴的生意，咱就算做不成，也不能便宜了他。你俩就按我说的去，赵金要是改价，记得回来告诉我。交代完，2个小人撒开俩脚丫子就跑去河边了。柱子他娘，你这没经过小驴同意就提价，那小驴回来还不埋怨咱们俩啊？你就放心吧，咱们亏不了。他赵金什么德行，你还不知道？2个孩子满头大汗的跑了回来。那赵金涨价了，现在1斤金钩11文，1斤横行9文。切，小气玩意儿，就涨1文。你俩再去就说这边1斤金钩21文，1斤横行16文。额低个娘咧！一听这话，狗蛋他娘好悬一口气，差点没上来。你这个疯婆子，莫不是想要吓死我？照你这么个收法，小驴回来扒了你裤子，你都赔不起啊！哎呦我的妈！而另一边，哎呀，赵小哥，我正准备去找你呢，没想到你却先一步过来了。你的腿好了吗？老刘掌柜挂怀，多亏了顾大夫，我现在已经勉强可以走路了。果然是济世神医啊，刘某佩服佩服。刘掌柜见笑了，早就垂涎天香居的蒜蓉虾和麻辣蟹，奈何始终排不上号，这不只能诓着赵兄带我来吃了。不同于现代，在古代医者那是相当受人敬仰的。听顾北这么一说，刘掌柜那心里别提多通透了。
顾大夫见外了，你是赵小友的恩人，自然也是我天香居的贵客。媳妇过来坐呀，在旁边傻站着干什么？相公，你与顾大夫吃，我在旁边侍候着就好。在古代，宴请宾朋妇人是不能上桌的。凤小妹不上桌的原因，赵小驴自然也知道。顾兄又不是外人，哪来的那么多穷讲究？再说，我媳妇不需要侍候任何人，过来乖乖坐着。哦，赵兄果然是性情中人，我顾北喜欢。顾北身为一名医者，骨子里并没有那些酸腐之气。赵小驴的行事风格让他觉得心中甚是畅快。很快酒菜上齐，望着桌上那垂涎许久的两道菜，顾北吃的那叫一个酣畅淋漓。好吃好吃，当真好吃！赵兄能想出这样的方子，可真是个妙人。顾兄以后馋了便去山泉村，我给你做几个拿手好菜。哟呵，听赵兄的意思，你会的不仅仅是这两道菜，还有其他的。我最近刚刚想到了一个酸菜鱼的方子，打算吃过饭后与刘掌柜谈谈合作的事。很快酒足饭饱之后，小二叫来了刘掌柜，双方谈妥。刘掌柜以30两的价格收购了酸菜鱼的方子，并且承诺以后的酸菜都由赵小驴提供。签好公证，三人离开了天香居。赵小友腿伤好了，以后可要常来天香居坐坐。我刘某备好香茶，随时恭候。刘掌柜客气了，还请留步。店里生意忙，您快回去忙您的事吧。这位朋友能否行个方便，暂留片刻？程某有些话想要询问。少东家。循声望去，只见一辆华贵的马车内，一名富家公子打扮的人正一脸震惊地望着自己。再联想起刚刚刘掌柜对此人的恭敬态度，赵小驴忍不住心中嘀咕：少东家，莫非此人就是当今世上最大的商贾巨头之一的程家？可是这样的人物，与我这种农村娃有什么可说的？当今世上，程家作为最大的商业家族，其产业遍布王朝各地，而天香居作为连锁酒楼，不仅仅桃花镇有，县城有，京城有，几乎各大城镇都有。但即使是这样的规模，也仅仅是程家的产业之一。不知这位大人找小人有何事询问？因为你长得很像一个人，所以程某有些话想要询问，不知兄弟能否行个方便？此言一出，赵小驴倒不觉得什么，因为他根本就不了解眼前这位少东家的为人，最多也只是觉得此人平易近人，并没有仗着自己显赫的身份趾高气昂而已。但是旁边的刘掌柜却不淡定了。兄弟，少东家何时这般谦逊过？这赵小驴到底是何方神圣？像一个人，不知大人觉得小人像什么人？像我姑父，也就是当今的永宁侯廖世安。这位大人，照你刚刚话里的意思，是在怀疑我可能是你失散多年的弟弟。不瞒你说，我舅舅20年前来边疆抵御蛮夷时消失了一段时间，当时有传言说他已经战死沙场，也有人说他没死，而是投敌叛变了。我舅母不信，便带着几个亲信亲自赶赴边疆。那时候他已经怀有5个月的身孕，可是不知是谁泄露了舅母的行踪，他在即将抵达丰台县时，却遭遇了敌袭。舅母带领亲信殊死搏斗，刚开始几天还有消息，后来亲信越死越多，舅母也失去了踪迹。闻听此言，赵小驴的内心巨震。20年前，侯夫人捧着孕妇在丰台县周边失踪了。如今她即将20岁，而且就出生在丰台县下面的山泉村，从时间和地点上算完全吻合。更巧的是，自己还与那八竿子打不着的侯爷长得很像。看来原主赵大郎应该就是永宁侯的亲子，想来应该是赵氏夫妇当初见遇难的侯夫人衣着华贵，觉得有利可图，所以才收留了原主。而且为了保证孩子安全，侯夫人并未告知自己的身份，否则那对夫妇早就抱着孩子去京城认亲了。想到这里，赵小驴又觉得哪里不对。如果真是他猜测的这般，那赵氏夫妇为何还要瞒着外人？当年北蛮入侵战火四起，捡个被遗弃的孩子，不是很正常的事吗？赵兄，你今年也快20了吧？家中可还有什么亲人？再有1个月就20了。断亲之前，家中尚有父母以及3个兄妹。断亲？难道他们对你不好吗？亦或者你并非他们亲生？闻言，赵小驴知道对方并不死心。古代人重视血脉，一旦真相揭晓，那侯家人一定会接他回去。就算侯府不愿意，侯夫人的娘家也会想办法将自己接回去。毕竟自己的亲外孙做世子，对侯夫人的娘家来说更加有利。乍一看，这层身份好像是给穿越者家的 buff， 可是那侯爷在侯夫人去世1年后娶了新妇，第2年就生了个大胖小子。按照当朝律法，爵位实行长子继承制，我要真去了，该以什么身份待在侯府？
现任侯夫人也绝不会允许自己儿子的爵位被夺。他前世可是10刷知否的人，里面的小情事给他留下的印象不可谓不深。现夫人能在侯夫人去世仅1年之后就嫁入侯府，手段定是不比小情事差。他可不想将自己的老婆孩子推入险境。比起勾心斗角，他更喜欢现在的这种田园生活。赵氏夫妇虽然对我不好，但也是因为我和二郎是双生子，那时候年成不好，全家人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我是老大，自然要让着弟弟妹妹们。双生子吗？看来是我太过执拗了。此时的程子昂，这个看起来富贵的少爷，显得那般的漠然。这些年母亲为了找到救母，将生意开遍了丰台县周边的大小城镇。可是20年过去了，依然没有任何有关救母和孩子的消息传来。算了，看来是我太过执拗了。方才听刘掌柜说，蒜蓉虾和麻辣蟹就是你提供的方子，而且这次的酸菜鱼更是出挑，看来赵兄还是个烹饪高手。这酸菜鱼如果用我提供的酸菜，味道会更好哦。是吗？那不知依你之言，这味道能好多少？至少提升5成。酸菜鱼的灵魂就是酸菜是否地道。5成？刘掌柜的眼光向来很准，以他对你的评价，我相信你刚刚说的，如果我大量收的话，不知赵兄价格方面如何算？1斤15文如何？我这酸菜用料扎实，1斤的成本就很高了，如果卖低了的话，那我可能连成本成交。本来还想卖惨的，结果这货同意的这么痛快，看来价格要低了。赵兄，天香居所需的酸菜都可以从你这儿进。另外我有个条件，你如果答应的话，咱们现在就可以签公证，合作一笔更大的生意。好，什么条件？程兄且说说看。你只要答应优先给程家供货，在程家需要的酸菜量未达到饱和前，不给其他商家供货，也不私自开店贩卖即可。赵小驴敏锐地察觉到，他说的是程家，而不是天香居。天香居即使开遍了宁安府的大城小镇，但对酸菜的需求量是有限的。但是程家的话就不一样了，除了给天香居用，也可以转手卖去其他地方。看来程子昂对我的酸菜很有信心啊，这是准备做2手贩子。可以，但是我只生产酸菜，货的你们自己来运。运货的事赵兄不需要担心，你尽管将酸菜品质把控好，其他的都交给我。第一批货我先预定5万斤，付300两的定金，你1月内交货怎么样？5万斤腌制起来并不难，现在河里的虾蟹越来越少，只要他放出雇人做酸菜的消息，肯定会有一帮富人上门。问题是20天内能收购到5万斤青菜吗？因为最后的10天要留着后面几天生产的酸菜发酵，如果完不成，那可是要赔违约金的。所谓富贵险中求，机会就在眼前，哪有轻易放弃的道理？这单如果完成，那就是750两，我至少能挣400两。程兄，1个月后5万斤酸菜保准能全部交付。生意谈完，夫妻2人揣着300两巨款离开了天香居。不过凤小妹却并没有赚了钱的喜悦，相反，此时的她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媳妇，怎么了？是在担心1个月完不成这5万斤酸菜吗？相公既然接了这单生意，我自是相信你有能力完成的。那你怎么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如果他日你永宁侯遗孤的身份揭晓，你会离开我和豆豆吗？说来也是，凤小妹识文断字，本是心思剔透之人，与原主在一起生活了4年，又怎么可能察觉不到赵氏对待原主的异常之处呢？毕竟身为一个母亲这样虐待自己的儿子，换谁见了都会觉得不正常。至于凤小妹的担忧，她更是理解。如今的生活刚刚有了起色，未来一切都有了盼头。不知不觉，在凤小妹的心中，赵小驴已经成为了她全部的依靠。如果这个男人真的认祖归宗了，那还会要她这个糟糠之妻吗？傻丫头，想什么呢？比起那个身份，我更喜欢现在的生活，喜欢有你和豆豆陪在身边的日子。况且你男人我是有本事的，咱们未来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幸福。总之肯定不会比那个侯爷之子的日子差。只要是相公说的，我就信。还有，你刚才少说了一人。少说了一人？谁呀？咱们家不就你我还有豆豆吗？傻瓜，还有我肚子里的儿子呢。你咋知道是儿子？我怀的，我就是知道。好，你怀的你知道，我媳妇说啥都对。望着凤小妹重新扬起的笑容，赵小驴觉得心中暖暖的也满满。有妻如此，夫复何求？相公，咱们现在回家吧。豆豆虽然有李婶子帮忙照看着，但是我还是有些不放心。行，不过咱先去趟雅行，我想买辆牛车，另外再买几件衣服。如今咱们赚钱了，你跟豆豆该换皮肤了。
好，我都听相公的。夫妻二人正自说笑着，一道身影却意外地闯入了二人的眼中。定睛一看，原来是赵雪。而在赵雪的旁边，一个陌生的男子正亲昵地环着她的腰。此时的他一改往日嚣张跋扈的态度，正一脸惊恐地望着赵小驴夫妇。要知道，在古代女子出嫁讲究一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她一个未出阁的女子却在外面跟别的男子勾肩搭背，这事要是传回村子，赵家养出这么一个闺女，肯定会被人耻笑和戳脊梁骨。赵氏夫妇还不得打死她这个不检点的女儿？哼，媳妇，咱们走，别让这种人污了咱的眼。你等等。身为女子，在古代，你要敢私自在外与男子接触，那就是不守妇道，品行败坏。我私会男人跟你没关系，今天的事你最好不要说出去，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哼，你一个未出阁的女子跑出来私会男人，还这么狂的口气，谁给你的勇气？李婶子那顿牛逼牌鞋底，你没挨够是吗？每次只要一想起李寡妇对自己的那一顿鞋底板，赵雪总会忍不住的胆战心惊。李寡妇这3个字简直已经成了她的梦魇。如今听赵小驴提起，心中仍不受控制的感到一阵心虚，语气也不由得软了下来。你跟我们断了亲，现在你已经不是我大哥了，就算你回去告诉我爹娘，他们也不会相信你的。赵雪姑娘，你想多了，你在外面跟哪个男人好，怎么玩，那是你的事，我没空也没兴趣管你的事，但我还是劝你一句，好自为之。这是我的事，就不劳您费心了。还有记住你刚刚的话，不要回村里去嚼舌根子。小雪姑娘，我相公没有恶意，你一个姑娘还小，在外还是要学会保护自己，别吃了亏。少假惺惺的装好人啊！你才吃了几天饱饭就管闲事，忘了之前饿肚子的时候了吗？这话赵雪不提还好，听在赵小驴耳中，顿时想起之前凤小妹在赵家的那4年，成天干不完的活不说，每日却只能吃1碗野菜粥。更可气的是，还要遭受原主的那个婆婆的辱骂。她能活着挺下来，真的已经是奇迹了。如果不是因为放不下豆豆的这股执念，这个女人估计已经化成一捧黄土长眠地下了。而她只有18岁，这在后世正是花一样的年纪。你还真是跟你那个娘随帖了，看我今天不长烂你这张狗嘴。说完，赵小驴再也按耐不住心中的火气，见媳妇被羞辱，自己又不是这赵雪的爹娘，凭啥惯着？不过还没等他冲到赵雪近前，旁边的那个猥琐男却蹦了出来。你干什么？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过来呀！我他妈就打了，不服你来咬我啊！你个山炮，你等着！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这男子撂下一句狠话，也不等赵小驴作何反应，拉起赵雪就跑。谁都没想到这小子跑得这么果决，一时间只剩下赵小驴夫妇大眼瞪小眼，一脸茫然地站在原地。相公，你真厉害呢，个子高就是好。废话，山东第1.8米，就算我把腿截一块也比那货高。一场闹剧结束，夫妻二人驾着刚买的牛车，刚好要路过赵翠花家。赵翠花是山泉村赵有福的亲妹妹，因为出嫁早，所以早早离开了赵家。她也是赵家里唯一对原主好的。媳妇，一会路过姑姑家，咱们给她送点米面和肉吧。小时候姑姑每次回娘家都会偷偷给我塞些钱，要不我早饿死了。都听相公的，你说什么我都依你。我媳妇真乖啊。大郎，你们2口子怎么来了？快到屋里坐。姑姑，我现在叫赵小驴，不叫大郎了，这不刚好路过就来看看您。豆豆还在家，我们就不进去了。你看我忘了你改名这茬了。唉，小驴呀，姑姑也知道你爹娘做的过分了些，你也别太往心里去。如今看你的日子过起来了，姑姑也替你们高兴。姑姑放心，以后的日子我一定会越来越好。不管什么时候，您都是我的姑姑，打小您就对我好，我一辈子都不会忘。听到赵小驴的话，赵翠花满怀的欣慰。不同于赵有福一家，她是打心眼里希望赵家这几孩子都能有个好的未来，否则也不会自己掏腰包去把赵雪这个侄女接来到镇上学刺绣，为的也就是希望那赵雪能有个技艺傍身，将来能找个好婆家。当年那个淘气的小子，如今长大了。要是让姑姑知道，那赵雪借着到镇上学刺绣的名义跟别的男人鬼混，不知道该有多失望。姑姑，这是相公给您买的肉，您拿回去吃。哎呀，你们来就来了，干啥要花这冤枉钱？姑姑不要，你拿回家给豆豆吃。车上还有呢，这是我相公特意给您买的，都是做晚辈的一片孝心。如今的凤小妹渐渐变得开朗了起来，旁边的赵小驴望着这个女人，如今变得越来越自信，也敢开口主动跟人沟通了。她的心里是很欣慰的，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这个内心千疮百孔的女人正一点点的好起来。
那姑姑就收下了，下次再这样可不让你们上门了呀。赵翠花虽说板着个脸佯装生气的样子，可大家都能看出来她的心里是很高兴的。如今的赵小驴变得越来越有担当，越来越懂事，她这个做姑姑的打心眼里高兴。对了，姑姑，有件事不知道该不该说，是关于赵雪的。一番思索之后，赵小驴还是决定将在镇上遇到赵雪的事告诉这个姑姑，毕竟让赵雪到镇上学刺绣是赵翠花的主意。以赵家夫妇的为人，提前把这事跟他讲了也好，让他心里有数，省得到时候被赵氏夫妇为难。这是真的。小驴，快带姑姑去你们村，这是我得跟大哥说，不能让小雪那孩子学坏了。你姑姑说有人在镇上看到你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娘，我没有，你别听风就是雨的，说不准有些人就是在拿你取乐，故意埋汰咱呢。赵翠花听他这么说，心中有些不满，难道自己这个做姑姑的会坏自己侄女的名声不成？小雪，这都是为你好，你还小有些事不懂。那敢问你这个一心为我好的姑姑，是从何人口中听说我在镇上与人私会了？突然被赵雪这么反问一句，赵翠花的心中忍不住狂震。要知道这赵雪才15岁就有这么厉害的城府，如果自己说是赵小驴告诉他的，以赵氏对赵小驴的成见，怎么可能会信？赵翠花，你倒是说说，是谁看到的？是大郎在镇上时亲眼看到的。哼！各位宝子们，刚刚镇上赚了300两，我给小妹买了几件衣服，但是不知道哪件更好看，所以请大家帮忙做个评委，评论区告诉我，我会结合评论区选一套大家最喜欢的。媳妇们，两个像吧小宝贝儿，我大意的笑，我大意的笑，越着越爱向前跑，路滔滔，命运谁知道？大意的笑，我大意的笑，就是这味道，自在逍遥。我滴个娘咧，如今小驴是越来越出息了，这都买上牛车了。不过你这牛咋驴里驴气的？啥叫驴里驴气？我看这牛就长得很周正，像小驴一样板正。日暮西山，回到家中，原本正帮赵小驴收虾蟹的李寡妇和狗蛋娘见赵小驴买了头牛车回来，当下围上来啧啧感叹。要知道他们这山泉村110多口人家，家里趁牛车的也就3、4户，而现在这赵小驴便是其中之一。李婶子、狗蛋娘，今天收虾蟹一定忙坏了吧？真是辛苦你们了。此言一出，原本围着牛车兴致盎然的2个女人，立马被拉回了现实，变成了霜打的茄子，沮丧地站在原地。怎么了？难道遇到什么事了吗？见到2人的反应，赵小驴这才意识到似乎哪里不对，当下四处打量了一番，并未见院子里有装虾蟹的筐子。小驴呀，是这样。当下2个女人也不再犹豫，你一言我一语的将没收到虾蟹的原因前后的讲了一遍。你刚刚说金钩加到了21文，横行16文吗？咱们没亏了的，那赵金本就是个杠精，仗着家里几代攒下点钱，平日里看人都是眯着眼，如今听我一个寡妇跟他叫价，他怎么会服气？他现在金钩和横行在咱们的价格上又加了1文，后面我没再叫价了。见赵小驴闻听自己擅自抬价后，脸色开始变得有些异常。李寡妇生怕他误会，便急忙解释了起来。可他哪里知道，赵小驴神色变化可不是因为李寡妇擅自加价。要知道，在古代讲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李寡妇的行为让赵小驴从她的身上看到了做事的果决和不凡的智慧，这一点即使在后世，那也不是一般的女人能做到的。小驴啊，柱子他娘也没别的意思，这不是那赵金称你生意我们气不过吗？所以想着咱们收不到货，也不能便宜了他。你放心，工钱我们不要的，就当帮你看门了。现在你回来了，我们这就该回去了。等一下，李婶子、狗蛋娘，你们这是做得好，今天的工钱照付。另外，我今天在镇上谈了一笔生意，需要大量的人手帮忙，眼下秋收也快结束了，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长期在我这里帮工，我给你们的工钱不低于30文每天。小驴，你说的可是真的？要知道，自李寡妇被小叔子一家霸占了房子田地后，他便只能带着孩子靠挖野菜帮邻工讨生活。农民靠种田为生，没有田种活着都是一种奢侈。如今听赵小驴说可以长期在他这做，而且每日工钱还不低于30文，这收入已经超过了村里大多数的家庭，他怎么能不激动？这是好事啊，我愿意。你个傻婆娘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答应啊！啊，我愿意。哦，对了，李婶子，麻烦你让柱子跟狗蛋再去喊一嗓子，
就说咱现在改价了，以后一斤金钩4文钱，一斤横行2文钱。这咋还比以前更低了？之前还一斤金钩5文，一斤横行3文呢。你别多问，听小驴的。与此同时，另一边，大哥，那可是你亲儿子，如今的大郎早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混小子了，他怎么可能为了败坏自己妹妹的名声，故意编排是非呢？哼，你闭嘴！那个畜生已经与我们断了亲，你在我这个大哥的面前帮着一个外人说话，咱娘临死的时候说的话，你可还记得？记得，娘说大哥是家里唯一的男丁，无论我以后嫁到什么地方，都要尽一切能力帮助大哥。只有大哥过好了，咱们家才不会断了香火。那你呢？你又是怎么做的？刚出嫁那几年还知道往回带些银钱粮食，自从你生完孩子后，除了偶尔买些东西，可曾往回拿过1文？大哥，我相公做木匠赚的本也不多，前些年知道我补贴你们，他都没说什么。可我们也要养孩子，也要讨生活，哪还有多余的银钱来补贴你啊？你拿着本该给我的钱去养别人的孩子，你可真是我的好妹妹。你也是个赔钱货，当真是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咱娘临死前说的话，你是忘得一干二净。听到赵有福的话，赵翠花的内心突然生出了一丝迷茫。她生的孩子虽然跟别人姓，可那也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啊。她娘从小告诉她要对大哥好，因为大哥才是她最亲的人，也是她最坚强的后盾。这么多年，她一直遵从着娘说的话。可是大哥真的是自己坚强的后盾吗？切！要我看，姑姑就是嫌弃我在镇上学刺绣，吃他们家几顿饭心疼，所以借着这么个机会，故意来坏我名声，也好打发了我。大哥，在你心里我是不是也是外人？你什么都不要说了，眼下天色不早了，家里没做你的饭菜，你现在走天黑前还能赶回镇上，回去好好反省一下。姑姑，俗话说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你话送到了，信不信是他们自己的事，至少以后他们也没理由因为这事找您麻烦。离开赵家后，赵翠花一路失魂落魄的来到了赵小驴家，眼见凤小妹和豆豆如今神采奕奕的精神样，她突然为赵小驴断亲感到庆幸，这样不通事理的一家人当真没法相处。姑姑别难过了，快趁热先吃了饭，一会儿让豆豆爹送您回去。姑奶奶，吃饭，娘做的饭可好吃了。看到豆豆那讨人喜的小模样，听着他奶声奶气的话，赵翠花的心似乎都变得明亮了些。没想到当年赵家最不是个东西的赵小驴，如今反倒成了狼窝里走出来最有人情味的一个。媳妇，慢一点，注意安全。哦。入夜将赵翠花送回镇上后，夫妻二人难得的清闲了下来。头顶的月色很美，柔和的月光笼罩着房顶上这对幸福的小两口，依偎在这个男人的怀里。凤小妹静静地感受着他强有力的心跳，那一声声充满节奏的律动，如同一柄擎天战锤，守护着这一方天地，守护着他的心房。这一刻，这个女人的心中突然没来由的一阵感动。虽然日子平平淡淡的过着，虽然不像那些世间称颂的雄兵猛将般有着喋血沙场的惊心动魄与热血豪情，可她就是觉得心潮澎湃，柔情涌动。这个男人在她的心中同样的伟岸，更无可取代。相公，为啥你老是喜欢坐在屋顶上看月亮？我是喜欢和你一起坐在屋顶看月亮，因为这样的月亮最好看，就像你一样。又来。不管被这个男人调侃多少次，她都会感到甜蜜的羞涩。可能每一个女人都会喜欢被自己的男人这样调侃吧。爹爹，娘。豆豆别怕，爹爹来了。我没事，媳妇你乖乖坐着别乱动，我先去哄豆豆，一会回来抱你下来。穿越到古代没有系统，没有空间，更不是技术流。为了生存，赵小驴本想利用后世带来的麻辣蟹和蒜蓉虾两道菜发家致富，不曾想干了没几天便遭遇了竞争。原来村里的富户赵金见他将收到的虾蟹卖给镇上天香居大酒楼这门生意做得火爆的甚至带动了整个村，于是立马起了心思，偷偷跑到镇上与天香居最大的竞争对手汇燕楼达成了供货合作。你回去放心大胆的收，你收多少我要多少，最好让天香居那边的那个供货商无货可收。嘿嘿，好嘞，有您这句话，您就等我好消息吧。相公，赵金那边压着咱的价收虾蟹，这样下去天香居那边断了货，会不会找别人合作？
放心吧，媳妇，我已经托人捎信给岳父岳母大人了，他们那边也会动员村里人收下蟹，这样他们既能赚些钱，又能保障天香居的供货。哦，那我去帮李婶子他们腌酸菜去。听到赵小驴这话，凤小妹原本担忧的脸色也好转了起来。原来自家男人早有打算了，怪不得眼瞅着一个来卖虾蟹的都没有，他却还有闲情逸致逗孩子玩。媳妇，那边有李婶子张罗，你去了他反而有所顾虑，不好施展拳脚。眼下你有了身孕，更要多注意身子，不要再像以前那么操劳了。这个家有你男人顶着呢。尽管这个男人的话说的有些霸道，可是他的心中却是喜悦的。他喜欢被这个穿越而来的男人霸道的宠着。不过开心归开心，嫁到赵家这些年，凤小妹早养成了闲不住的习惯。如今突然没事可做，她反而有些不适应。小妹，我想让豆豆学识字，这样等他长大了也会像你一样明事理辨是非。而且我那个世界的字跟这里的也不太一样，我们爷俩都拜你为先生可好？凤小妹想不到这个男人竟然主张让豆豆识字，身在古代，这在绝大多数女子心中都是不敢想的奢望。以后你就是我们的先生了，微服见过先生。豆豆见过先生。而另一边，李寡妇一大早就拉着狗蛋娘奔波在山泉村，挨家挨户的敲门。赵小驴以每天30文的价格雇佣他腌制酸菜，招揽村妇，每天30文，村里的壮劳力累死累活一天也就赚这些。这对他一个没房没地还带个娃，每天靠挖野菜过活的寡妇来说，绝对是天大的机遇。所以他甚至比赵小驴这个雇主更积极。柱子娘，小驴真长期大量收青菜，是真的。这种事我怎么好拿来开玩笑？家里的青菜都可以拿去卖。眼下秋收也基本结束了，赶在入冬前还能再种一茬青菜，这样地也不会空闲着。另外他那里还需要人手，你要有时间就去帮工，每天20文。好，我这就去张罗。这小驴真是越来越能耐了，金钩和横行的生意被赵金抢了，立马又找到了腌酸菜的门路。谁说金钩和横行的生意小驴不做了？以赵金那嚣张的德行，哪像个做买卖的料？以后这种事少在背后嚼舌根子。我就随口一提，你这还急眼了。好了，通知的差不多了，咱们该去小驴家腌酸菜了。你这真像个贤内助，啥事都让你干了，小驴是一点都不操心。话说你刚刚跟王师说的那20文是啥意思？小驴不是说30文吗？你以为我凭啥鸡都没醒就把你喊起来？这是小驴教我的，以后咱俩带着人干活，他按每个人头30文给咱们结算工钱，咱们再以20文的价格结算给其他人，剩下的10文咱俩分。怪不得你一大早像个狗腿子一样的满街跑，原来是这样啊。废话，这样的好处你当不当狗腿子？你瞧不起谁呢？枉我关系跟你这么好，以后再有这种当狗腿的活记得喊上我。曾掌柜，我给你送货来了，快出来接货。曾掌柜，快点吧，我还要回去收货呢。哎呀，你还有脸来？你讲我会验楼还踩了，你知不知道？曾掌柜，这是怎么了？我送你老母，你还好意思问我怎么了？你送的是什么货？为什么和天香居的不一样？而且我不是告诉过你嘛，要尽可能的多收货，不要让天香居有货可卖。你他娘的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曾掌柜，我送到你这的货和赵小驴供给天香居的是一样的呀，我们都是在村里那条河里面捉的，而且昨天我一直在收货，我敢保证没有一家人去找赵小驴卖过货。没有别家去卖货，那你他娘的告诉我，天香居一天到晚源源不断的香辣海和蒜蓉虾从哪冒出来的？天上掉的马啊！你说两家的货一样，那为什么会验楼做出来的蒜蓉虾和香辣海里面有泥沙和小石子？特亮的小石子笨了10颗的牙齿，害得老子赔了好大一笔钱。说实话，连郑掌柜自己都很疑惑。同样的金钩和横行，天香居做出来的就麻辣鲜香，自己店里做出来的就又腥又脏。那食客一掰开虾头，里面全是泥沙不说，还泛着一股子腥臭味。结果人家天香居的招牌菜到了他们会宴楼，不但没招揽到生意，还砸了招牌。你得赔我会宴楼的损失，否则我就抓你去见官，说你滥竽充数，草菅人命。曾掌柜，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就一送货的呀。送你老母，这些话你去了衙门再说吧，到时候5坐19跑你车上的货都知道你有没有带卖劣质食材了。郑掌柜觉得自己很冤枉，本想和天香居打擂台来着，结果还没开始，自己就先凉了。
这人该不会是天香居派来的奸细吧？不然干嘛要主动找上门说要卖货给回燕楼？郑掌柜越想越觉得自己掌握了真相，更加坚定了送赵金去衙门的想法。赵金一个山村莽汉，哪经历过这种事？一听去衙门，早吓傻了。当下想的是赶紧息事宁人。郑掌柜，我错了，我赔钱，我赔你10两，不，20两银子，你放过我吧。20两怎么够？最少30两。我在店里现在都没人来吃饭了，30两都便宜你了。行，30两就30两。我赔，我现在就回去给你拿钱。人之初，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小鱼同学，你咋不跟着念？你看豆豆多乖。姐姐不乖。媳妇大人，我错了，我这就念。此时的赵小驴当真是满怀的苦涩，自己就不是搞学问的料。一听这些知乎者也，立马就困意满满。正当他盘算着找个什么理由好开脱呢，院子大门却被人敲响了。媳妇，我去开门。小安，你怎么来了？这位是？姐夫，这是我爹找的陈师傅。我爹还说你这里忙，让我留在你这帮忙。如今不管是山泉村还是凤小妹的娘家桃花村，赵小驴都是被热议的人物。凤小安平时出个门那都是昂首挺胸的，爹娘让自己住姐夫家帮忙，他是打心底乐意的。小东家好，凤老爷子说您要建房子，我这里有几套图纸，你看看选个什么户型。那就有劳陈师傅了。一番商讨，赵小驴选好了户型，6亩的宅基地选择起来就方便了许多。考虑到以后要腌制酸菜收购虾蟹，在选好了户型之后，赵小驴又加盖了几间库房，一通下来算足足需要80两。不过这些钱对目前的赵小驴来说并不算什么。好，既然这样，那我就先回去准备人手和材料，争取早日开工。小安，你还有半年就要科举考试了，来我这里会不会耽误了学业？放心吧，姐夫，我爹说我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沉淀沉淀，有些事太操之过急，反而得不偿失。咱爹虽然这样说，但你也不可倦怠了功课，以后除了帮忙干活，每日都要演习课业。那这日子，这岂不是比在家还要累啊？你可真是我亲姐。少贫嘴，不听话就把你赶回去，看爹不打你板子。相公，我去做饭，你想吃点什么？你做什么我吃什么，只要是你做的我都喜欢吃。不过小安来了，你多做几个硬菜。姐夫，我看是你想吃硬菜吧？你这嘴可真绝了，我姐都被你哄傻了。小驴兄弟，你在家吗？小驴啊，我刚收的虾蟹，会燕楼不要，你给我收了吧。我也不多要，你就按我的收货价给就行。赵金，你是不是没睡醒？你抢了我收虾蟹的生意，我不说什么，大家做生意各凭本事。但你收了货卖不出去，让我给你兜底，就是你不对了。我是你爹吗？赵小驴实在有些搞不懂，为什么穿越后遇到的反派一个比一个奇葩？这赵金眼红自己收虾蟹赚钱，抢了自己生意不说，自己处理不了回头，还要找自己来给他兜底。这种脑回路真是跟赵家那一窝子有的一拼，搞得好像自己穿越后欠了这个世界所有人一样。小驴啊，抢收虾蟹的生意是我不对，你看我这一车货都收了，你能不能送到天香居去？我保证以后不会再跟你抢这门生意了。赵金在汇燕楼赔了人家30两，他又去了天香居，本想着低价卖给他，结果天香居的掌柜看都不看他一眼。滚出去！没有办法，他只好将货又拉了回来。这批货可花了他近10两，要是砸在手里，那他岂不是要赔惨了？天香居不收我的货，还能不收你赵小驴的货？还有，你有钱你任性，你就算按黄金价收货，那也是你自己的事。另外，天香居也用不到这么多货，你再想想别的办法吧。怎么可能？天香居生意那么火爆，怎么会不收呢？小驴，你帮我想想办法啊！他本来对赵小驴会收自己这一车货的事是满怀信心的，此时乍听人家不收了，一下子就急了。这真没办法，我也没有门路分销这么多货啊。你怎么会没有门路呢？要不这样，我把这批货按半价卖给你，你看这样可以吗？半价我肯定是给不到的，我顶多按我现在的定价收。听到这话，赵金都要哭了。收这车货，他整整支出去10两，上集在汇燕楼他已经赔了30两，若是这10两也赔了，那他爹娘还不得打断自己的腿？家里一共趁个110来两，在村子里也算数一数二的富户，这可倒好，一下子砸进去40两。按你现在低价卖，我岂不是要赔死？我给的价已经很高了，你这一车货已经放了1天多，说不定有一些已经死了，价值要大打折扣。你这批货现在卖还能得1两多银子，可要是再过个1、2天，白送也没人要了。此时的赵金怀揣着刚刚从赵小驴那里卖货得来的1两又200万，
忧心忡忡的他一路都在想着怎么跟爹娘交代。结果刚回到自家门口，就看到院里站着一大群村里人，他们个个提着桶，此时正在和自己的2个媳妇吵架。哎，赵金回来了。赵金，你婆娘怎么回事？我们提着金钩和横行来卖，他俩却说不收了。你要不收我们这么多货怎么办？就是，我们为了捉这些小东西，可是1中午都没有休息，你不会不收的对吧？说不收肯定是你大媳妇张氏私自做主的，就是为了压价。那怎么行？咱们村里街坊的，你可不能赚这昧良心的钱。我们为了捉这些金钩和横行，可是下了功夫的。闭嘴！收购金钩和横行这门生意我不做了，你们去找赵小驴卖吧。你不做了，那赵小驴呢？也能给和你一样高的价吗？你还想高价卖？没听上次狗蛋说的吗？他那金钩和横行都降价了，连原价都卖不上。那我们不卖给他，赵金，我们还是卖给你。你继续收吧，我们大伙都支持你。滚！支持你大爷！你算个啥物件啊？你支持老子就得收！你以为你是玉帝老儿金口玉言啊？而另一边，赵小驴将刚刚从赵金那低价收来的虾蟹送到了天香居。哎呀，赵小哥，我正准备去找你呢，那虾蟹的量不够用啊，能不能想办法多收一些？见到刘掌柜一脸的焦急色，赵小驴有些疑惑。按理说赵金抢自己生意的那段时间，有自己老丈人那边帮忙供种，不应该缺货呀。刘掌柜，这几天我让大牛去我岳父家那边拉货，难道没来送？送是送到了，可是不够用啊。最近会宴楼那边的主顾也都突然跑到我这边来吃饭，这人一下暴增香辣蟹和蒜蓉虾根本不够用。说实话，最近也有人来我这问我收不收虾蟹，全让我给打发了。赵小哥，我这货可全指望你呢。刘掌柜的话让赵小驴心中有些感动。都说做生意讲的是利益至上，像刘掌柜这种重信承诺的生意伙伴真的很难得。虽说签了供货公证，可人家真要收点别人的货，自己还能怎样？刘掌柜，我就是过来给你送下河蟹的，只是这里的货有点多，今天肯定消耗不完。太好了，卖不完没关系，可以明天卖，怕的就是不够用啊。很快卖完货收了钱，赵小驴离开天香居，一路直奔同济堂。他要去找顾北，好几天未见了。知道顾北是个吃货，所以此次来送货，他特意在家做了酱油。今天他的心情很不错，谈好了盖房子的事，低价收了虾和蟹，自己的媳妇也越来越乐观自信，又得到李寡妇这么一个精明能干、心思坦荡的帮手。都说越努力越幸运，其实命运从不辜负积极乐观、心态端正的人。顾兄，你这是想哪家姑娘了？赵兄，你啥时候来的？我都站了半天了，就只见你专心致志的出神，怎么着？难道是17级被我喂了一波狗粮，想要娶媳妇了？赵兄开什么玩笑话？你那点狗粮还虐不死我。我最近得了一件神物，想着你或许用得上，刚刚是在盘算着什么时候去山泉村给你送去，所以出了神。一听这话，赵小驴有些意外。这顾北性情洒脱，向来心气很高，对于身外之物更是如此，能被他说成神物的定然不凡。关键还是准备送给自己的。赵小驴心中感动，虽说二人相识不久，可这份一见如故的情谊却是千金难求的。当下也不做作，笑着开口问道：能被顾兄说成神物的，我倒是相当好奇，究竟是什么好东西了？赶紧拿出来让我见识见识。赵兄稍后片刻。说完，顾北也不犹豫，跑回了内院。再回来时，怀里却抱着一个古朴的木盒。顾兄，这是什么？刚刚赵小驴猜想过很多种可能，但是却万万没想到顾北拿出来的东西竟然是这么个造型。面对赵小驴的好奇，顾北却是一脸的得意和神秘。赵兄，打开看看。顾兄，此弓不凡，当真如你所言，堪称神物，可有名字？开玩笑，我顾北看上的东西怎能俗了？这张弓乃是我师父早年云游时救过的一位将军所赠，只不过当初这张弓的弓弦已经断了，只剩一张弓胎，后来又给了我，一直扔在角落蒙尘多年。要不是最近偶得一根雄金，我都快忘了这张弓了。正好你平日打猎，索性赠予你了。雄金？听到雄金二字，赵小驴下意识的问道。其实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何顾北说了那么多，却单单对雄金二字起了兴趣。是这样。从顾北的口中，赵小驴得知，原来是最近山中出了一头疯熊，专拦过路的行人伤人。不过奇怪的是，这熊一通胡闹之后，却并不伤人。但纵使如此，还是吓得人们连连上报县衙。无奈县衙纠结了20多个好手，
经过一番恶斗，终于是除掉了这头飞熊。后来仵作检验发现这是头母熊，且乳水未断，想来应该是丢了幼崽，所以发狂。原来是这样。母熊，既如此，那这张弓就叫有熊是吧？有熊是？这名字当真是怪异。不过赵兄不要高兴得太早，这张弓可不是普通人能拉得开的，起码需要2担之力。听到顾北这话，赵小驴忍不住有些愕然。古代1担为120斤，而弓的受力不均，2担的弓要想拉开，绝非单纯的2担之力所能办到。相传吕布原本设计开弓有800斤之力，而黄忠用的弓也是2担弓。也就是说，我要能拉开这张弓，起码比得上黄忠之流了。想着，在顾北惊愕的目光中，只见赵小驴双手握弓，挺身发力。此刻的赵小驴面色冷，目光如炬，一声暴喝，原本笔直的弓弦，顾北凌乱了。他想着赵小驴怎么也要练习一些实力才能拉开，没想到对方一上手就来了个霸王开弓。我滴个娘嘞，你还真拉开了！初学者能拉开1担已经不错了，能开2担弓的已经算将帅之才了。赵兄未来大有前途啊！二人正说话间，医馆内却跑进来一个人。定睛一看，正是天香居的小二，而他火急火燎冲进医馆，却不为看病救人，而是专程来找赵小驴。赵小哥，终于找到你了。找我？难道是刘掌柜有什么急事忘了交代？不是我家掌柜有事，是刚刚我看到上次与你吵架的那个姑娘正跟一个男子一起，我把这事告诉了掌柜的，掌柜的觉得还是跟您交代一声，所以我这一路追到了这里。听小二的一番话，赵小驴记起来了，在第19集的时候，曾在天香居门口遇到赵雪跟一个男的在一起，而那男的正是镇上刚来的那个焦刺绣的先生，孙秀娘的儿子。他喜欢跟哪个男的在一起，那是他的自由，我没那闲心去管他。小哥，那小子可不是好东西，我上次亲眼见他把自己的妾给卖了，我怕他是拍花子，所以跟您知会一声。什么拍花子？一听拍花子这3个字，赵小驴再也坐不住了。说实话，那赵雪死活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就那样的人，即使出了什么意外，赵小驴也不会因为自己做了他15年的大哥而有什么负罪感，但在他心中始终有个执念，人贩子都该杀。小二哥，你可知道那孙秀娘住在哪里？知道。待赵小驴按照小二的指示赶到孙秀娘住处时，却只见大门上挂着一把铜锁。见此情景，赵小驴的心忍不住又沉了一下，他连忙敲开旁边邻居家的门，询问是否见到孙秀娘。1个时辰前我见过他，还问他做什么去，他说去买菜，不过这都1个时辰了，按理说早该回来了。这话一出，赵小驴扭头就走。如今他要赶回山泉村去赵家确认一件事，如果赵雪真被拐了，那他不会坐视不理。前世他在孤儿院里唯一的玩伴，就是在上学路被人贩子骗走的。虽然后来人贩子被绳之以法，但他的小伙伴却已经被卖了。等警方找到人时，已经过去了7年之久。彼时被挑断手筋脚筋的他，已经沦为了大山里的生育工具。而被解救的当天夜里，他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贼老三，我愿永世不入流水，只为唾弃，只为不公。赵雪呢？回来了没有？哟，今儿刮的什么风，把你这尊大佛给刮到我家来了。我问你，赵雪呢？你找小雪干什么？在外败坏她名声还不够，还想追到我们家来欺负人？大，小雪早上就出去捉金钩和横行了，她没有去你那卖货吗？她从来就没到我那卖过货。不可能，她昨天还卖金钩挣了20文钱，怎么会没去过你那儿？此时的赵氏见赵小驴一脸的严肃，他的心忍不住咯噔了一下，加上想起前几日赵翠花说过的事，他的心突然没来由的慌了起来。赵大郎，你是不是将小雪藏起来了？你还我闺女！听清楚了，我现在叫赵小驴，还有你再这样胡搅蛮缠，就真见不到你闺女了。你什么意思？与此同时，山泉村另一边，你放心，我没有恶意，此人应当算是我的一位故人。哦，那你打听的这个人应该是赵小驴，请问你找他有什么事吗？赵小驴，赵小驴，原来这是他现在的名字。望着眼前的女子如同尸神般，自顾自的喃喃重复着赵小驴这3个字。想起这人刚刚自称为赵小驴的故人，李寡妇又急忙补充说道：他以前不叫这个名字的，断亲后才改的名字。断亲？为何断亲？这赵家可不是个东西。提到断亲，李寡妇对赵小驴的遭遇及同情，也对赵家的无情愤怒，于是便将自己知道的前前后后讲了一遍。他这讲的咬牙切齿，却没注意到面前之人那面纱之后的脸色也逐渐变得阴沉如水。姑娘，可否告知那赵有福家在何处？就在村东头，他家门口有棵歪脖子树。不过如今小驴的日子好起来了，那赵家还是离得越远越好。你可千万别意气用事，给小驴惹了麻烦。
多谢姑娘告知。人呢？我去那男子家找过，家门紧锁，一家人都已经不见了踪影。我过来就是想问问赵雪在不在家，如今看来她并没有回来。赵氏听罢，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边哭还边捶自己的身体。小姐啊，是娘害了你啊，娘怎么就没有信你姑姑的话啊？你女儿丢了，你们不去找，这是准备靠嚎丧把人嚎回来吗？虽然孙秀娘母子这两个人贩子被抓住了，但是赵雪已经被人贩子从水路运走了，估计是追不到了。不知赵兄后面作何打算？时也命也，我们都尽力了，救不回来也没办法。虽然对赵氏一家厌恶至极，但赵小驴还是愿意在抓孙秀娘母子的同时顺带着救她。可让他专门跋山涉水去寻找赵雪的话，他不愿意。小妹和豆豆还在家等着我回去，我犯不着为了赵雪让他们在家担心。那明早我们在县城里逛逛，下午回去怎么样？听到顾北的话，想到傍晚他们进城时城内那荒凉的景象，赵小驴实在不知道有什么好逛的。你是不是觉得丰台县又破又穷？难道不是吗？我感觉这里连咱们镇子都不如。其实丰台县还是很热闹的，要不要兄弟我带你去见识见识？看到顾北那贼兮兮的样子，赵小驴哪会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地方？说来也是奇怪，这县城实行宵禁，但是烟花柳巷除外，那个地方一晚上都是灯火通明的。还是算了吧，我这3秒选手连家里那位都还没伺候明白呢。赵兄，以前我特别欣赏你只钟情于一位女子，没想到你是有难言之隐啊。看到顾北一脸的坏笑，赵小驴不淡定了，纵使他脸皮再厚，也架不住被人这么调侃。滚蛋！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只要瞄得准，还不是照样能打中？你这是病，得治啊！跟你讲，我这还真有一个方子，绝对有奇效。要不你求求我，我给你治治怎么样？时至8月底，窗外阴雨绵绵，此时的雨水已经隐隐透着西泉，而屋内却传出2个男人嬉笑的打骂声。男人之间的快乐有时候就是那么莫名其妙。这丰台县虽然破旧，但也有可取之处。光进城不收取入城费，这一点就为百姓节省了不少银子。而且刚刚抓孙秀娘母子报案，很快就来了，可见这里的治安也是不错的。新官上任3把火，这些都是新县令高思源上任后改的，你还不知道吧？咱这县令是1个月前才上任的，来这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治安和乱收费现象。那也是个有本事的，短短1个月的时间，硬是将混乱的丰台县给梳理顺了。只不过这样的人才放在这种又穷又破的边城，着实有些可惜。丰台县是离蛮夷最近的一个县，时刻要警惕北方的蛮族，所以这座城早早就宵禁了。这方面确实比不上都城。但你要说它是破城穷城，那还真不是。你别看这里的建筑大多都很陈旧，其实县城的人手里还是有一些积蓄的。既然有积蓄，为什么不将房屋修缮一番？我看这有些屋子墙皮都脱落了大半。这就和以前的战争有关了。20-30年前，新朝刚立，蛮夷在旁虎视眈眈，经常南下劫掠。那时国朝内部不太稳定，朝廷根本没精力管理边疆，导致蛮夷年年都来丰台县打秋风。此时的顾北一改之前的浪荡模样，如同想起了某些沉重的往事。每当蛮夷来时，百姓就只能弃城而逃，等蛮夷走后再回来。可每次回来，留给大家的都是破败不堪的景象，再精美的房子也被一把火烧成了灰烬。久而久之，人们就不愿花钱修缮房屋了，反正修好了，过不了多久也会被蛮夷破坏。虽然近20年蛮夷没在南下，但这里的百姓还是保留着这一习惯。赵小驴前世看过很多有关的纪录片，知道被外族侵略时最艰难的还是百姓。这里的百姓没有朝廷庇护，不放心将积蓄用在房屋修建上也是可以理解的。要是能一次将这些蛮族给收拾了，百姓也不用如此提心吊胆的过日子。20年前其实是有希望的，那时永宁侯率领10万铁骑深入蛮夷后方，准备偷袭蛮夷大军，可后面出了点意外，导致这场战争草草结束，蛮夷最终逃得一线生机。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是什么样的意外能让一场全歼的战争出现瑕疵？当时廖侯爷深入草原内部，伺机而动，可不知是谁传回消息说侯爷已经战死。顾北的话让他想起不久前程子昂的说辞，原来这一切都似乎与自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惜了侯夫人盖世巾帼，如今多年过去了，却仍是生死未知。这么多年想来，也是凶多吉少了。不知不觉时间已经深夜，两人各自回房睡觉。不知是不是因为听了顾北那番话的原因，这一晚赵小驴睡得并不安稳。他梦到蛮夷入侵，自己带着凤小妹和豆豆逃生，身后却有一道目光始终注视着他。回头望去，一个年约30的妇人身披盔甲，
浑身浴血的正冲他喊着什么，儿子那眼神中既有担忧，也有不舍。他身后的蛮兵正挥刀朝他的脖颈砍去。从梦中惊醒的赵小鱼开眼，才发现外面天色已经大亮。简单收拾了一下，二人便一路策马奔逃。要说此次能及时抓住人贩子孙秀宁，还多亏了顾北。要不是他骑着马带着赵小鱼一路狂奔到县城，那孙秀娘母子早就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在这交通和信息落后闭塞的古代，要想找到一个人，简直如同大海捞针。日暮西山，傍晚的余晖如同淡淡的金幕，笼罩着村口一大一小两个身影，正是凤小妹与豆豆。此时的凤小妹一脸的忧色，按照之前的约定，今日赵小驴该回来了。她带着豆豆在这里整整站了一天了，可那道身影却始终迟迟未见。娘，我想爹爹了，他是不是不要咱们了？傻豆豆胡说什么呢？爹爹怎么会不要你了呢？娘俩正说话间，一道熟悉的牛叫瞬间让豆豆原本苦巴巴的脑母一阵。这魔性的叫声他太熟悉了，正是爹爹不久前买来的牛。目光所及，伴着落日的余晖映入眼帘的，果然正是那头昂首挺胸迈着六亲不认不回的。是爹爹，爹爹，你终于回家了。没等赵小鱼靠近，豆豆便如离弦之箭般冲了过来。豆豆慢点，别摔了。看着爹爹壮壮向自己奔来的小鱼，赵小鱼怕他摔倒，急忙跳下车，弯腰一把将他抱入怀中。爹爹，您终于回来啦！紧紧搂住赵小驴的脖颈，这个小人的泪水像决堤的洪水一般涌出眼眶。整整2日未见爹爹一面，他心中惶恐不安，生怕爹爹抛下自己与娘亲不再回来。娘亲告诉过他，爹爹今日必定归家，但他却与娘亲从清晨苦守至正午，又从中午挨到夜幕降临，始终未能盼得爹爹身影出现。这一日，他稚嫩的心中充满了惶恐。好了好了，豆豆乖，爹爹这不就在这儿吗？看看爹爹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好好看。望着怀里刚刚还一直哄不好的豆豆，见到手镯的那一刻，瞬间转悲为喜。赵小驴顿时有些忍俊不禁。果然，不管哪个年纪的女生都喜欢各种各样的饰品。豆豆喜欢吗？喜欢，豆豆好喜欢。我回来了。平安归来便好。还没有吃饭吧？家里给你留了饭菜。天边的夕阳早已准时下班了，只留下一抹淡淡的余晖，映衬着小路上温馨的3口。金色的余晖中，赵小鱼一手抱着豆，一手牵着凤小妹，一家3口有说有笑的向家中走去。身后只留下像驴一样的牛和像熊一样的狗，默默的对视着。小妹啊，要不回头跟你男人商量商量，把这李寡妇收了吧？他这守了5年寡了，要我看都要干巴了。回头我弄2包耗子药，把我家男人也闷倒，然后也来你家当老三。你这贼婆子，再胡说，看我不把你这张破嘴缝上！哟，柱子娘，你这还扭捏上了，我就不信你4、5年不碰男人，你心里不痒。再说了，小驴长得人高马大的，肯定很厉害。小妹，我说的没错吧？都说3个女人一台戏，此话果然不假。小屋那3个女人扎成一堆，果然是什么都敢。纵使凤小妹身为过来之人，听到狗蛋娘的话，也不禁觉得羞臊。哎，不对呀，小妹，前2天你男人不是去县城了吗？这刚回来又跑出去了。是了，今日一早就去镇上天香居了，说是有事找刘掌柜谈。哎，要么说小妹你命好，前些年嫁到赵家遭了那么多罪，如今小驴真是越来越能耐了，你这日子都快要飞起来了。现在外面都说你是咱们村最有福的女人呢。就你话多。对了，小妹，前日赵大牛来打听小驴收青菜的事，我把具体的跟他讲过了，他不想跑客了，想着能不能跟着小驴长期做些活计。李婶子，这些事我相公交给你了，你自己做主就好，他相信你的能力的，放心大胆的去做就好了。哎呀，柱子娘，你这都快成驴家老2了，小驴现在对你是100个放心啊。滚蛋。与此同时，另一边，哪个缺心眼的在说我坏话？赵小哥，你这次来找我，难道是又研究出了什么新鲜的菜方吗？刘掌柜，这次可不是菜方，而是比菜方更有价值的东西。听到赵小驴这话，刘掌柜心中一震。要知道，赵小驴之前的2个菜方已经为天香居带来了可观的利益，使得他在东家那里备受重视，甚至还得到了主母的嘉奖和肯定。如果赵小驴这次带来的东西真如他所言能够创造更大的财富，那么自己若能成功促成这个交易，那他刘掌柜在程家岂不是要起飞了？哎呀，赵小哥，你就别卖关子了，快告诉我吧，到底是什么好东西？刘掌柜，劳烦您拿1块厨子用的抹布。刘掌柜一听赵小驴想要抹布，虽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赵小驴要用抹布，他哪能真给找块厨子用呢？要知道厨房油烟大，那厨子用的抹布简直就是从油缸里捞出来的一般，他怎好意思拿出来？
小二快去给赵小哥拿一块干净的抹布。等等，刘掌柜，我不要干净的抹布，给我拿块脏的，越脏越好，越油多越好。对了，顺道再接一盆热水来。掌柜见他神神秘秘，心下好奇更甚。抹布和热水很快就送来了。赵小驴一屁股坐在旁边的凳子上，然后从怀里掏出了一个油脂包，打开后里面是2块拇指大小的固体露了出来。见到此物，刘掌柜伸长了鼻子使劲嗅了嗅，结果预想中那神仙般的美味却丝毫没有，当下不禁有些失望，忍不住开口说道：赵小友，这就是你方才说的比菜方更值钱的东西，这东西狗都不吃吧？刘掌柜稍安勿躁，此物不是吃的，狗当然不会吃，等下且看这物件的神奇之处。说完，赵小驴不再解释，拿着手里黑的都看不出原本颜色的抹布，轻轻用手中之物涂抹，然后放在热水盆中一番搓洗。这怎么可能？见到赵小驴手中那块油的发黑的抹布，刘掌柜再也无法淡定了。能把这么重的油污清洗得如此干净之物，要不是亲眼所见，刘掌柜打死都不会相信这世间竟有如此奇异之物。这比皂角不知道好了多少倍，当真是奇物啊！刘掌柜一个生意人，在他眼中看到的可不仅仅是这肥皂的神奇功效，他看得更加的长远。赵小哥，这门生意实在是太大了，我可做不了主啊！你可不可以给我点时间，我去禀明少东家。赵小哥，咱们合作这么久了，你可一定要容我点时间，先不要去找别家谈这门生意。刘掌柜过滤了，如今咱们不仅仅是生意伙伴，在我心里您更是值得尊敬的大哥。您这份要求完全没问题，我等几天也无妨。哟呵，这一溜马屁拍的那叫一个响，可是听在刘掌柜耳中还就是舒坦。好，有赵小哥这句话，那某家就放心了。一番交涉皆大欢喜，在刘掌柜的热情相送下，赵小驴走出天香居，驾着牛车径直赶向桃花村，也就是他岳父家。岳父岳母在忙啊，这是准备种新一茬蔬菜吗？小驴来了，大牛这2天在村里收青菜，他让村民趁着时间还来得及再种一茬，等深秋的时候他还来收，刚好地里的菜吃的差不多了。我和小安爹想着翻了再种一茬青菜，到时候多少也是个收成。赵小驴知道赵大牛并没有告诉大家这青菜是自己收的，不然岳父岳母肯定会问自己关于酸菜的事，索性他也没说这事。现在酸菜还没有卖出去，说出来徒惹2人担心，倒不如等卖酸菜的时候再告诉2人。对了，大牛昨天来收菜，说你急匆匆的去了县城，没发生什么事吧？赵雪被拐了，我去县城抓拍花子去了。赵雪被拐了？就你妹？老赵家的小丫头，这好端端的，那丫头怎么会被拍花子拐走？没听说附近村里来了拍花子的事啊？就是她，前段时间镇上不是来了个绣娘吗？赵雪在绣娘那儿学了几天刺绣，被绣娘和她儿子给拐了。你让小妹看好豆豆，别让她一个人跑出去玩。知道老丈人这是听说赵雪的事，担心豆豆被拍花子拐走，便宽慰道：您放心，豆豆这几天跟着小妹读书呢，没出去玩。豆豆虽然是女孩子，但读书可以明智，女孩子多读点书也是好的，你也要识点字。像你这样天天往镇上跑，不识字总是会吃亏的。小妹读的书多，她教得了豆豆，便能教得了你，你也别不好意思，多跟她认几个字，这对你有好处。岳父说的有理，我这几天都跟着小妹学呢，已经认了不少字。嘴上虽然这么说，可他没说的是，只要自己一跟着凤小妹学识字，就忍不住的瞌睡。要是被自己老丈人知道自己这副求学的德行，还不得气吐血。对了，岳母，这是这2天你收购的金钩和横行卖的钱，一共14两，您收着。你这孩子这是干啥？金钩和横行是帮你收的，哪有我自己收钱的道理？你快收起来吧。岳母，您帮我解决了燃眉之急，我已经很感谢了。这货是您收的，收货的钱也是您出的，真算下来，我才是那个没有收钱的道理的人。这钱你就收着吧，小安也快要下场了，到时候花钱的地方多着呢。2人你推我让我纠结了半天，最终林母还是收下了钱。家里如今掏空了家底，他确实在为儿子明年开春科举的事忧心了。既然女婿如此坚持，那他也不再推辞。那岳父岳母我就先回去了，家里还有活计需要我回去做。听赵小驴说家中还有活计，凤家2老便也不做挽留。离开桃花村，赵小驴驾着牛车一路回到了山泉村。没想到刚到村口一到，满是幸灾乐祸的声音便传入了他的耳中。捕快都来了，你还不赶快跑，别一进家门就被捕快逮了的好。在古代，捕快找上门就相当于现代的警察上门，普通百姓无缘无故被警察找上门总归不是好事。赵小驴没想到自己都老老实实的穿越，竟然还被古代的警察找上门了。你说该不会是这阿扎货以前偷鸡摸狗的案子被翻出来了，捕快要抓他去坐牢吧？哼，我听说人一旦被抓入县牢，基本上就没有活着出来的。
哎呦，他要是死了，那小妹母女可怎么办哟？这才刚过几天好日子。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赵金和赵莹的两个媳妇刚嚷嚷了没几句，原本安静的村巷口立马围来了好事的村民，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空前的热情高涨。看来不管是现代还是古代，吃瓜群众永远都是无处不在啊！捕快都来了，你还不赶快跑？别一进家门就被捕快逮了的好。循声望去，说话之人正是赵金的媳妇张氏。哼，你们还有闲心管旁人的事，自己家里的事儿解决了吗？前几日赵金抢我虾蟹的生意赔了40两，他爹赵有根没打死他吧？此言一出，伤害不大，但是侮辱性极强。果然，刚刚还幸灾乐祸的三人，立马如同被踩了尾巴一般。赵小驴，我家变成现在这样都是你害的，活该你被捕快抓走。老天真是开了眼，收了你这个祸害。原来前几日赵金趁自己爹娘赵有根夫妇外出，擅自做主想要撬赵小驴的虾蟹生意，没成想到赔进去40两。赵有根夫妇从老丈人家拜寿回来后，一进屋就发现装银子的炕头柜被人撬了锁，他连忙打开柜子一看，发现家里的存款少了一半。待问清缘由后，赵有根夫妇差点一口气绝过去，那可是他们家2代人攒了一辈子才存下的钱。喘匀气的赵有根当场提起门口的铁锹，就要拍死赵金这个败家子。作孽啊！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逆子？当初怎么就没把你滋墙上？看我今天不拍死你这个畜生！赵小驴，要不是你我公公，也不会嚷着要把我们一家分出去。你倒是给村里人做了个好榜样，真是一粒屎坏了一锅粥。哎呦，你这一说还真是，你男人赵金学着我收虾蟹，你公公学着我分家，你们这一家这么崇拜我干什么？赵小驴，你个没儿子的绝户，就你肚子里那点歪水，谁稀罕跟你学？切！回头蹲了县衙大牢，看你还怎么嚣张！你还是操心赵金兄弟俩分家的事吧，总不能2家5口一辈子就这么生活在一起吧？还有我起码有个女儿，倒是你们妯娌俩嫁到赵家有5年了吧，连个蛋皮都没下，还有脸说我？赵小驴，你说谁绝户呢？信不信老子将你那2条还没长好的狗腿再给你打断？赵银原本蹲在一旁看笑话，听赵小驴这么说，他吐掉嘴里叼着的狗尾巴草，站起来怒气冲冲的拿手指向赵小驴。没有孩子一直是赵银心中的一根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根刺在他心中越扎越深。赵小驴阴阳他是绝户，这怎能让他不火冒三丈？相公，赵小驴说咱是绝户，你快锤死他！孙氏见自家相公来了脾气，腰杆子立马也跟着硬了起来。你个没用的娘们儿，快闭嘴吧！哼，不信。见自家相公在这赵小驴手里连个照面都没打就被揍得惨叫不断，孙氏立马扯着嗓子嚎了起来：赵小驴，捕快现在就在你家，我要去告你故意伤人！来，坐我车上来，我拉你过去，要打我奉陪，要告我现在就去，老子还有事没空跟你们在这打嘴炮。赵小驴这番话一落，原本还叫嚣的孙氏立马消停了下来，包括周围看热闹的村民也都静了声。刚刚的一番场面让他们又将遗忘许久的那个泼皮赵小驴记了起来。哼，都没事了是吧？没事，老子走了。说完，赵小驴驾着牛车慢悠悠地向自家走去。说实话，捕快上门他并不担心，自己没做什么亏心事，也不怕那啥敲门。到家门口时，看到何捕头带着2个捕快在院里喝水，凤小安正拿着茶壶在给几位添水，李寡妇和狗蛋娘一边腌酸菜一边拿眼偷瞄3人。柱子娘，你说这几个官老爷不会真来拿小驴的吧？闭嘴，少嚼舌根子，没看到人家还拿着牌匾吗？你家捉人还送牌匾？不知何捕头远道而来，实在是失礼。赵兄客气了，我今天是奉高大人的命来给你颁发奖励的。你们俩傻站着干啥？赶紧把牌匾给赵兄抬上来。哦，赵兄，这可是高大人亲笔提名的，大人上任1月有余，这是颁发的第1块牌匾，你小子可真让人羡慕啊！小子不才，感谢高大人厚爱，也劳烦几位大哥来我这跑一趟。只是不知高大人为何要奖给我这副牌匾？你前天夜里帮忙抓到的孙秀娘母子俩，经过县衙1夜的审理，发现他们俩是流窜于灵川州一带的拍花子。这2人已经通过各种手段拐卖了10来个女童。你这次是给咱们县出了一个大祸害啊！闻言，赵小驴之前的兴奋顿时荡然无存。10来个女童被拐，一想到当初自己刚穿越过来时看到豆豆那被泪水打湿、充满委屈与恐惧的小脸，赵小驴的心中痛如刀割。
那些被拐的孩子还能找回来吗？孙秀娘母子俩很聪明，他们拐的都是偏远地区的农家孩子，这样的家庭父母并不在意孩子的丢失，所以几乎没人报案。民不告，官不究，官府没办法跨县去寻找被卖的孩子，所以赵小驴心中悲哀。这个时代的百姓并不在意女孩的生死，拍花子就盯紧了这一点。正是因为大人不在意，这群人才会如此猖獗。赵小驴不敢想这些被拐走的孩子，在这个重男轻女的古代，迎接他们的会是怎样凄惨的命运。赵兄，莫要难过了，自己的父母都不在意，外人再怎么上心，也只是徒增神伤。眼下天色已晚，我等也该回去复命了。与此同时，另一边，孙氏扶着被揍得龇牙咧嘴的赵莹，正恨声抱怨：这赵小驴当真是个混不吝的，只盼去他家的那几个捕快赶紧将他带走了的好。还不是怪你这个没用的婆娘！你要给我生个一男半女的，谁还敢拿这事嘲笑老子？赵莹一番话，顿时让旁边的孙氏心虚的噤了声。赵家在山泉村怎么着也是数一数二的富户，她嫁到赵家这几年日子过得是相当惬意。美中不足的是肚子一直不争气，这让她缺了不少的底气，否则自己还不得蹦到天上。不行，今日被打这口气，我说什么也咽不下。相公要不算了吧，那赵小驴人高马大的，咱手里既没有他什么把柄，打又打不过。听到自家相公还要去找赵小驴的麻烦，孙氏立马担忧了起来，忍不住出言相劝。她是真怕自家男人去找麻烦，再被人家打一顿。如果你们真想报这一箭之仇，我倒是可以帮你。有福叔，你刚说帮我们报复你儿子赵小驴。见来人正是与赵小驴断了亲的赵家之主赵有福。赵莹凌乱了，这赵有福就算与赵小驴断了亲，可那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血缘关系是断不了的。报复赵小驴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当真是震碎了赵莹的三观。哼，谁说他是我儿子？我儿子赵大郎早就被现在这个赵小驴害死了。他现在是被邪祟上了身的妖物。赵小驴根本就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他是被精怪附了体来咱们村子害人的。你这么一说，我忽然发现这赵小驴变化确实挺大的。一个人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该不会真是被精怪附体了吧？哎呦，若真是精怪附体，那咱可得举全村之力将他给烧死，否则他祸害了全村可怎么办？俗话说，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村里几个好事的妇人一听赵金赵莹媳妇的话，立马觉得甚是有理，甚至连原本在赵小驴家腌酸菜的几个妇人也唯恐避之不及的从院子里跑了出来。那架势好像但凡跑慢一点就会被什么妖怪生吞了一般。哼，我说赵莹媳妇，小驴改邪归正本是好事，怎么到你嘴里就变成精怪附体了？我看你是嫉妒人家现在能耐了，故意诋毁人家，你还要怂恿村里人烧死人家，这么恶毒的心思，你还是个人吗？我看你更像个披着人皮的精怪。还有你们几个在小驴家帮工这些日子，人小驴可曾拖欠过你们1日工钱？做人要讲良心，莫做那听风就是雨的墙头草。村里人都惧怕精怪，若是谁被当成精怪，众人必定会倾全村之力将那人给活活烧死。10几年前，隔壁村里有一个人就是这样被活活烧死。当时这件事传遍了10里8村，这赵莹媳妇不可能不知道，但她依然将赵小驴的改变说成是精怪附体，这分明是想置赵小驴于死地啊！如今李寡妇跟着赵小驴讨生活，再也不用带着孩子套挖野菜苟活了。一听有人要置赵小驴于死地，立马像炸了毛的母虎。我说李寡妇，你不能因为自己在赵小驴这儿做活，就违心的说赵小驴没有被精怪附体，你这样会害了全村人的。怎么可能？你看他像是精怪附体的样子吗？人家的精神看起来比你我都正常。可要不是精怪附体，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不仅不打婆娘和孩子了，还学会了怎么做生意。就是以前咱都不知道金钩和横行能吃，可一夜之间，赵大郎不仅知道了这2种虫子能吃，还做起了贩卖金钩的生意。还有他现在腌制的酸菜，我听人说即使用了和他同样的料，腌出来的酸菜也比他腌的味道差很多。要不是精怪附体，两者之间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好像也是哦。听说他之前喝醉酒摔了一跤，醒来后就开始性情大变的，不会从那会儿开始就已经被精怪附体了吧？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原本就摇摆不定的几个妇人一听赵金赵莹媳妇说的，还真是有鼻子有眼的，当下又忍不住开始动摇，有几个甚至还跟着一起附和起哄。在他们心中不会记得赵小驴为自己提供了赚钱机会的恩情，他们只会不平，凭啥自己要给一个过去游手好闲的混子做帮工？如今有人起哄，立马勾起了他们心底一直被压抑的阴暗。我说赵金赵莹媳妇，你们俩出门是忘了穿裤子吗？把那2张恶心的嘴皮子露出来，逮着别人这一顿喷。你们家那俩男人没本事就这么损别人，你说人家是精怪附体，我且问你，你是亲眼看见了还是怎么着？哼！还有你们这些个墙头草，
谁不知道赵金、赵银跟赵小驴有过节？人家婆娘出来都把两句你们就信，你们不长良心也就算了，连脑子也没长。在场的你们哪家没有从小驴这里赚到过银子？一个精怪不但不害人，还带着村里人赚钱，说他被精怪附体了。信这话的人，脑子8成是掉粪缸里淹坏了。李寡妇没想到柱子娘平时大大咧咧，关键时刻这么生猛，说的话更是头头是道。一番说辞下来，周围几个跟着赵小驴做帮工的妇人顿时羞臊的涨红了脸，当下忍不住对狗蛋娘竖了个大拇哥。我信，我相信他就是被精怪附体了。此言一出，原本逐渐被控制的场面再次炸裂。只因说这话的人正是赵小驴断亲之前的母亲赵氏。这赵氏以前可是赵小驴的亲娘，她后来和赵小驴断绝关系，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发现赵小驴已经不是自己的儿子了？8成是这样的，要不然身为父母的怎么会忍心和儿子断亲？这又不是闺女。此时的赵氏一改之前手脚麻利的灵巧劲，被自己的儿媳妇小赵氏搀扶着，只见她满脸的悲痛之色，身子佝偻，脚步蹒跚，如同一个痛失爱子的风烛老人。大郎啊，我的儿呀，你死得好惨呐！娘早就发现你被人夺了身子，娘不想认杀人凶手做儿子，这才和这只占了你身体的精怪断亲的。如果你泉下有知，一定也能理解娘的无奈吧。娘，您别伤心了，大哥他一定能理解你的。好好好，娘不伤心，只是这精怪害了大郎的性命，绝不能再让他害其他人。各位乡亲，这只精怪害死了我儿，我绝不允许他再用我儿的身子害大伙，咱们一定要齐心协力将精怪烧死，以免他继续为祸村里。原本就不嫌事大的几个村民一听这亲娘都站出来指证了，赵小驴被精怪附体，这是8成是没跑的。当下有人跟着义愤填膺的嚷了起来：烧死他，不能让他为祸乡里。赵小驴呢，滚出来受死！他怕不是听说自己身份败露提早跑了吧？闭上你的狗嘴，再敢避避，信不信老娘打碎你一口狗牙！赵老婆子，你说小驴是精怪附体，拿出证据来。小驴不在家去镇上了，今天我就站在这里，我看你们谁敢踏进这个大门。还有我，贼婆子，你说你是因为发现小驴是被精怪附了体，才和他断的亲。那么你当初为什么不告诉村里人？若他真是精怪，你不告诉大家这件事，岂不是想眼睁睁的看着大家被害死？你安的什么心？赵氏只是为了给断亲这件事找个体面点的借口才这么说罢了，你们还真信啊？要我说，这老逼凳子定是为了某图小驴的家产。今天我赵大牛在此，谁敢踏前一步，不要怪老子锤死丫的！面对几十个好事者的叫嚣，3个人就这么倔强地堵在赵小驴的家门口。3道倔强的身影，如山如月，更如怒视群狼的猛虎。你放屁！我才不是为了他家财产这么说的，他就是精怪。我和我儿子朝夕相处，难道还不知道他是不是我儿子吗？对呀，赵大牛，你还是不要管闲事，害了一村人。人家亲娘说的话，那还有假？娘，我怕他们为什么想要烧死爹爹？豆豆乖，记住不管别人怎么说，他是世上最好的爹爹，他也是唯一不图回报一心一意爱着你的男人。柱子，我出去一下，你带着豆豆好好练字，不要出去。师傅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豆豆的。你以前虽身为我相公的娘亲，但是与他朝夕相处的人是我，最了解他的人也是我。一语出，众人惊。是啊，能与赵小驴朝夕相处的，除了凤小妹还能有谁？赵氏虽与赵小驴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可要自诩朝夕相处，赵氏的确不配。小驴媳妇，既然你站出来了，那大家伙在这里就要你一句实话，你到底有没有怀疑过你相公被精怪附体？哼，从来没有。对呀，你们眼都不瞎，小妹母女现在的精气神，岂是之前在赵家是能比的？那就是个狼窝。精怪附到人身上，肯定是为了吸食人的精气的。先不说小妹和豆豆，自打小驴分家也有几个月了，村里受小驴恩惠的不少，可有谁被小驴害过？你们不要听这几个人胡说，精怪擅长蛊惑人心，这几个人与那精怪一起待久了，早就被迷惑了心智。大家伙一起把那精怪捉住烧了，也免了后顾之忧。那精怪现在不害人，说不定有更大的图谋。逆着风，扬着帆，那才是远方。今日谁敢踏前一步，杀！贼妇，你可还记得我？大人，老身记得，求大人饶命啊！我且问你，
赵小驴可是被精怪附身。不是，是我鬼迷心窍，信口雌黄。哼，滚！小子，你认识我吗？干啥？你是太阳啊，我凭啥非得认识你？不认识没关系，过几天你就认识我了。咋的？你还想飙起来上天当太阳啊？今天真是长了见识了，我只知道一个女人能生几个孩子，可没听说过一个孩子需要几个女人一起生啊。柱子娘，你说小驴怎么那么多娘啊？滚蛋！刚刚吵架的时候看你脑子还挺灵光的，怎么这会又犯浑？你以为小驴是变形金刚吗？还分车间生产部件组装。哎呀，我只是没想到这小驴还真不是池中之物啊。我说李寡妇，你可得把握好机会。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你以后跟着小驴混好了，我也可以跟着你沾沾光不是？闭嘴！不好好干活，一天天脑子里想什么呢？小驴日后怎么样，那是他自己的造化，做好自己的事，不该想的不要想，不该说的也不要乱嚼舌根子。不知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吗？请问您是？眼前的女子并没有回应赵小驴刚刚的问题，她只是怔怔地凝视着赵小驴。虽然隔着面纱，可赵小驴依然能够从她的身上感受到浓浓的思念和悲戚。虽说自己是穿越而来，可即便是在后世，她也是个孤儿。母亲这个词于她而言，既陌生又渴望。孩子，我是你的姨母王于熙，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你们母子，苍天有眼，终于让我寻得你。只是你娘她这么多年了，却始终杳无音讯。姨母，根据眼前这个女人的话，赵小驴得知20年前自己的母亲带着小妹王于熙共赴疆场去寻找廖侯爷，只是没想到途径丰台县遭人设计被困。随着一次次的拼杀，廖夫人的随身亲卫越来越少，无奈临盆之际，他只得嘱托自己的妹妹王于熙杀出重围寻求救。这些年来，他一直隐姓埋名，深居简出，除了寻找姐姐母子，也在暗中调查当年设计之人。娘，这个漂亮奶奶是谁啊？豆豆扬着小脸，一脸疑惑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回应。此时的凤小妹正自满心的忧虑，除了程子昂，如今连赵小驴母亲的娘家人都找来了。她不知道，如果自己这个穿越来的相公真认祖归宗，那么以他届时显赫的身份地位，自己和豆豆该何去何从？漂亮奶奶，你是谁啊？没有得到凤小妹的回应，索性豆豆自己问了出来。如今的小丫头比之前在赵家时胆子大了许多，一个女孩子有父亲的宠爱，总是会更容易建立自信。乖，我知道你叫豆豆是吧？真是个漂亮的好孩子，我是你的姨奶奶。姨奶奶好，你怎么知道我叫豆豆？以前爹爹还很坏的时候给我取的名字，说是吃饭睡觉打豆豆。望着提到自己名字就委屈巴巴的小丫头，她绷不住了。都说隔辈亲，望着怀里的小丫头，她的鼻子酸酸的。快20年了，她多想告诉自己的姐姐，如今自己找到了她的儿子，而且她还有一个可爱的孙女。孩子，你们之前在赵家那些年受苦了，可笑我找了你们这么多年，竟然没有想到你会被托付给这家人，我早该想到的。姨母，这赵有福一家跟我母亲究竟有何渊源？听到自己这个姨母刚刚的一番话，赵小驴忍不住好奇。之前他曾推测过原主被寄养在赵家的原因，可那毕竟只是猜测。当年强敌环伺，你母亲即将临盆，她担心没精力照顾你，而那赵氏孕期与你娘相近，于是便招了她，准备做你的奶育。只是没想到我走后发生了那么多的事。原来那赵氏知道我的身份。她并不知道。当初虽然招了她，但那时你母亲还没生产，那赵氏也没见过你的母亲，更不知道你母亲的身份，她只见过我和你母亲的一名亲卫。望着眼前这个身为姨母的女人，赵小驴从她的情绪中感受到了什么叫姐妹情深。为了寻找自己的姐姐，他放弃了自己的生活，20年隐姓埋名，背井离乡，这岂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我知道程家人找过你了，现在的你还没有自保的能力，而我目前还不能暴露。你母亲至今没有音讯，当年构陷我们的幕后黑手还没有查清，待我走后，你要步步为营，提防有心之人，切不可过早暴露了自己。姨母珍重，我都记下了。赵小驴知道眼前女子的执念，今日是相识也是离别，而自己能做的就是不要给真正在乎自己的人找麻烦。李婶子，狗蛋娘，今日之事小妹都与我讲过了，谢谢。说实话，他没有想到自己今日去了镇上一趟，家中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他深知在古代这种程度的造谣真的会害死人，
而李寡妇与狗蛋娘还有赵大牛面对半个村子人的叫嚣，却依然坚定地站在自己这一边。小驴客气了，真要说谢谢也是该我说。想我一个寡妇带着孩子苟活于世，每日睁开眼等待我的只有无尽的绝望。我甚至从来都不敢想自己有朝一日不会再为一日三餐发愁。如今我们娘俩不但能吃饱，小柱还能跟着小妹学识字，此份恩情于我而言大过天地。是啊，小驴子太客气了。我虽不如小柱娘明事理，但也不傻。今日那群人明显就是故意在找茬，我心里亮着呢，眼睛更不瞎。入夜，农历8月14，夜空中的月亮在群星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的皎洁。房顶上夫妻二人静静地依偎在一起。小妹，今日只是委屈你了，想不到招金招银的两个婆娘居然与赵家勾结在一起陷害我。不过他们说的也没错，严格来说我还真是精怪上了身。头顶星月辉映，秋天的夜晚带着些许的凉意。然而两个紧紧依偎在一起的人儿却丝毫不觉得寒冷。自穿越而来，随着日子一天天度过，两颗心越靠越近。正如此时两具紧紧依偎在一起的身体，两颗心有力地跳动着，溅起爱的浪花流遍全身，也温暖着彼此。相公，你觉得李婶子怎么样？啥意思？媳妇，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又到了动物们繁殖的季节。结束了。相公，李婶子的事作何打算呢？我都这样了，你还要在我心口扎刀子？明日我要去镇上找姑北要房子。小点声，豆豆正睡着呢。朝阳初上，晨光带着淡淡的和煦刺穿了秋叶留下的些许凉。赵小驴连早饭都没来得及吃，便心急火燎地驾着牛车向镇上走去。昨夜他突然悟了，看来光枪法好也不行啊。赵兄，那几副药一定要按时服用。小点声，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吗？对了，过几日我新房建成，到时候记得来，我给你做螺蛳粉。又有好吃的了，好，我到时候一定去。那螺蛳粉味道如何？妙不可言。我走了。离开同济堂，赵小驴买了些肉食，便赶往赵翠花家。在赵家生活了19年，这个姑姑没少照顾自己。要说赵家这样一家子奇葩，能出赵翠花这么一个有人情味的，当真是不易。大郎来了。哼，我们家都被你害惨了，你还来干什么？是来看我们饿死了没有吗？闭嘴，怎么跟你表哥说话呢？姑父，家里发生什么事了？自己这姑父刘大生是个木匠，为人厚道，对原主也还不错。而且以往那些年能允许自己的婆娘赵翠花那般接济赵家，便能看出刘大生是个不错的人。可就这样一个人，今日却突然对赵小驴不冷不热的，要说没发生什么事，打死他都不信。你还好意思问怎么了？要不是你告诉舅舅舅母，说小雪被孙秀娘和她儿子拐走了，他们怎么会到我家来闹？还将我们家的钱都抢走了。姑姑，赵家找上门了。这件事怪我，要不是我当初将小雪接到家里来学刺绣，也不会有现在这些事。你也是出于好心，谁会想到小雪这丫头小年纪却有那心思呢？你也别自责了，钱没了咱再慢慢挣，欠的外债咱也可以慢慢还，只要咱一家好好的，没有过不去的坎。见到赵翠花开始自责，刘大生并没有将怒火加到这个女人身上，反而出言安慰。仅从这一点便可看出赵大生对赵翠花是极好的。嫂嫂都带着小挠挠回娘家不回来了，咱家还能好好的吗？姑姑，赵家到底做了啥？前段时间你告诉我小雪的事后，我去提醒大嫂看好小雪，不要让她出去，以免被别人给骗了。结果小雪非说她只是捉了金钩去你那儿卖，没去镇上。大嫂信以为真，明里暗里的讽刺我是不想让小雪在家常住，所以才将她送回去的，还说我心黑，故意坏侄女的名声。我当时心里不舒服，便没再说什么就离开了。谁知仅仅过了2天，小雪就被拐了。刚开始大家都只知道镇上出了拍花子，却不知道谁家的孩子被拐走了。可随着县太爷给你颁发了牌匾，这事儿在全镇传开，你帮县衙抓住了孙秀娘和马良这对拍花子的事儿，传得人尽皆知。大嫂知道小雪是被孙秀娘拐走的之后，就立马带着大哥和二郎来了。他非说是我害了小雪，要不是我将小雪接到镇上来，他也不会和马良认识，那就不会被拐走。大嫂非要让我将小雪赔给他，不赔就要去县衙告我和拍花子勾结拐走了他女儿。这种事那赵氏能干得出来，
可你是赵有福的亲妹妹，难道他婆娘这么欺负你，他就没说什么？大哥他说我这个做姑姑的不称职，要是我在小雪学刺绣的那段时间多留意一下他就不会和马良交往过深，那也就不会被他拐跑了。赵有福真不是个东西，翠花是为了让小雪有个傍身的手艺，才将人接过来学刺绣的。那段时间，翠花可是尽心尽力的在照顾小雪，可她却怪翠花没有看好她闺女。这家人全都是狼心狗肺的东西。赵雪都已经被拐走了，你去哪赔个人给她？我当时也是这么说的，可大嫂非要让我赔人，赔不了人就赔钱。她当时就躺在我们家大门口哭闹撒泼，我被她纠缠的脑壳疼，便问她要多少钱。她说小雪已经是个大姑娘了，再过1-2年就能说清了。小雪长得好看，彩礼要个50两不在话下，让我给她赔50两。50两？就赵雪那长相，跟她娘一样的尖酸相，狗都不想看她第2眼。别说50两，5两别人都嫌多，她是怎么好意思开口要50两的？这简直就是明抢！姑姑，难道你真给了？我家哪有这么多呀？你姑父和小旭干了这么多年的木匠，也才堪堪攒下了30几两。大嫂见我拿不出钱来，就要去县衙告我，你姑父怕我被衙门的人带走，便咬牙答应了下来。家里的钱不够，你姑父就将刚进的一批木材卖了，不够的部分又找人借了些。家里的积蓄是你姑父和小旭2人攒下来的，如今不仅全赔出去了，还欠了一笔外债。小旭媳妇自然是不愿意的，一气之下抱着挠挠回娘家了。赵翠花嫁给刘大生后生了2个儿子，大儿子刘旭，小儿子刘俊。听完刚刚一番话，赵小驴忍不住暗自叹息，他这个便宜姑姑和姑父的性子实在是太软了，这才让赵氏给欺负成了这样。但他也能理解刘大生，赵翠花即使被带去县衙，最终也不会有事。可这是古代，女人一旦被抓进大牢，不管有没有事，名声都会坏掉。而赵氏以拍花子帮凶这条罪名状告赵翠花，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帮凶，县衙都会先将人带去大牢关着。而赵氏肯定是知道刘大生不会让赵翠花去衙门，所以才敢张口要那么多钱。姑姑，这是50两，你拿着。如果小旭这次依然没能接回挠挠，你就让他拿着钱再跑一趟，就说家里现在有钱了，让他回来。不行，我哪能要你的钱？不成。大郎，没有让你出钱的道理，收起来吧。大郎哥哥，你真愿意把这50两给我们家？姑姑、姑父，这钱我不是白给你们的，我想和姑父合伙做家具的生意，这是入股的份子钱。大郎，我这生意赚不了多少钱，你这50两银子投进来，可能会血本无归，这样你也愿意吗？姑父，我手里有几套家具的设计图，等我明天来天象局送货的时候带给你，你照着图纸做，肯定会有不少人来买的。刘大生本是个老实人，收益虽不错，可也没什么脑子。听赵小驴这么说，便也没再拒绝。好了，没什么事，那我便回去了。对了，姑姑、姑父，你们明天哪也别去，就在家等我。等我来了，咱一起去趟县衙。去县衙干什么？当然是去状告赵家人敲诈勒索。那50两银子怎么着也得要回来。不行啊，大郎，要是告到县衙，那大哥大嫂他们……姑姑，你现在还在为那家人着想，可是你叫大哥大嫂的那家人有把你当成他们的亲人吗？大郎，还是算了吧。若赵有福夫妻俩反过来状告你姑姑，那……姑父放心，那县令本就清廉，这次他一定会为姑姑做主的。而且他能大老远的派人给我送牌匾，就说明他对我有些想法。你说县令大老爷对你有想法？相公，吃了顾北大夫的药，你的身子是不是就好了？小驴咋了？跟你有啥关系？放回去。那个媳妇，跟你说个事，我明日要去一趟县城衙门状告赵氏一家。说着，赵小驴便将赵氏一家如何借着自家女儿赵雪被拐的事敲诈自己亲妹妹的过程讲了一遍。只听得凤小妹唏嘘不已，同时也为赵家的疯狗行径感到担忧。你状告那赵氏一家，他们会不会缠上咱家？毕竟他们连自己的亲妹妹都讹，咱们虽然跟他们断了亲，可我还是有些担心。你猜他明知道是我帮县衙抓了孙秀娘母子，却没有追回赵雪，他为什么不来家里跟我闹着要人？为啥？说实话，连凤小妹都感到奇怪。按照赵氏那种刁蛮的性格，在得知了赵小驴明明抓住了拍花子，却不救他们的女儿这事，肯定会闹上门。但是这些日子过去了，他们却一点反应都没有。看到那个了没？他不敢，他现在也就敢跟着大家起哄，让他来家里闹，他就算不怕我，也怕门上的那块牌匾呢。我家相公就是厉害，得了这么快护家匾额，都不怕难缠的人上门闹了。现在觉得你家相公我厉害了，不嫌弃3秒了吗？一句调侃，凤小妹顿时羞红了脸。虽说这个男人总是动不动的调侃自己，但直到目前为止，她还是会因为这些大胆的话感到羞臊。当然心底也总是有那么一种隐隐的欢喜，这个男人是在乎自己的。
小驴不好了，咱们被针对了。原本温馨暧昧的气氛突然被一道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了。不用看赵小驴也知道是谁，一听那充满海绵宝宝味道的个性声，他就知道是赵大牛。不过见赵大牛一副火烧眉毛的样子，当下心中一惊。海绵宝宝，你遇到什么事了？你们人有没有事啊？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都没事，但是收购青菜遇上了麻烦。听赵大牛说人没事，赵小驴当下松了一口气。如今5个人在外帮自己收青菜，要是他们人出了什么意外，赵小驴的内心是过意不去的。在他心里赚钱固然重要，但也要建立在人平安的情况下。人没事就好，看你这火急火燎的，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昨天早上我在别的村子收青菜的时候还好好的，但是下午有人过来说他也收青菜，而且比我出的价格还贵1厘。村民听闻便纷纷将菜卖给了他，我也没有在意，想着这里收不到我就去其他地方收。可你猜怎么着？那人居然也跟了上来，我去哪他就跟到哪。随着赵大牛的解释，赵小驴知道了，这是有人在故意针对自己，为的就是让自己不能按时完成酸菜的订单。不过他一个后世穿越而来的人，虽然没系统没金手指，但是他自信自己的智商绝对是碾压这里大部分人的，想着便心生一计。大牛，你这样收青菜喽，8厘1斤。收青菜喽，1文1斤。1斤青菜1文5厘，有多少收多少。1斤青菜2文，有多少收多少。熊二，多替我们收点。扔下这句话，赵大牛满脸戏谑地停车转身离去，只留下一脸懵逼的叫嚣者茫然地盯着赵大牛远去的背影。赵兄，你怎么来了？这是遇到什么事了？何大哥好，我是来鸣冤的，只不过此次来的匆忙，还没来得及写状纸。写什么状纸？来，我带你去见高大人，有什么冤情，一并与大人讲了便是。见此一幕，跟在身后的刘大生与赵翠花忍不住感叹：如今自己这侄子改邪归正后，当真是越来越了不得。如今连衙门都有相属，而且看对方态度还很尊重赵小驴，当下心中胆气也跟着壮了不少。2人跟着赵小驴径直进了大堂。草民有冤要伸，还请大人为草民等人做主。他喊完之后，久久不见上方的人说话。赵小驴心下奇怪，便抬起眼皮，偷偷朝上望去，见县令正双眼一眨也不眨地盯着他。完犊子了！上次程子昂说过，这高县令是侯夫人的娘家人。上次抓孙秀娘无子天黑，他没仔细看我的相貌，如今青天白日的这货，估计是认出我来了。大人，堂下有人申冤。那个堂下之人有何冤情？像，太像了，简直是一个模子抠出来的。20年了，整整找了20年了。堂上高思源激动的手都忍不住颤抖，堂下赵小驴唧唧歪歪将赵氏一家的行径说了一遍。至于高思远听进去多少，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直到赵小驴说完，众人等了半天，高思远才反应过来。旁边何捕头一脸的懵逼，今天高大人是怎么了？从始至终都在出神。好，何捕头，你带人去将那一家贼人抓来。那个大人，您不审一审吗？审什么？他刚刚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我尼玛，这也行？好了，如今天色已晚，待捕头将人抓来也是深夜了。你2人明日午时再来，若你们所言为真，本官自会为你们做主。对了，你留下，我还有一些有关本案的细节要问你。至于你的那个姑姑和姑父，现在可以走了。妈蛋的，古代当官的这么牛皮吗？可以随便扣人？你他妈确定你要问我关于本案的细节吗？那个大人，我们从桃花镇来，还没有找到落脚的地方，可否允许草民先找个地方将姑姑姑父安顿下来？怀东，你带他们去找个地方住下，切记不可鲁莽，规格要高。你今年多大了？快20了。好，时间对上了。你家中还有什么人？父母是否健在？现在家里只有媳妇和孩子，不过2个月前我有父母弟妹，还有一个双生弟弟，我是双生的。不可能，你唬老子！情急之下，高思远直接爆了粗口，各种因素条件全部吻合，只有他这个山前村赵氏长子的身份对不上。高思远身为县令，学富五车，他自然有自己的判断。不过见赵小驴坚持，他也没有再说什么。高家人找了20年，
20年都等了他，又怎会在乎剩下的这点时间？本官知道了，你先回去吧。草民告退。哼，小子，你肯定就是我表弟来人。大人，你去查一件事。赵翠花，你个贱人，你居然敢状告亲哥亲嫂，看我不撕烂你的嘴！赵有福，将你婆娘拉开，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哼，在古代不忠不孝乃是重罪，可是这个叫赵小驴的人，不但将自己的父母告上了法庭，甚至还对其大打出手。更诡异的是，屏幕前的观众见了，却拍手叫好。姑父，这婆子都对你老婆开大招了，你还在那讲究什么男女大防了？你个孽种，不知道谁亲谁后的畜生！老娘真是白养了你20年，才让你和别人合起伙来欺负自己的亲娘。哼，你最好搞清楚，我跟你到底是利用关系还是亲缘关系。大人，这赵小驴虽与我等断了亲，可也毕竟有血缘关系。且不说此次状告我们原因如何，单就不孝之举就该当诛，请大人严惩此等不忠不孝之徒。哼，你是在教我怎么做事？草民不敢。来人，将咆哮公堂者拖下去打10大板。大人，民妇知错了，求大人开恩，求大人开恩啊！大人饶命，老婆子她是被气到了，并没有藐视公堂的意思啊！大人，哼，本官还在这里，他就敢如此撒泼，这还不是藐视公堂吗？给我打！大人，我错了，求您饶了我，我真的错了的。原本喧嚣的公堂下一刻便被一阵杀猪般的惨嚎所取代。在场众人见到眼前一幕，心中各怀心思。赵小驴冷冷地看着趴在地上的赵氏，眼神中隐隐流出一丝快意。然而这一幕落在心思缜密的高思源眼中，却让他忍不住微微抿起了嘴角。小子还说你是这赵氏所生，哪个儿子见自己亲娘被打不怒反喜的？小驴，你求县太爷，快别打了，不然要出人命了。姑姑，人只能自救，你如果再这样下去，谁也救不了你。赵氏为什么敢当着大伙的面和你撕扯？就是吃定了你和姑父不会还手，你难道一辈子都要让他欺负吗？哼！这次要不是我出手，你大儿子小旭的家就散了，而他下一次再来时，散的就是你们这个大家。可是，翠花，小驴说的对，咱要看清谁才是咱的亲人，不能干仇者快亲者痛的事情了。这次要不是小驴，你就永远见不到你的小孙女挠挠了，这对咱大儿子小旭公平吗？我娘从小告诉我，大哥永远是我的后盾。大生，难道我真的错了吗？赵翠花，你个不得好死的贼婆娘，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小驴，姑姑知道该怎么做了，谢谢你。赵有福、赵氏、刘大生夫妇状告你们2人讹诈了他们50两白银，可有此事？大人，赵翠花和孙秀娘母子合伙拐卖了草民的小女，草民和贱内才去找他索赔的，并没有讹诈他们的银钱。赵翠花不可置信地望向赵有福，此时那所谓的大哥一脸恨意的神情，让赵翠花原本就被撕裂的心再次狠狠一颤。直到此时此刻，他才真正明白自己一直坚守的这份所谓的亲情究竟有多么可笑。大人，民妇乃赵雪的姑姑，又怎么会伙同他人拐卖自己的亲侄女？还请大人明鉴。赵有福，你可有证据证明赵翠花参与了你女儿赵雪被拐一事？启禀大人，如果不是赵翠花诱骗我女儿，怎么能去学刺绣？偏偏拍花子也正是那绣娘师傅，如果不是合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偏偏只丢了我女儿赵雪。对，就是你和其他人合伙拐走了小雪。赵有福，你别血口喷人，翠花是你亲妹妹啊，你怎么能这么冤枉她？大人，想必何不快已经对你说过从山泉村了解到的情况了。赵翠花作为赵有福的妹妹，不但时时拿银两接济他这个无能的大哥，每次回娘家都会给几个孩子带礼物，10几年算下来，光花在赵有福一家身上的银两就不知几何了。卖那赵雪才几两银钱，这种赔本买卖但凡带点脑子的人都不会做啊。心思缜密，说话条理清晰，这可不是一介草民能做到的。小子，看你准备瞒到什么时候？既然你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这样吧，和捕头，你带2人快马加鞭朝京城方向赶，若能碰上押送孙秀娘母子的囚车，便让他们娘俩再想想是否遗漏了某个同伙淮东。你再去一趟山泉村，跟村民仔细核实赵小驴所说是否属实。两边没有确切消息传来之前，赵有福、赵氏你2人作为被告，就暂时先押入大牢，等两边核实完之后再做定论。赵氏一听自己要被押入大牢，急忙翻身跪起来，刚刚那副被打得半死不活的样子完全消失了。我不要进大牢，我不要进大牢！大人，民妇错了，是民妇说了谎，赵翠花并没有拐卖赵雪，
民妇认罪，求大人开恩，不要让民妇蹲大牢啊！大人。赵有福，你呢？赵翠花没有拐卖草民的女儿，草民认罪。赵有福、赵世娥诈刘大生、赵翠花夫妇50两银子一事，确凿无疑，现2人即刻归还银子。另赵氏夫妇诬陷他人，藐视公堂，拘留10日，罚款10两，以示惩戒。了却心事，为赵翠花讨回了公道。赵小驴不再多留，一路赶向家中。他知道小妹还在家中为自己担心，豆豆也在等着自己。家的温暖如同心灵的召唤，更如风筝的线，牵引着他星夜兼程，踏向心灵的归处。娘，是爹爹，爹爹回来了。刚到家门口，一道小小的身影雀跃着奔向自己，而那道身影的后面站着的正是一脸含笑的凤小妹。姐夫，你回来了。这2天我姐一直担心你，人都饿瘦了。啊，做你的课业去，瞎说啥？姐，今天可是祭月啊，你就不能让我玩一会？赵小驴一愣，不知不觉已经到了祭月的日子。祭月也就是后世的中秋节，一家人团聚的日子。今天祭月啊，瞧我都过糊涂了。小安祭月你怎么不回去陪你爹娘，留下他们2个老人在家多冷清啊？我娘说，祭月之日家人越多福气越多，所以他们让我过来，这样你们一家的福气就能多一份。自穿越而来，遇到这样一家人是赵小驴的福气。妻子贤惠温婉，丈人通情达理，厚爱子女，在凤家人的心中，自己就是他们的家人。中秋节是一家人团聚的日子，既然是团聚的日子，那一家人就一定要在一起。小妹，你准备一下材料，我去接岳父岳母。祭月仪式要等到亥时，时间还来得及。别去了，天色已暗，路上不安全。望着凤小妹眼中一闪而逝的喜悦，赵小驴怎会不知她也想把爹娘接来？但这个女人更担心自己的安危，所以才会这么说。放心吧，今晚月色很亮，不会有事的。姐姐，姐夫愿意接爹娘过来祭月，可见是将爹娘当成一家人了。他真的变好了。星月之下，望着那道远去的背影，凤小妹笑了。她没有告诉风小爱的事，这个男人不是变好了，而是一直都很好。而另一边，凤家的院子里已经放好了桌子，桌上摆着2盘月饼和1盘苹果。二老静静地坐在桌前，头顶星月璀璨，只不过2人的身影在月光下显得有些落寞。老头子，你说小妹和小安他们现在在干什么呢？谁知道呢？也许他们正在忙着祭月的事呢吧。看时间也快到亥时了。我说你这老婆子也真是的，小安中午都已经回来了，你却偏要把人打发走。如果小安在家里也能稍微热闹一些。现在好了，咱们2个老家伙在这里干瞪眼。你懂什么？哪家祈福的人越多，天上的神仙就越容易听到他们的声音，也就会给那家降下更多的福祉。咱们2个老东西要那么多福气做什么？小妹他们正年轻，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让小安去他姐家和大家一起祈福，这样他们得到的福气才会更多。那你现在又哼哼个啥？我说你这死老头子干啥非要和我呛？我想孩子们了，见不着还不能念叨2句了。岳父岳母，您2老这是已经开始赏月了。小驴，你怎么来了？当然是接您2老过节呀。祭月是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少了您2老的祭月，不算家人团聚。西风着意送归船，家境总欣然。去日梅开烂漫，归时秋满山川。京华镌刻难堪机丝，历尽绸边。寄予衡娥休笑，月圆人亦团圆。江公子，咱们怎么办？为了垄断这丰台县的青菜，我可是借了100多两的高利贷。如今他赵小驴从别的县城收青菜，那我收的那1万多斤岂不是要烂在手中？这事要是被我婆娘知道了，得活活扒了我的皮啊！李兄莫急，为今之计只能劫了赵小驴的那批货，带我去找些帮手来。这样他就不得不从我们手里也买菜了。到时候你将手里的青菜高价卖给他，就不信他不要。眼前密谋2人被唤作李兄的，正是赵小驴穿越前原主的狐朋狗友李海。只不过自赵小驴穿越后，便不再搭理此人。而这李海眼见曾经不学无术的酒肉朋友，如今越来越好，变起了歪心思。这边诡计密谋的同时，另一边，我的个娘咧！柱子娘，这老大一船青菜，咱们怎么搬回山泉村去啊？小驴已经找好了搬运的人手和车队，咱们指挥好就成。俺的个娘咧！谁能想到咱们2个娘们如今也是个工头了哈！混蛋！
小驴是信任咱们，一会装卸的人来了，咱们要指挥好，别给小驴添了乱子。巨大的甲板上堆满了如山的青菜。丰台县虽有港口，可基本都用来运送过商旅货物。这里的居民什么时候见过这么一大船的青菜？一时间都围在周边瞧着热闹。而天香居的刘掌柜也帮赵小驴足足找来了数十辆的马车，一时间整个港口人声鼎沸，热火朝天。哎，你听说了没？据说这老大一船青菜是山泉村一个叫赵小驴的人收的。听说了，据说那人之前是个街溜子，摔了一下脑袋，醒来后就如同神仙附体，简直就是小母牛坐飞机。大朗哥，小旭，以后叫驴哥，这些日子辛苦你了。小驴哥客气了。当初要不是你那50两，我婆娘和孩子至今都不会回来，而且你还帮我娘讨回了被赵氏一家讹的银子。原来，自从赵大牛收青菜被针对后，赵小驴便找到姑姑的大儿子刘旭，让他去外地收青菜，所以才有了眼前这数万斤的一船青菜。不管怎么说，你娘都是我姑姑，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以后好好过日子。对了，回头我给你拿些图纸，你跟姑父照着给我打造一套家具，过些日子我新房子建成正好用到。好的，小驴哥您放心吧，到时候做好了我给您送去。8月底的太阳已不似盛夏那般炎热，一支30多辆的车队正行驶在崎岖的山路上，如此规模的车队不可谓不壮观。你说什么？快，赶紧调集人手，此人万不可有事。萧峰，你且速速前往暗中保护赵小驴，我等人马随后就到。记住，不惜一切代价，断不可让赵小驴出现任何闪失。小柱娘，前面那片林子据说有山匪，咱们这么一批货不会有事吧？莫要胡说，那黑风寨的土匪已经被县令大人剿灭了，剩下的漏网之鱼躲都来不及，怎敢再跑出来作恶？正说话间，只听前方一阵人呼马啸，抬眼望去，只见一队山匪模样的人正骑着马呼啸着奔来，目标正是他们的车队。土匪来了，一会跟紧人群，千万莫要乱了，你这乌鸦嘴，回头自己缝上算了。东家是黑风寨的残匪，咱们怎么办？抬眼望去，只见前方密林中人头攒动，个个提刀带棍，面含凶煞之气。看那阵仗至少40-50人。赵小驴目光一凛，此处距黑风寨不远。虽说高县令上任后带人剿灭了匪巢，但难免没有漏网之鱼。想不到今日竟被自己碰。大家汽车聚拢车尾，不要管货物。带着后世观念的他，在心中始终都认为人命大过一切。比起人命，他选择放弃这批青菜。不要追人，所有人都去掀翻马车，踩烂青菜，立即离开。哼，小犊子莫要比比，毁了青菜才几个钱。这些跑商的车队走南闯北，身上多多少少都会带些银两，你给的那点酬劳，怎够我这帮兄弟们吃喝？姓姜的，你他娘的找的这都是些什么人？怎么跟土匪一样？他们就是土匪，那光头是黑风寨的3当家，我以1人500文的价格雇佣了他们。江姐，我入你太奶，你竟然敢和盗匪勾结在一起，你这是要害死我啊！老子不干了，老子宁愿被家里的婆娘打死，也不干这掉脑袋的事。哼，都到了这个时候，你以为你能走得了？李海，你最好跟我一起往前冲，否则你必然会血溅当场。老子要走，就凭你这个瘦猴子，还能拦得住我？我是拦不住你，但是秀才会放你离开吗？难道他嫌命长，等着你去报官抓他？这帮匪徒大多数都拿着刀剑，若是冲进车队，肯定会出现伤亡。不行，要想办法给车队的人争取逃跑的时间。2当家，小心！老三。我秀才今日定要将你千刀万剐！这秀才看起来一副瘦弱的书生相，想不到却有这么恐怖的力量，这一刀只怕能生劈一头猪了。随着口中隐隐传出的心田，赵小驴知道，虽然自己用手中的弓印挡住了这一刀，可是自己已经被震伤了。对于力量，以往虽没有过多的机会展示，可他一向是自信的，否则刚刚也不会提供硬挡。这副身体的父母乃是2名将军，遗传而来的体质自不用多说。可是赵小驴不知道的是，秀才的心中此时也已是惊涛骇浪。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从来没有人能正面硬扛我这一刀。
她叫秀才，人如其名，仅从相貌来看，的确一副文弱的书生相，但是她的2条手臂却严重的比例失调，右臂近乎是左臂的2倍，而也正是因为这条手臂，让她从小饱受他人的嘲笑，包括父亲的唾弃，乃至母亲的指责。爹，我想识字。就你长成这样一副德行，跑出去给老子丢人吗？要不是生了你这个怪胎，我怎么会过得这般凄苦？我上辈子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娘，你看那个小孩的胳膊怎么那么怪？快走，以后离他远点，说不定是他娘跟什么妖怪生的孽种。既然这世人不容我，那就让我来承受这世间所有的恶。小子，我一日只能出3刀，至今为止你是第一个能硬接我1刀的。哼，第2刀送你往生。小驴，柱子娘，你干什么？你别拦着我，我要去帮小驴。你是不是傻？咱们俩绑一块都不够，那土匪头子1刀剐的，你去了只能给小驴添乱。连当我2刀，你很不错，你手里的弓也不是凡品，以后它属于我了。第3刀无众生。不可能！瘫倒在地上，赵小驴再也提不起一丝的力气。刚刚的一瞬让他感觉自己从来没有如此近的直面死亡。世人都畏惧死亡，但真的直面死亡的那一刻，人反而变得平静了，不是放弃，而是坦然接受。小驴，小驴，你没事吧？此时的赵小驴呆呆地坐在地上，双目空洞地紧盯着地上的尸体。他从没有想过自己穿越后会杀人。我杀人了。短暂的不适之后，理智逐渐回归。他不后悔，如果再有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他依然会杀掉眼前之人。有些人一旦做了错误的选择，便注定失去了重新来过的机会。小驴，你没事吧？衙门的人刚刚过来了，剩余的残匪都被抓了。赵老弟，你没事吧？我没事，其他人怎么样了？放心，你的货何人都没事，只有2人被划伤了，一会儿去镇上包扎一下即可。那就好，人没事比什么都强。你小子可真是让我这个做哥哥的长了见识，那秀才都竟然被你杀了，你这手段可真是把我这个哥哥瞒得好紧。何大哥说笑了。不过话说来，这秀才可是有100两银子的赏金呢。而那个光头是黑风寨3当家，也有50两赏金，你这一下就150两进账啊。听着何捕头的调侃，赵小驴心中苦笑。如果可以，他宁肯不要这150两。钱固然重要，可比起活着实在是微不足道。如果自己这一次挂了，他不敢想家里凤小妹和豆豆以后的日子会怎么样。对了，高大人也来了，就在那边。顺着何捕头指的方向，赵小驴这才注意到高思源站在不远处，正一脸没好气地盯着自己。郝民见过高大人。赵小驴，你本事挺大啊，连本县令都束手无策的残匪被你一锅端了。那个高大人谬赞了，侥幸而已。被抓的人都在那边，你去看看有没有认识的。这群劫匪想来是有人指使，否则断不会为了你这一堆破青菜，如此兴师动众的顶风作案。顺着高思源指的方向，赵小驴还真看到了2个熟人，李海和江杰。而此时蹲在地上满脸惧意的李海，显然也看到了赵小驴，当下如同抓住了稻草的溺水者。大郎兄弟，求求你救救我！我不知道他们是山匪，这一切都是江杰这个王八蛋主使的，跟我没关系啊！我又不是县令大老爷，你跟我求个蛋，我自己还不够用呢。李海，你以为自己还能活命吗？我告诉你，他们是黑风寨的土匪，如今你我的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菜市口的断头台。此言一出，一想到自己跪在菜市场口的场面，李海顿时瘫软在地，任由黄的白的肆意横流，而旁边的江杰却如同一个疯子，纵声狂笑。大人，刚刚检查过了，那秀才是被震碎了心脉，出手之人该是个高手。说话之人名叫司马南征，掌管着丰台县的兵部，实打实的武力派。刚刚之所以说出手之人是个高手，因为他打心里不信眼前这个叫赵小驴的民夫会有这等手段。而赵小驴显然也感受到了来自这个络腮胡的不屑，他可不在乎这络腮胡怎么想，自己命保住了，还赚了150两的赏银，这才是最重要的。县令大人，既然山匪都已经伏法，那草民便先行告退。等等，你跟我来。你没受伤吧？谢大人关心，草民并未受伤。你不用装出一副很敬畏我的样子，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什么，无非就是想着赶紧离我越远越好。今天的事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没有背景，没有靠山，连2个地痞无赖都敢来欺负你。如果他们知道你是侯爷之子，是我高思远的表弟，他们还敢打你的主意吗？说完这话，见赵小驴一副沉默受教的样子，高思远心中顿时涌出一股无名怒火。你到底在担心什么？放着大好的前程和荣华富贵不要，非要苟在这穷乡僻壤，我姨妈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不思进取的儿子？高大人，你觉得我适合承认自己的身份吗？什么意思？王大人，你觉得我合适承认自己的身份吗？穿越而来，赵小驴没想到，原本在后世自己这个猫不理狗不睬的锅，竟成了各方势力费尽心思要找的人。但是他自己心里清楚，这看似泼天的富贵，却隐藏着致命的杀机。哪怕他是穿越而来，自带光环。你是廖家嫡长子，又是我王家嫡女之子，为什么不合适？廖家嫡长子，我就算承认了这一点，又有什么用呢？我顶着廖家嫡长子的身份回到京城，让廖家小世子如何自处，廖老侯爷又该如何应对？认回我，将我大张旗鼓的迎回府里，然后将现在这个养了17、18年的儿子的世子之位让给我吗？高大人，你比我懂王朝的律法，爵位继承者只能是嫡长子，除非嫡长子已死且无子嗣的情况下，才能顺位继承。我一旦表明了自己的身份，那么我和侯府现任夫人以及小世子之间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到时候谁能护得住我一家？廖侯爷能吗？还是说王家能护住我？赵小驴的话犹如当头喝棒。是啊，这么简单的道理，他高思远却忽视了。也许事情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也许你莫不是想说，也许侯爷是个长情之人，对我这个从未谋面的儿子的感情，比从小养在身边的小儿子亲厚。也许继夫人宅心仁厚，对我这个前夫人生的儿子一视同仁，愿意真心接纳我和我的妻女。也许小世子懂得兄弟情深，对我这个素未谋面的兄长爱戴有加，即使丢了自己的世子之位，也要与我相认。高县令，你觉得这可能吗？此时的高思远被赵小驴的一番话噎得犹如强行吞下一头猪，虽然心中觉得他这番话甚是有理，但更多的却是不甘。廖家有人不欢迎你，我王家却是上上下下都很期待与你相认。你可以跟我回京城，你放心，我王家能护得住你。高县令，自从你上任后，百姓都夸你是勇毅果敢、铁面无私的青天大老爷。可我今日观之，你除了百姓说的这些优点，还有一点理想主义者。从你和程子昂的反应中，我就能猜到，我这张脸必然像极了侯夫人或者廖侯爷。你和程子昂都能怀疑我的身份，难道京城其他势力的人不会怀疑吗？怀疑又怎样？在京城我王家无人敢惹。如此闹起来，那我身份的事岂不是又回到了原点？这与我直接回侯府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我是洁身一人，那我无所畏惧。可我现在还有妻女，现任的侯夫人能在我母亲失踪的第2年就嫁入侯府，想必手段定然极不简单。我不想置妻女于水火。可你是我王家的血脉，我又如何忍心让你生活在这山沟沟里？表哥，我很感激王家能20年如一日的出动人手找我和我娘，但我是真的很喜欢现在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繁华的京城固然有它的好处，可这穷乡僻壤也有它的优点。我并不向往外面的生活，还请表哥替我保密，不要将我的事情泄露出去。你叫我表哥，你终于承认自己的身份了，你承认我王家嫡女之子的身份了。对了，为什么你是赵氏的儿子？我姨母现在可好？我从记事起就生活在赵家，而且村里人都说我和赵家大郎是双生兄弟。我想赵氏夫妇一定知道一点有关我娘的消息。那就好办许多。如今赵氏夫妇在大牢里关着，且等我回头去问他们，若不配合，定当乱棍打服为止。左右他们也是从小就虐待你，敢欺我王家人，当真是找死。表哥，此事万不可声张，若是消息传到侯夫人那里，于现在的我而言就是灭顶之灾。这事以后再说吧，你回去的路上注意一点，以后若有什么事就来县衙找我，别的地方我不敢说，但丰台县还没有我解决不了的事情。表哥，以后你我就按县令与百姓的身份相处吧，太过特殊反而会遭人揣测。表弟，你说的对，若你身份真的曝光，王家护不住你，廖侯爷也未必会真心护你，一切还得你自己能力起来才行。所以你要尽快强大起来，这种事想瞒一辈子是不可能的。且不说别人，那程子昂也必定认定了你的身份。
不过好在他母亲与你母亲乃是极好的密友，想来不会做害你之事。但留给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你要早做打算。表哥之言难道是有什么打算吗？我想让你从兵部开始。如今王朝尚武，从司马南征的兵部开始，你成长的速度会快一些，这也是我目前能帮到你的极限。回到家中已是深夜，豆豆和风小安早已睡下，只有凤小妹独自矗立在深秋微冷的月光下，见不到赵小驴归来，她的心始终揪着。小妹，我回来了。还没有吃饭吧？你先歇息一会儿，我下面给你吃。入夜，赵小驴躺在炕上辗转难眠。今日之事让他有了一种紧迫感，自己发展的速度还是太慢了。他无法想象一旦身份败露，以目前自己这如同扁舟的一家三口，是否会倾覆在那些庞大势力的狂风骤雨之下。相公有心事。你也睡不着吗？咱们去看月亮吧。好，不过你有孕在身，咱们不上屋顶了，就在院子里看吧。这批酸菜的生意做完后，你能不能别再往外跑了？几百两银子够咱花销一辈子的了，咱就安安稳稳的在这里生活，好不好？赵小驴知道今日遭遇土匪的事瞒不住，索性在吃饭的时候轻描淡写的与凤小妹讲了一遍。但凤小妹并不傻，她能够想象到当时的场面，身边的赵小驴睡不着，她又何尝能睡得下？与男人不同，女人更多的只是想求一份安逸平淡的生活。小妹，你知道我不是赵家人，那你知道我是谁家的孩子吗？你找到亲生父母了。别怕，我不会离开你和兜兜的，我们一家人会一直在一起。你的爹娘现在在哪里？他们有认回你的想法吗？他们并不知道我的存在，但我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深深叹了口气，接着赵小驴便将自己知道的从头至尾与凤小妹讲了一遍。一番下来，哪怕凤小妹平日性子冷淡，也直听得瞠目结舌。她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女，嫁的丈夫竟然是当今顶级势力的大家公主。那你打算怎么办？与侯爷相认吗？小妹，我不能与他相认，不但不能相认，甚至还不能让他知道我的存在。除非我成长到能与侯府抗衡的地步，可那何其艰难啊！赵小驴的话让凤小妹明白，一直以来是自己想的太天真了。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便是这个道理。即使他们一家无意去攀龙附凤，但卧榻之旁又岂能容忍他人酣睡？小妹，如今形势已经容不得我们选择，我必须尽快让自己强大，强大到让世人不敢觊觎，只有这样才能给你和豆豆一个安稳的家。相公如此说，想必已经有所打算了。我想从军。如今有表哥帮忙，咱们丰台县又地处边疆，从军是最容易建功立业的途径。今日当我拉起这张弓射杀敌手的那一瞬间，有一种莫名熟悉的感觉，我属于那里。然而当赵小驴举起手里那张弓的同时，一声略带稚嫩的咆哮自屋内传出。赵小驴穿越到古代，过了数月，才发现自己养的狗竟然是一头熊。相公，小黑它怎么了？望着那躁动不安的小东西围着弓箭不停地嗅着，口中时不时发出悲戚的哀嚎之声，赵小驴突然记起了一件事：当日顾北送给自己这张弓的时候，此弓之弦乃是雄金，为此自己还特意为这张弓取了有雄氏之名。如今见小黑探对着弓不停的哀嚎，联想起那头丢失了幼崽的母熊，赵小驴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一直养的狗竟然是一头熊。小妹，一直以来咱们都错了，它可能不是狗，而是熊。什么？凤小妹整个人都呆住了。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而且还全是发生在自己的身边。先是相公被强行调包，然后家里多了一头驴里驴气的牛，现在连养的狗都摇身一变成了熊。豆豆现在天天跟他在一起，会不会有危险？毕竟熊是有野性的，他长大了会不会吃人？震惊之余，身为母亲凤小妹第一时间想到了孩子的安危，细思极恐，她不敢想将一头熊养在孩子的身边，一旦他野性爆发，那将是何等恐怖的事。我先将它关起来，明日天一亮就叫它送到山里去。按理说，野兽进村但凡被抓到，是一定会被打杀的。但是眼前这个小东西，毕竟养了许久，若要打杀，赵小驴做不到。你冲我吼什么？这事跟我可没关系。赵小驴本想将小黑蛋关起来，第二日再行处理，没想到这小东西却对自己呲出了利齿，大有一副不是你死就是我的凶残之相。旁边凤小妹早已惊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此时她整个脑子如同被重锤狠狠敲过一样嗡鸣作响。爹娘，你们在干什么？不知何时睡眼惺忪的豆豆站在门口，
小小的脸蛋上充满了困惑，他不懂怎么爹爹和小黑蛋打起来了。小安，快将豆豆抱到屋里去，不许出来。小妹，你也进屋。这小东西发狂了，都躲我远点，别被他伤到。眼见小黑炭凶相毕露，大有不受控制之势，赵小驴渐渐起了杀意，纵使养出了感情，可这小东西的凶相已经让他感受到了威胁。爹爹，不要打小黑炭！眼见自己最好的玩伴被爹爹手里的弓一次次的抽翻在地，豆豆竟然趁着众人不备窜到了小黑炭的身前。啊，豆豆！小黑炭不要怕，有我在。月如银盘星似海，清冷的月辉下，一个小小的身影抱着另一道更小的身影，依偎在瑟瑟的冷风中。一人一熊四目相对，原本戾气如山的小黑炭再也没有了刚刚撕裂一切的凶相，他的眼中剩下的只有亲密、信任和依赖。豆豆，小梅，让他陪着豆豆吧。好。一夜无眠，这一日发生了太多的事。身旁那头熊窝在豆豆的被窝里，这让夫妻二人无论如何也无法安心入眠。赵小驴更甚，刚刚自己狠狠地抽打了这小东西，他是真怕自己一闭上眼，这小王八犊子趁机咬断自己的喉咙。姐，昨晚我姐夫怎么了？干嘛打小黑炭啊？闭嘴，吃你的饭，吃完了赶紧去做课业。小驴、小妹，你们在吃饭了？姑姑、姑父，你们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快进来！今天你的新房子上梁，我们当然要早点过来帮忙。7、8桌席面，小妹一个人哪能忙得过来？除了小妹，还有几个村里的婶子过来帮忙。不过姑姑来了，我就放心了。有您在，这席面肯定出不了问题。小驴，你让我打造的梨花，我造出来了。今日我一并带来了，你出来看看这对吗？怎么和咱平时用的梨花不一样啊？你确定没有画错图纸吗？这玩意儿能离地吗？姑父能不能离地，咱今天下午试试不就知道了。行，咱们先去你的新宅子，等上完梁后试试这梨花，若好用，咱生产一批出来卖。大哥，台梁的位置你必须给我留一个，让我也沾沾喜气。行，没问题。众人说笑着抬步走向村西，也就是赵小驴新宅的方向，只留下一众女眷在家忙活着下午的酒席。在这个世界，新宅上梁乃是喜庆的大事。赵小驴因为断了亲家中没有长辈，所以便请了族老与李正主持上梁仪式。几个龙飞凤舞的大字顿时博得满堂喝彩。大家都没想到，昔日不学无术的赵小驴，如今越来越让人刮目相看了。吉时到，金鸡踏梁正气存，镇宅辟邪保平安，礼毕上梁。族老的话音还没落下，周围的小伙们争先恐后的抬起大梁往房屋那边挪。在众人的呼喝声中，大梁被人抬了过来。4条粗壮的麻绳绑在大梁两头，随着众人铿锵的吆喝声缓缓升起。小妹，你这新房子可真气派！哎呀，我这辈子要是能住上这样的房子，死了也值了。啥时候能改你这乱讲话的毛病？死了你还住个屁！喜庆的喧闹声中，大梁被稳稳地架在了屋顶。按照规矩，赵小驴顺着梯子爬到屋顶，下方的空地上围满了大人小孩。见赵小驴掏出了一个大袋子，在场的众人顿时精神一振，尤其是在场的孩子，他们心心念念的一刻终于来了。下一刻，赵小驴便从袋子里抓起一把把的糖果向下方扬去。如今他有钱了，准备的糖果自然也不是普通的。随着下方的一声惊呼，妇女孩子顿时炸锅，你争我抢的好不热闹。而凤小妹怀里的豆豆见小舅舅也冲进喧嚣的人群，顿时待不住了，撅着小嘴使劲的在凤小妹怀里挣扎。我也要去，我也要去。豆豆乖，你太小了，跑过去就被别人踩成饼了，一会回家有的是糖果给你吃。开玩笑，豆豆才3岁，钻到人群里还不得被人踩坏了，所以由着豆豆在怀里扭来扭去，满心的不甘。但是旁边的小黑炭却有了动作，只见他望了望喧闹的人群，又扭头看了看不甘心的豆豆，立马撒开鸭子冲进人群，一顿操作猛如虎。在跑回来时，左找一颗糖，右抓一块糕，嘴中还含着个大石头，一脸邀功的蹲在凤小妹的脚跟。凤小妹被这小东西的样子逗乐，蹲下身便将豆豆放在了地上。小黑子乖，早糕给你吃，豆豆吃糖。赵兄，我没来晚吧？你丫是掐着饭点来的吧？你怎么来了？彪，那个小驴子，大梁上访我来讨杯喜酒，另外还给你带来一个人。秀才，你不是挂了吗？赵小驴怎么都不会想到，前几日明明亲眼目睹这秀才挂掉了，眼下却又生龙活虎的站在自己的面前。穿越这事本来就够离谱了，但是用科学的理论也能强行解释得过去。可死了的人却又活了，这特么是闹哪出？是啊，
前几日我刚被你宰了，是不是很意外？高大人，这是怎么回事？现在没外人，你喊我一声表哥能死吗？这秀才也是命硬，当日将他尸体带回后，发现还有一口气在，而你要尽快壮大自己，就需要有自己的班底，索性我便差人救活了他，让他日后跟在你的身边供你差遣。赵小驴懵了。根据高思远的话，赵小驴得知这秀才被救活之后，在高思远的威逼利诱之下，与他达成了一笔交易。小子，按照我与高县令的交易，我会追随你5年，这5年无论生死，我的命是你的。5年之后，我的自由身，消除过往一切罪行，届时你我各不相干。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即刻起便算。哦，表哥，如果这5年期间这人我用的不爽，不想继续用了，他会怎样？抓回去砍头。闻听此言，秀才一愣，此时他仿佛突然意识到5年之期未，自己目前还是戴罪之身，随时都会被处死。重活一次，让他更加深刻地意识到生命的可贵。如今听赵小驴突然来上这么一句，他哪能受得了？小子，你还没用呢，咋知道我顺不顺手？是啊，你也知道自己还没开始用呢，你这还没用就跟我这个主子摇头晃腚的。我要真用了你，日后还不得骑在我脖子上拉屎？而且我也不缺你一个，表哥，我看这人还是砍了算了。既然表弟不中意此人，那便罢了，回头拉回去斩了便是。主子，哥，爸爸，求你收了我。哟呵，既然你都这么诚恳了，那我勉强收了你试试吧。若是不合我意，你的下场不用我说吧。纵横江湖10数载，这秀才狠起来连自己双亲都砍了。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窝囊气？不过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比起骨气，他现在更想活着。哥，你说怎样就怎样，我都听你的。行了，你俩别在这对了，时至晌午，是不是该吃饭了？我吃好了，出去转转，你们继续吃。看着一桌人见到自己如坐针毡的模样，高思远知道这群百姓是惧怕当官的。如今赵小驴新房上梁，正是大喜之日，他不想扫了大家的兴致，便草草吃了几口，准备出去走走。表哥，身居这乡野民间，的确让人有种想要放下一切安心享受的冲动。高思远的感慨听在赵小驴耳中，他哪能不知道这话是对自己讲的？表弟，外祖父祖母一直在盼望着能找到姨娘和你，你看我要不要将找到你的消息告诉他俩？先别说了吧，如今娘还下落不明，若2位老人胡思乱想，对身体无益。赵小驴的话不无道理，侯夫人现在依然生死不知，若告诉2人外孙已经找到了，但是女儿还没有消息，那老人定会胡思乱想，甚至认为女儿已经香消玉殒了。穿过旷野的风，弥漫血走。20年了，也不知道姨母现在在何处。表哥，有没有可能娘已经？不可能，姨娘常年习武，身子骨比养在后院中的女子强太多，绝不会因病而去。既然你能平安降生，说明她当时并没有被敌人发现，否则你不可能活着。那有没有可能，我被人托付给了赵家之后，他被敌人发现了，所以……莫要胡说！敌人若追上了姨母，还能让侯爷像砍瓜切菜一样的砍他们，早就抓着姨娘逼侯爷退兵了。小驴，我和小旭将梨花抬来了，你快试试看它好不好用。2人说话间，刘大生带着大儿子刘旭牵着一头牛向他们这边老远就扯着嗓子喊，想来也是为了避嫌。姑父，你俩吃好了吗？要不咱回去歇歇，下午再来犁地。吃好了，今天也没干啥活，不用歇。你画的这里也不知道好使不？正好这会儿有头牛，咱就一起将你这块地给犁了。我怕县令走了，所以连席都没吃完，就和小旭抬着犁过来了。你得争点气，待会儿就算很吃力，也尽量不要表现出来。若好用，县令说不准还奖励你呢。一声牛叫，随着扬起的蹄子，在一边的高思远和刘大生不可思议地望着赵小驴手里的梨花。只见梨花深入土中，所过之处翻起一层厚厚的泥土。要知道，当今世上百姓耕地用的都是极其简便的农作工具，耗时费力不说，跟眼前这梨花比起来，效率更是不堪。这东西简直是神了！用这东西耕地，那得省出多少劳力和功夫啊！这种梨要是普及开来，那将是何等的功绩啊！想来足以载入史册了吧？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老百姓活着就是为了穿衣吃饭。这种梨花若能交到老百姓手里，一家人一天能开垦多少荒地，而这些荒地又能种多少粮食？
假以时日，当今王朝又将会因此强大多少？不行，这是一定要上奏朝廷，让工部的人加紧生产出一批来急用，说不定还能在今年开垦出一大片良田来。你歇歇，我来试试。此时的高思远身着官服，手扶梨花耕耘在苍茫的大地上，遥看那道背影，赵小驴心中感叹：这才是父母官该有的样子吧。好，甚好，小驴，你这梨花和他的图纸必须给我，我要将他们送去京城。这东西对百姓对社稷都至关重要，有了它，咱老百姓再也不需要饿肚子了。这是多大的功德啊！表哥，你不能拒绝我。我知道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会不会引起京中某些人的怀疑？不会，后宅妇人的手还伸不到朝堂，你不用有此顾虑，这是对你来说也是好事一件。我到时候写到奏书一起呈上去，表明这梨花是你想出来的。将你的名字先在皇上和诸位大人面前过一遍，如此一来，等司马南征调回京城，他那个位置咱就更有把握了。行，那你走的时候将这梨花和图纸都带上吧。对了，你这里有没有名字？要不就叫驴梨。别，这里的名字我早想好了，就叫屈原梨。屈原梨啊，这名字确实贴切，那就叫屈原梨吧。好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男子汉大丈夫不要太过矫情。表哥，我意思是你拿了我的梨和图纸拍拍屁股就走了，是不是不太好？回头我写2块牌匾，你和刘大生一人1块。对了，回头准备一下，下集你便带着秀才去司马南征的兵部报道，届时他会给你安排个职。你不是原来的赵大郎？赵小驴一愣，这个疯疯癫癫的老太婆姓韩，早些年是周围10里8村有名的接生婆。只不过后来听人说，自从发生了一次离奇怪异的意外之后，这老婆子就开始变得神神叨叨的。然而一向疯疯癫癫的老太婆，此时却双目金光四射，如同一柄利刃狠狠地戳进赵小驴的心中。韩老太，你是不是知道什么？然而赵小驴的手碰到韩老太的那一瞬，刚刚还清明的眼神却瞬间爬满了恐惧。鬼啊！你不要过来！不是我害的你，不关我的事。你在说什么？谁害了谁？大人饶命！我没要害你的孩子，不是我。赵小驴巨震，难道这韩老太知道关于自己母亲的事？难道当年侯夫人生产的时候接生的人是这韩老太？穿越而来，赵小驴曾一度认为自己并不是真正的赵大郎，在这个世界自己没有血亲。可是当他真的意识到这韩老太有可能知道侯夫人的下落后，他再也无法保持镇定。你说清楚，到底是谁害了谁？你口中的他们是不是赵有福一家？不是我，是他们。你别找我，是他们。小驴，你这是干什么？她一个疯老太太，你什么事？至于把人吓成这样吗？李叔，你怎么来了？你说我怎么来了？我要是不来，韩老太估计都要被你吓死了。你刚刚是怎么了？什么事激动成那个样子？没事，李叔，我这不是家里上粮吗？剩下一些饭菜，想着给韩老太送一点过来。这韩老太好像很怕陌生人，见了我又吼又叫的。我刚才是在安抚她，想让她安静下来，不要怕。入夜，凤小妹嘴中轻轻地哼着歌，手中缝补着赵小驴的衣服。今天他们家大梁上房，新房子很气派。如今自己的日子越来越好，过往那地狱一般4年所带来的创伤，被眼前这个男人飞快地弥补。未来可期，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相公，带着秀才住在新房那边的柴房，听李婶子说他以前是个大土匪，这是想想都吓人。以后你可得小心着点。虽说县令大人安排的，但是你也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然而凤小妹说完，才发现自己刚刚的唠叨好像并没有被赵小驴听进耳中。此时的她正在愣愣地出神。相公，你怎么了？她从没见过眼前这个男人的眼神中流露出过这般没落悲凉的情绪。即使过往的日子里遇到再大的事，在自己的心中，这个男人都是屹立天地那座飓风。可眼下凤小妹却莫名地感觉到，此时此刻的她是那么的脆弱。小妹，我娘死了。你找到婆婆了？没有，今天见过韩老太，从她的话里我听出来了。小妹，我明明不是赵大郎，可当我知道她死了的时候，心还是好痛。你是个善良的人，也许正是因为这份善良，才导致你在知道赵大郎的母亲已死后难过不已。就像你刚来到这个世界时，看到我和豆豆会可怜，看到赵氏要打我会拦下他一样。逝者已逝，咱们活着的人还得往前看，别难过了好不好？小妹，明日我要带着秀才去县城一段时间，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会经常回来。虽然不舍，但我更清楚，你当是那翱翔天际的雄鹰，家中琐事我会打理好，你在外要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
哥，去县城有些远，咱们不会就这么走去吧？要不路上我劫匹马来如何？你要不怕被县老爷砍脑袋就去？秀才，男儿当事，有所为有所不为。既然你打算重新来过，那就要做好摒弃过去那些恶习的准备。哼，曾经我一直觉得这天下世人皆是刍狗之辈，立我者当诛之。我们不去当那心怀天下悲悯众生的圣人，也不去做那神佛供奉的恶人，做好自己，守护心中之人，无愧自己，无愧所爱便足矣。从桃花村去县城骑马上需大半日，赵小驴与秀才二人赶到镇上，租了马车，一路不停直奔丰台县。一路之上，秀才破天荒的与赵小驴聊了很多他自己都不愿回忆的我的事情。虽然接触时间尚短，但他能感觉到赵小驴跟别人不一样。小驴，你来了。表哥，我明天就要去司马大人那儿报道了，今天过来就是想问问你，我需要注意些什么？赵小驴并没有直接去司马南征的兵营报道，穿越到这个世界军营之事，他尚有很多不懂之处，所以想着先来高县令这里了解一下情况，再做下一步打算。你去了之后是担任教习，没有品级，虽无品级，但全军都在你手下习武，也算是你的弟子。这对你以后掌管整个城防军有大用，你上点心。等时机成熟，咱再图谋个大队长的位置。司马南征走后，朝廷很大可能会从大队长中选一人担任县尉。到时咱再运作，这个位置差不多就稳了。县尉是正九品武职，职位虽低，但它是你往上升的门槛。丰台地处边疆，日后能立功的机会很多，把握住了，你很快就不用为自己一家的安危担忧了。哦，表哥，司马南征这人性子如何？这人非常讲原则，一是一，二是二，不讲一点人情。你去了之后，只需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其他的都不用管。嘿，军营重地，闲人免进。两个瘪犊子，再敢用鼻孔眼子对着我哥说话，信不信使给你俩打出来？秀才，两位兄弟，别误会，我是军营新来的教习，司马南征大人让我今日前来报道。你说你是新来的教习，那你要教些什么呢？难不成是教我们怎么种地吗？秀才，把这俩瘪犊子打的他妈都不认识。哥，咱不谨言慎行了吗？谨言慎行固然没错，但还有一句话我没教你，那就是一忍再忍，无需再忍，给老子揍！你敢欺负我大哥，我要杀了你！敢跟老子动刀，找死！大哥，你没事吧？你可千万不能死啊！你要死了，弟弟我可怎么活啊？手，大哥，你说啥？我说你特么踩到我的手了。经常袭警的人都知道，只要你敢跟他们动手，他们就敢让你牢底坐穿。然而，这秀才不但动手了，还让这当兵的贱老头。你个山炮，竟然敢对我们动手！我看你是活腻歪了，等着老子摇人！话没说完，只见军营大门被人推开，接着从里面走出了数人。车大年车小年，你们怎么了？遇上什么事了？队长，这人一大早就来军营门口晃，我和小年猜测他是蛮夷的探子，想拿下他去见县尉，可他不但不束手就擒，还对我和小年动手。队长，这俩山炮可是袭警啊！这人虽穿的像农夫，但是手下功夫了的，一定是蛮夷的探子。你快和兄弟们一起抓住他！你叫什么名字？赵小驴，是司马县尉让我来做教习，教大伙儿练拳。哦，习武之人解决问题的首选方式就是一绝功。一听这农夫打扮的人，竟然自称是司马南征大人找来的教习师傅，当下摆出架势。教习，既然是教习，那拳脚功夫应该了得。城防军第5大队第10小队队长江鹤请求赐教。哥，你歇着，看我打不死他。秀才，这个我来，你去一边待着。你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你先动手，我怕先动手会一拳打死你。妈的，这小子太狂了！兄弟们，咱们一起上！住手！一群丢人现眼的玩意！随着一声爆喝，原本喧嚣的教场顿时安静了下来。来人正是司马南征。大人，属下技不如人，在咱们城防军丢脸了，请大人责罚。你会输也是常理，毕竟你们第10小队是常年垫底的存在嘛，赢了才不正常呢。尽管这话让在场众人气结，但谁让嘲笑他们的人是第1大队的大队长萧雨。面对此番羞辱，作为垫底的第5小队，在场众军士也只能含恨将脑袋插进裤裆里。
李监委大人说要教大家练拳。眼见着萧雨嘲笑完众人，又将矛头指向自己，而旁边司马南征却并未出言有所表示。赵小驴知道，他估计也是碍于表哥的面子，实则心底并未认可自己。没错，的确是司马大人让我来教你们练习拳脚。好，那就让我萧雨看看你有没有资格当这个教习。好了，就到此为止吧。看来思远没说谎，你确实有当教习的资格，以后这些士兵就交由你训练了。多谢大人，分内只是义不容辞。肃静！军营来了一位新教习，今天下午的摔跤训练取消，由这位新教习教大家一些新的东西。各位，我叫赵小驴，是新来的拳法教习。我今天要教大家的是一套叫八极拳的拳法，此拳法若能练成，相信各位的作战能力会提升不少。在后世，这套八极拳可是赵小驴最有心得的一套拳法，进可攻，退可守。在后世武学评价中文有太极安天下，古有八极定乾坤一说。这套拳法放在这功法匮乏套路单一的古代，也是妥妥的传世绝学。这套拳法招招致命，练至大成，可随意组合成千万招式，取人性命如砍瓜切菜，成为兵王亦指日可待。你说这什么八极拳练成了能成为兵王？那你怎么还只是个教习？难不成你不屑于成为兵王，却喜欢当个教习？想来是他们纯吹牛逼，不需要上税的。哼，我第一次进兵营，自然不是兵王。你既然承认了自己都不是兵王，凭啥跟我们说你这套拳法练好了能成兵王？我不是兵王，但我可以教出兵王。我就站在这里，你们有谁不相信我说的，可以上来挑战我。此言一出，下方叫嚣的士兵顿时一惊。且不说这赵小驴拳脚功夫，单就这份吹牛逼叫嚣的胆量，就让他们不得不叹服。狂妄！第二大队队长薛超前来讨教，让我看看你到底有没有说这种大话的资格。承让，还有谁要挑战的，请上来。让我来试试。顺着那道瓮声瓮气的声音望去，只见一个巨大的肉球正快速地向擂台滚来。赵小驴心下一惊，我操！都说古代缺衣少食，而且军营训练繁重，但是这人却能胖成这样，当真是奇迹。胖子，上去一屁股坐死他！看招！胖子，胖子！这人杀了胖子！赵小驴万万没想到，这巨人摔一跤竟然就没动静了。当下不顾旁边众人对自己的叫骂，快速挤开围拢的众人。只见对方脸色铁青，牙关紧闭，嘴唇隐隐透出黑色。见此一幕，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急忙抓住他的胖手一捏，结果手背上的肉陷下去一个深坑，半天也不见浮上来。他连忙脱下胖子的鞋，捏了捏脚，一样的症状。妈的，这胖子有心脏病！刚刚我这一拳成了诱因，难怪他这么胖，应该是血液淤积导致的水肿。嘿，你干什么？你打死了胖子还不满意？现在还要羞辱他的尸体吗？你还有没有人性？你再拦下去，他就真的会死。萧雨，退下！大人，这畜生连尸体都不放过，那分明是……我说退下！你来，往他嘴里吹气！你不要太过分，按他说的做。大人，我……是。你的心给我的你的爱，我活了，胖子活过来了！天爷啊，太不可思议了，死人也能救活！当今天下，世人哪里见过这等手段？刚刚赵小驴这一手，不正是传说中的起死回生之术吗？那可是神仙才有的手段。旁边司马南征也是惊得双目圆睁。这赵小驴究竟是何方神圣？果真是人不可貌相。想来高思远那货扯着嗓子非要我收了此人，当真是有其深意。司马大人，如果我没看错，同赵教习一同前来之人，正是数日前伏诛的黑风寨二当家。哎，我操！你们是什么？我们是小菜鸡。你们是不是一群废物？是我们是废物。穿越到古代，赵小驴用现代的训练方式去操练古代的士兵。尽管眼前众人恨不能生吞了这个农村空降来的教习师傅，可他们却不敢，因为凡是敢反抗不服气的，都被赵小驴揍成了猪头。老子前世当了10年的兵，操练你们这群生瓜蛋子，还不是手刀起来？今天没有集训，咱得跟着这些兵蛋子出去劳作。待会儿你跟哪队走？此人名叫许鹏，是军营内负责教马术的教习，加上赵小驴，此时军营一共4个教习，有教剑术的，有教马术的，还有一个是教摔跤和体能训练的，战术则由司马南征亲自教。
我们可以自己选队伍啊，不是军需处安排地方。我们是教习，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当然不去是不行的。军营1个月发5两银子，若只教学不参与生产，对军营来说负担太重了。如今边境安稳，而丰台县附近几乎没有山匪，军营除了正常驻守之余，也会参与民间劳作换取报酬，这样既可以减轻朝廷压力，又可以增加士兵收入，所以对于这种民间劳作，军营一向都是很积极的参与。先看看今天有哪些活计吧。也是，不过不管什么活计，跟第一队一起准没错，他们分到的都是最挣钱的活儿。第1大队全体小队帮助范氏米行押运一批粮食去渭水县，为期3天，这趟酬劳共20两，10两充公，剩余10两你们队内分了。长师说罢，第1大队的人立刻沸腾起来，10两银子50人分，一人就是200文。能来当兵的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乍然间来了个3天挣200文的外快，谁不激动呢？5大队第1至9小队去挖药材，天黑前每人至少要挖3斤草药回来。5大队第10小队上山砍柴，每人至少砍200斤柴。分完工，人群有人欢喜有人忧，除了第10小队，其他人分到的劳作多多少少都有报酬。而江鹤带领的第10小队作为万年吊车尾，不用说再次被选中了去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赵教习，我选择去张家搬石料，你选哪个队伍？你怎么不选送粮食的活？那不是更轻松钱更多吗？我想进萧雨也不要啊，总共就10两银子，我去了就意味着大伙儿要少分钱，谁会欢迎啊？那我就选砍柴吧。砍柴那是最苦最累的活，发麻也比砍柴好啊。没事，我也想锻炼锻炼自己。你过来干什么？看我们的笑话吗？我听说东南角有一支次次都被安排砍柴活计的小队，过来看看到底是一帮怎样的废物。你不要羞辱人。呵呵，你们自己不争气，别人还不能羞辱你们吗？你们不去干活，还在这里等什么？我们走。到了地方，望着这片山林，只见一边是一根根被砍断的小树桩，而另一边则是郁郁葱葱的树林。看来江鹤他们一直在这里砍树，按这一片被砍伐的量来看，他们是这里的常客啊。想着他找了棵自己腰粗的树爬上去，在10米多高的地方绑上了麻绳，将绳子紧紧地绑在树干上之后，从树上爬了下来。他拿起砍柴刀，一刀接一刀地砍向树干，很快一个三角形的缺口便在树干上形成。接着他捡起麻绳的另一端，向后退了几步，并朝着三角形的方向用力拉着绳子，伴随着咔嚓一声脆响，大树开始朝着绳子的方向缓缓倒下。娘咧，柴还能这么砍？队长，他这1棵树就完成任务了吧？他这么大一棵树劈半天也不一定能劈得完，就算劈完了也背不完。队长，那我们要不要帮忙？不帮，除非他求我们。一上午很快便过去了，赵小驴将3棵树干上的小枝全部砍下，捆成了树捆。这些估计应该有500斤了，可惜秀才不在，他要在的话，这柴应该砍得更快一些。想起秀才，赵小驴忍不住微微叹息。自从被第1大队队长萧雨认出针对后，无奈司马南征只得差人通知了县令高思远，而秀才随后也被高思远的人带走。说实话，相处的这段时间，他对秀才多少有了一些了解。这人虽桀骜不驯，但并非无可救药。既然表哥让他追随我，想来一定会有办法解决他身份的办法吧。想着，赵小驴扛起一捆柴，便准备朝山下走去。你们要再不抓紧时间砍树，今天的任务就完不成。县令大人，你说此处只有你我2人，如果我对你施暴，你当如何？一语毕，秀才一脸戏谑地看着眼前的高思远。不过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对面的高思远面对他这个曾经的狂暴之徒，非但没有露出丝毫惬意，反而一脸的鄙视。你大可试试，不过这次可不会像第1次那样留你一口气。高思远的话说完，秀才怔怔地呆立在当场。秀才不傻，相反他很聪明。高思远的话让他瞬间想起当日与赵小驴一战。说实话，赵小驴能硬扛他2刀，这已经让他很是叹服了。但是第3刀以当时赵小驴的状态，他肯定扛不住。而且自己这第3刀不同于前2刀，所谓3刀出众生灭。我知道了，当日干掉我的是另有其人。你知道便好，我既然敢把你放在我表弟的身边，自然是有把握的。赵小驴真是侯爷之子吗？你既然让我知道了这个秘密，也压根没打算跟我履行5年之约吧？5年之期一到，恐怕我前脚刚走，你后脚就会派那个高手锤死我。跟着赵小驴，日后某天你的成就当直上青云。男儿在世不求名垂千古，起码轰轰烈烈方为此生无憾矣。高大人，我虽贪慕功名利禄，但比起自由，做一个侯爷之子的家奴，我秀才不屑。秀才的话说完，高思远非但没有丝毫不悦，反而一脸淡淡的笑意。纵使以秀才桀骜不驯的性子，看到这货一脸的笑意，也忍不住胆寒。
不错，这些年你虽为恶，心中却不失男儿气。那我问你，侯爷之子固然金贵，可你觉得这西西天下，明里暗里那么多势力都在不遗余力的寻找侯夫人和她的遗孤，而且一找就是20年，这正常吗？他究竟是什么人？他是侯爷之子，这一点毋庸置疑。而其他的，以目前你的能力还没有知道的资格。至于你说的家奴，我不妨告诉你，你所谓这家奴的身份，他日也足你藐视天下苍生了。秀才沉默了。人生在世，若有机会，谁不想堂堂正正的站着？谁不想轰轰烈烈的活着？谁又不想踏踏实实的脚踩黄土，仰面苍穹？好了，你身份的事，此次已为你解决。从即刻起，你不再是黑风寨那个二当家。原来的秀才，我已下了通文公告，并于昨日问斩于城门前。此番你回去，司马南征那里，我会与他讲明。好了，你回去吧。那个大人，回去有些远，能否安排个马匹？要不要我差人一掌送你回去？离开县衙后堂，秀才独自走在回军营的路上。此时他的心情格外的好，天空很蓝，连微风都透着淡淡的清爽。能光明正大的行走于天地之间，一个字，真特么爽！一嗓子吼完，不顾周围众人诧异的目光，只见他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哼着不着四六的小曲，手挺胸，提臀跨步，那架势，那状态，那神情，何止一个爽字？王张啥寡妇来着？猛然间，他眼角的余光瞥到了一个略微熟悉的身影。之所以说略微熟悉，是因为他在山泉村见过这个寡妇，但却连人家姓什么都没记住。奇怪，这里可不是桃花镇，这特么可是县城，离山泉村那么远，他一个寡妇来这里干什么？正当秀才一脸疑惑的时候，却猛然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就是这个寡妇竟然和他出自同一个方向——县衙。县衙，莫非山泉村出了什么事？他知道这寡妇是跟着赵小驴讨生活的，毫不夸张地说，他是赵小驴的人也不为过。可是眼下赵小驴离开山泉村半月之久，他不在山泉村帮忙做活计，身为一个女人却跑这么远的县城来。王寡妇连喊数声，那道身影却没有一丝回应，只顾自的低头赶路。我操！王寡姐，我刚刚喊你数声，你咋还装听不见啊？待那人回头，正是李寡妇。人生地不熟的丰台县突然被人拉住，李寡妇一惊，随即便看清来人，不是那杀人不眨眼的黑风寨二当家，还能是谁？当日他可是亲眼目睹了这货2刀差点将天都砍破了的。虽然这货现在跟了赵小驴，但并不妨碍李寡妇记恨这货2刀将赵小驴震吐血的事实。哼，你刚喊老娘啥了？我咋没听见？我喊你王姐啊！老娘姓李，你把老娘姓都改了，还怪老娘听不见你喊我。活了这些年，除了在赵小驴那，秀才这是第2次怂了。跟赵小驴在山泉村的时候，他分明见这寡妇端庄温柔，性子温和，对赵小驴的话那是言听计从，乖得不得了。怎么到自己这就直接小猫变猛虎了？那个王姐，你咋还跑到县城来？我哥在军营脱不得身，你有啥事我能帮忙不？沉吟片刻，李寡妇便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清楚。原来赵氏夫妇自牢里被放出后，听说赵小驴新房子落成，当下跑去一看，矗立在眼前的那一排铮明瓦亮的大瓦房，当下难受的心眼子都被血栓堵死了。不是因为良心过不去而难受，恰恰相反，他们是因为嫉妒以及恨。俗话说，嫉妒与恨最易让人丧失理智，此话一点不假。当下那对奇葩夫妇便跑去赵小驴新宅，日日哭闹，哭来闹去也就一句话，让赵小驴还了那19年养育他所耗钱财，否则就吊死在他们家大门口。若是仅仅因为这些，我也不至于跑到县里来。前几日小妹在路上行走，那小赵氏趁其不备，将小妹推到了旁边的河沟里。不知为何，现在的秀才只要听闻与赵小驴有关的事，都会格外的敏感。闻听此言，一股无名的邪火隐隐在心中窜动。小妹可是才2个月的身子啊，加上之前在赵家生活那几年，身板底子还没恢复，至今小妹还躺在床上，不北大夫现在日日都在想办法为小妹保胎，而那赵氏一家还是天天到门前哭闹，这一家都疯了，谁劝骂谁。实在无奈，我去了镇衙门，但是那狗官不作为，无奈我才驾着小驴的牛车跑来县城。听闻李寡妇这番话，直气的秀才隐隐感觉胸腔都要炸开。且不说赵小驴与他未来成就而言有什么意义，单就这件事就勾起了秀才心底最原始的暴力之气，那是一股来自他幼年深埋心底最黑暗角落的恨。此事我去了结，那赵氏夫妇当诛，他们不死，我秀才心间难平。王姐，牛车太慢，你将小驴的牛车赶去县衙，就说是赵小驴的，我去租辆马车，我们这边回去。等等，这牛跑得比马快。王姐，这牛咋跑这么快？再说最后一遍，老娘姓李。好的，王姐。
赵有福，你们一家这样太过分了。当日断亲可是你们自己亲口提出的，现如今小驴不在家，你们又跑来，这是闹的哪一出？二叔，我们没有别的要求，这孽畜在我家生活了19年，我们夫妇讨要这19年的生活费不过分吧？哼，还是说你们见那逆子如今混出了点模样，也开始趋炎附势了？我山泉村怎么会出你们这一家不通人性的东西？你儿媳小赵氏把凤小妹推到沟里，现在腹中的胎儿还生死不知，你们还有狗胆上门闹，这是欺负人家男人不在家是吗？切，二叔，你话可不能这么说，那路又不是他赵小驴家的，我在路上走得好好的，是那便宜货不长眼自己撞我身上，他自己没用摔倒了，怎么还怪上我了？此言一出，周围早已经看不下去的村邻顿时傻眼。原本那赵氏便是村里出了名的撒泼打横不讲理，没想到儿媳妇隐隐竟有青出于蓝的趋势，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今日这赵氏一家可真是让我小刀拉屁股开眼了，这天底下竟然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是啊，可怜小妹肚子里的孩子不知道能不能保住，听狗蛋娘说情况不容乐观，那顾北大夫已经连续忙活了2日没有闭眼了，弄不好就是1尸2命啊。此时的人群中隐隐涌动着一股沉闷的怒火，随着众人你一言我一语，这股怒火不断的高涨，众怒之势一触即发。赵有福，你好歹还叫我一声二叔，我劝你带着婆娘孩子赶紧离开这里，就算要闹，现在也不是时候。小驴媳妇现在是生是死都还难说，你们不要在这影响顾北大夫救人。你个为老不尊的，你还知道你自己是我们夫妇的二叔啊？我们夫妇被这畜生构陷吞了大牢不说，如今我们上门讨还我们该得的，你不主持公道也就算了，还对我们落井下石，就你也配做我们夫妇的二叔？赵氏一番话顿时对着这个平日里德高望重的族老嘴唇哆嗦，面色赤红，那不是羞的，而是气的。他活了这么一把年纪，对于赵氏这种能将歪理讲得如此理直气壮的，还是生平首见。好你个赵氏，老天当真的瞎了眼，怎么让你活到了41级？笑话，老天爷是最讲公道的，难道他要像你们一样见风使舵，见谁混好了就偏向谁？我又不是私闯民宅，难道我在这大街上鸣个不平还要受老天谴责吗？院里那个便宜货死了也是该他短命。然而赵氏一番话尚未说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截木头便结结实实地敲在了他的头上。随着赵氏的惨叫，围观众人暗暗叫好的同时转头望去，只见一个目眦欲裂的少年正恨恨地盯着倒在地上的赵氏。老婢登子，当真以为我姐夫不在家，我们家里就没男人了吗？来人正是凤小妹的弟弟凤小安，如今自己姐姐身遭大难，身为弟弟，这几日他的内心无比的煎熬。按照他的脾气，这赵氏前几日刚出现的那一刻，他便想去揍扁那老狐。可是凤小妹不允，因为他临考在即，一旦闹出官司，那必定前程尽毁。按照凤小妹的话，为了这种人毁掉自己弟弟的一生，不值得。你们凤家竟敢动手打人，我们要去告你故意伤人。老婢崽子有种去告，今日不滚，我便让你们血溅5步，我冯小安就豁出一条命也要杀尽你们这一家畜生。老二老三，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我有2个儿子，就不信你个小崽子还能上了天。今日我看谁有能耐赶走我们一家。赵氏扯着嗓子嚎完，身旁的赵二郎立马挽着袖子窜了出来。不过赵三郎犹豫了一下，却并没有动，在他的心里始终是将赵小驴当做自己的大哥的。三郎，你莫要犯浑，还真当那赵小驴是你大哥了。二哥，这种事我做不来，这本来就是我们有错在先，爹娘糊涂，你也要跟着他们胡闹吗？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收拾这小子我一个人也够了，等会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赵二郎骂完便不再理会赵三郎，而是转身满脸不屑地打量着眼前比他矮了一头的凤小安，冷冷地嘲讽着：百无一用是书生，今日我便教你怎么做人。既然如此，那我这个书生今日就教你什么叫投胎做人。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听在众人的耳中，却如同鸿蒙巨骨，狠狠地冲击着他们的心房，撕扯着在场每一个人的耳朵。一句话，仿佛每一个字都如滚滚巨石，狠狠地砸进本就汹涌澎湃的潮水中，卷起更加骇人的惊天巨浪，湮灭这世间芸芸众生。神？什么人？杀你的人。相公。死一般的沉寂之后，最先反应过来的小赵氏望着赵老二原本站立的位置，此时那里除了一堆不明物体之外，哪还有像人的东西？刚刚秀才落下的那一刀，更像是巨锤砸过，直接将赵老二拍成了灰。你个畜生，还我相公命来！死一般的寂静，刚刚还上蹿下跳的2条人命，在秀才手中却如同蝼蚁，挥手间便彻底从这个世上抹除。周围的人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尽管刚刚他们都被这赵氏一家恨得牙根痒，可当他们心中期待的报应真真切切地展现在自己眼前时，他们彻底的恐惧了。你个魔鬼，你等着我去报官！
被吓破胆的赵老汉一心想着赶紧离开这里，离这个狂魔越远越好。至于刚刚痛失爱子的悲戚，早已被恐惧淹没了。撂下一句话，扔下还躺在地上失神的赵氏，撒开鸭子就跑。然而，老子都没点头，谁让你走了？这大陆虽然不是我家的，但老子比你强，没我允许，谁走谁死。秀才一句话说完，人群中好几道身影顿时吓得瘫坐在地上，一股隐隐刺鼻的味道悄悄在人群中弥漫。可是此时却没有一个人去在意这些。老比凳子，你男人和儿子儿媳都去享福了，你不去找他们吗？不，我不想去找他们。这样不好，你们可是一家人啊。不是，我不认识他们。可笑，这世间有多少人自以为是的觉得自己活得问心无愧啊！你这种人让我觉得恶心。好汉，老身错了，求求你放过我这条狗命。不去，老子现在不想再看到你。老身这就滚，这就滚。一个个的怎么就这么不长记性？我他妈让你走了吗？还剩一个，索性我好人做到底，便一起送你们一家团聚吧。连杀4人，此时的秀才双目赤红，整个人散发着一股癫狂的气势。旁边李寡妇眼瞅着秀才杀红了眼，尽管他也害怕，但他更清楚，再杀下去这秀才保不准会对周围的村人动手。如果真到了那一步，这人便回不了头了。王姐，你干啥？望着瘫软在地的李寡妇，理智重归大脑，秀才惊出了一身冷汗。刚刚若是自己收手不及时，那一刀下去，眼前这个女人，他不敢再想下去。有史以来，他第一次觉得一个生命于自己而言是那般的贵重。不能再杀了，再杀你就回不了头了。秀才怔住了，他没有想到这个女人以身犯险阻挠自己，为的却是给自己留条后路。也许对李寡妇而言，她这么做是为了责任，因为秀才是赵小驴的人。可于秀才而言，从小到大自己何时被人这般在意过？这种被人关心的感觉真的很好。好，王姐，我听你的。王姐，我就看几个人而已，这是在古代有啥可怕的？古代怎么了？你是不是沙雕动画看多了？古代即使天子犯法，也与庶民同罪。古代就没有律法了吗？赵有福一家来了5口人，你一口气砍了4个，这可是杀头的罪。小驴虽然进军营当了教习，可怕是也保不住你。王姐，你到底想要说啥？要不你逃吧，天大地大，寻个安身之处，好好活着。王姐，宰掉那一家，我秀才不后悔。如果再给我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我会宰得更利索。若我真因此事受诛，那也是我秀才命当如此。落草为寇，四海为家的日子我过够了，太累。秀才的话让李寡妇怔了一下，他从未想到过那个世人口中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竟也有如此伤感的一面。原来杀人并不能使他快乐，原来他也只是想做个普通人，过着普通的生活。顾大夫，小妹怎么样了？见顾北从屋里出来，院子里的几人立马围了上去。众人围着刚从屋里出来的顾北，此时的顾北一身的疲态，满面的憔悴。小妹的情况不容乐观，你们去通知一下她的亲眷吧。尽管莹莹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可当顾北正式通知大家的时候，在场之人还是被这个消息惊得呆立当场，大脑一片嗡鸣。不可能，姐姐她只是摔了一跤，为什么会这样？小安，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赶紧回家去告知你的父母。秀才，你去县里告诉小驴，让他速归。队长，下面没动静了，那群狼该是走了吧？我下去看看。好，注意安全。眼前这几人正是前来打柴的第10小队，不过他们的运气并不好，遇到了狼群。眼下已经入夜，而他们也被群狼围困了整整大半日。队长，安全了，狼群退了。得到车大年的信号，众人松了一口气，陆续从树上爬了下来。此时的众人聚拢在一起，望着地上的5、6具狼尸，唏嘘不已。这几头狼都是赵小驴在掩护大家上树的时候射杀的。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赵小驴，他们在狼群的围攻下，连上树逃生的机会都不会有。赵教习，谢谢你刚刚救了我，我给您磕一个。先别急着谢，收拾一下，什么东西都不要带，赶紧下山。见赵小驴面色凝重，并没有一丝劫后余生的轻松和喜悦，旁边几人忍不住有些茫然。经历了白天的险情，江鹤对赵小驴的态度明显发生了改变。这个教习值得他尊敬。赵教习，怎么了？
眼下已至深夜，按理说我们并未按时回应该有人来打探情况，可是并没有，这不合我们营中的处事章程。眼下虽已深夜，即便没有飞禽鸟兽，可连夜虫鸣叫都没有，你不觉得四周的这种安静并不合常理吗？没想到你们这支小队竟然还有个带脑子的。不过自你们从树上下来的那一刻起，你们便没有机会了。孩子们，尽情去享受你们的猎物吧。驯兽师，驯兽师顾名思义，类似于现代马戏团中靠训练野兽进行表演的一种职业。只不过让赵小驴意外的是，眼前的狼群数量之多，怕是足有上万条。这古代当真多是能人异士。队长怎么办？我还没娶媳妇呢，我不想变成一坨狼巴巴。闭嘴，省点力气，想办法爬到树上去。话虽这样说，可尽管身后的那几棵大树距离他们几个并不远，可眼前的狼群前仆后继，根本不给他们一丝逃生的机会。照此下去，即便不被狼咬死，也会累死。在场的每个人都知道，此番想要逃生，其难度堪比登天。咱们几个怕是只你有能力逃出升天了，你不要管我们了。江河不下，他们一队6人，只有赵小驴闪转腾挪间，还会时不时的追人头间险象环生的情况。若没有赵小驴他们几个，此时怕是早已成了众野兽的口粮。可即便如此，赵小驴手中的弓箭也总有射完的时候。最关键的是，他能感觉到这个新来的教习此时也有了力竭的疲惫。你们既然喊我一声教习，便是我的弟子，泄气的话莫要再说，生则生，死则死。记住以后战场之上，对兄弟不要轻言放弃。赵小驴这一管鸡血不可谓打得不及时，原本准备放弃挣扎的几人听了赵小驴的话，顿觉精神一振，扯着嗓子嗷嗷叫着挥刀砍向扑来的凶兽。妈的来呀，看老子不砍死丫的！说实话，赵小驴刚刚已经准备跑了，结果江鹤这孙子提前把话说开了，这让一向脸皮够厚的赵小驴也忍不住老脸一红，不得不暂时打消了独自逃跑的念头。妈的，看来只能先把这几个蠢蛋熬死，我才能跑路了。要是秀才那货在就好了。想到秀才，赵小驴可以对天发誓，他从来没有这么情真意切的思念过一个男人。他可是清楚的记得，当时官兵围剿黑风寨，那秀才一刀可是横劈了10几个官兵，全部一分为2的那种。第3刀，灭众生。一刀出，雷鸣之声响彻天地，刀芒所过，一切皆蝼蚁。在场但凡喘气的此时都不受控制的保持了沉默，包括之前凶焰滔天的狼群。秀才，赵小驴呆了，他从没见过秀才出第3刀。此番他终于明白了表哥高思远为什么宁肯徇私枉法，误了清官之名，也要保下秀才，将其促成自己的班底。你是什么人，敢坏老娘好事？滚！老子心情不爽，再敢避避，下一刀送你归西。你牛逼，我们有缘在线。哥，夫人有难，王姐让我来喊你回家。说着，秀才便将凤小妹的事粗略地讲了出来。尽管秀才知道的并不多，尽管他讲的含糊不清，可是关凤小妹安危。没等秀才将仅知道的那点消息讲完，赵小驴已如离弦之箭，快速朝山下扑去。小驴，跑快点，咱们回家。哥，等等我呀！哥，我操！回到家中已是深夜，刚进家门，赵小驴便看到院子里几个人影，其中顾北一脸疲态地坐在清冷的月光下，豆豆毕竟年幼，此时已经窝在李寡妇的怀里睡着了。赵兄，你回来了。姑兄，我媳妇怎么样？说着，赵小驴便急不可耐地想要冲进屋中。小驴，小妹刚刚睡下不久，让她多睡一会吧。强自按下心中的焦躁，赵小驴深吸一口气，转身凝视着沉默的顾北。从他的状态中，赵小驴隐隐有种不安的预感，这感觉让他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顾北，我媳妇到底怎么样了？赵兄，在下无能，夫人持续高烧不退，怕是腹中胎儿受损，如此下去，恐母子性命不保。高烧，胎儿受损。姑兄，我媳妇是不是因为腹中孩子感染，所以受累发烧？想来当时如此，腹中胎儿太小，很多药物用了反而让母亲受累，所以……顾北没有再说下去。赵小驴知道孕育生命本就是个充满凶险的历程，后世尚且如此，更何况缺医少药的古代。姑兄，我有医法可以做出一种药物，也许有用。你说你能做出药物？顾北愣住了，他只知道赵小驴打猎做美食很厉害，可还会制作药物，这是他却无法接受。赵兄，世人所谓的炼丹之术，大抵都是骗子行径，切勿病急乱投医，这样反而会害了你媳妇。我说的这种药不是炼丹，它有个名字叫青霉素。经常穿越的人都知道，在古代没有青霉素，人一旦感染发烧，往往很难存活。但是穿越者赵小驴的媳妇却必须要用青霉素来救命。
赵兄，你说的青霉素真有这么神奇吗？姑兄，此药一旦制作出来，效果毋庸置疑。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请你一定要想办法在这段时间内稳住我媳妇的病情。事实上，情况哪有赵小驴说的这般简单？古代根本就没有适合用来培育青霉素的器具和检测设备。尽管赵小驴很清楚这一点，但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了别的选择。李婶子，你去大量采购橘子，记住只要橘子越酸越好，越青皮的越好。秀才，你一起去帮忙。好的，哥。众所周知，水果面食的腐败变质后，表面会长出一层青色的绒毛，而这种青毛中便含有青霉素。但赵小驴更清楚，伴随着青霉素生出的还有斩霉素，两者性状一致，都溶于水，很难区分。然而青霉素是致病良药，斩霉素却是致命毒药。古代没有器皿设备分离，便只能最大程度的规避斩霉素的产生条件。相比蔬菜、西瓜等，酸性环境则可以最大程度的规避斩霉素生长。王姐，这青皮橘子真能炼出什么神丹妙药吗？酸的老子牙都掉了。望着旁边的秀才一脸大大咧咧的样子，李寡妇感觉自己心眼子都快被这货堵死了。家里凤小妹病危已经让李寡妇感觉心都快揪死了，不知为何秀才砍了赵家4口的事也莫名的让她心中焦躁。我再说最后一遍，老娘姓李，你再敢喊老娘王姐，信不信我把你那舌头给你系在眼眶子上？哦，知道了，王姐。回到山泉村，按照赵小驴的吩咐，李寡妇等人将买来的青皮橘子装进大缸，堆在阴暗的角落中，然后浇上少许的水，再铺上烂稻草。李寡妇和秀才准备这些工作的时间，赵小驴则静静地守在凤小妹的床榻前，望着这个昔日在自己面前温婉柔情的女子，如今却如此的憔悴羸弱。赵小驴的心在颤抖，第一次他感到了恐惧，他已经熟悉了这个女人，熟悉了这个家，爱上了这份温情。他不敢想，如果凤小妹撒手人寰离他而去，他是否能够承受住那种歇斯底里的锥心之痛。相公，媳妇，乖，不要说话，都会好起来的，你会没事，肚子里的孩子也会没事，我保证。赵小驴的话让凤小妹原本暗淡的眼神猛然亮了起来，对于这个男人，她有着谜一样的信任，只要是这个男人说的，她就信。都说时光如梭，只是3、2日的时间，赵小驴便感觉如同度过了几个世纪。现在的他双目赤红，整夜的失眠。小驴，小妹她岳母，小妹一定会好起来的，我不会允许她有事。赵小驴没给凤母继续说下去的机会，他知道眼前这个憔悴的母亲想要说什么。3天前，凤家2老正在家中种菜，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凤小安却突然跑了回来。见到凤小安的那一刻，凤母便被一股强烈的不安瞬间掏空了所有力气，当下莫名的瘫软在地。自己的儿子一直住在姐姐家，他了解这个小儿子，见到凤小安那一副悲戚的模样，莫名的他知道小妹出事了，也许这就是母亲，这就是血脉。小驴发霉了，发霉了！听到李寡妇的话，赵小驴立马精神一振，按照记忆，他先将青皮橘子表面发霉的青毛收集到瓷器中，然后将熬制的玉米汁加上菜籽油倒进瓷器中搅拌，直至容器中的液体分成3层，最后将最上面的2层小心的分离，只留最下面的水状物，用自制的活性炭吸干剩余的水状物，并用蒸馏水洗炭，接着注入酸性水，最后注入碱性水，将得到的液体用放了棉花的漏斗过滤。成了，老天保佑，希望小妹不要青霉素过敏。将青霉素的使用方法告诉了顾北，望着顾北一脸的欲言又止，赵小驴没有解释什么。连日的操劳以及内心的煎熬，让现在的他心力憔悴，但眼下的事不允许他休息和放松。李婶子，把这件事详细的跟我讲一下。望了一眼院子里秀才那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赵小驴并没有说什么，而是问起了旁边的李寡妇。听到赵小驴问及此事，李寡妇沉默片刻，便一五一十的将整件事详细的讲了一遍。期间，李寡妇注意到赵小驴的表情一直都是那么的平静，从他那本就满是疲态的脸上，李寡妇看不出任何情绪波动。李婶子，如果我不在了，这座宅子便赠予你了。秀才有一把子蛮力气，但是脑子不好使，以后还烦请多操心一二。小驴，你这话是何意？什么叫不在了？赵小驴的话让李寡妇的心如同被倾倒的飓风狠狠的撞击了一般，他能从赵小驴的语气中听出他这是在交代后事。小驴，你到底在说什么？好好的，你说这些干什么？此话一出，连旁边一向生死看淡不服就干的秀才都听出了不对的味道。哥，你要做什么？秀才，赵氏一家杀得好，但是这个锅你背不动。你既然喊我一声哥，那便是我的兄弟。我他妈不需要你来替我背锅，我做事向来都随心随性。我宰了他们4口这事，并不是因为我现在跟你混。赵小驴的话让秀才瞬间怒血冲顶，双目赤红。重活一次，他有了友情，有了牵挂，有了生活的乐趣，有了常人该有的平凡。他不允许任何人拿走他现在拥有的一切，如果有，那就拼上这条命又何妨？如今赵小驴要替他顶人命官司，他如何能够接受？
我是个很没出息的人，来到这个世上，我也只是想着怎么让家人生活得更好。我从来就没有什么宏图斗志，我只想老婆孩子热炕头过平凡简单的小日子。此次药虽然做出来了，可不确定因素更多。小妹此次九死一生，她若去了，我便也没有了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生存的理由了。或许我该回到我该去的地方。哥，我劝不动你，也懒得劝。此事你要为我顶罪，我不干涉你。但你若走，我秀才便途径这世间生灵，直至我生死方休。寡妇呆住了，这特么就是男人之间的友谊吗？明明很幼稚，为什么他却有一股想要哭的冲动？傻逼，我有主角光环，替你顶缸死不了。哥，主角光环是啥？有效，有效。二人正自说着，顾北却着急忙慌地从屋子里窜了出来，一边跑一边嚷，语气中透着兴奋和激动。赵兄，你这要当真是奇物。你媳妇现在脉象和胎息渐渐趋于平稳，烧也开始退了。顾北怎么也不会想到，赵小驴这所谓的青霉素竟然会有这样的奇效。他自学医以来，师从名门，更是饱览古方。当今世上不说医术无双，那起码也算是屈指可数了。如今竟然见识到了这等奇方，对他而言，这样的收获，寻常人一生都难寻。而赵小驴对他却是全程无所保留。对了，你媳妇刚刚好转，现在还很虚弱，现在她需要静养。你们要是进去探望的话，一定注意不要惊扰了病人。深深的吸了口气，赵小驴悬着的心才堪堪放下。且不说凤小妹腹中胎儿如何，只要能保住这个女人的命，他便知足了。所幸无数的巧合条件全部都集中在了一起。各户注意了啊！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速速出来领罪，胆敢抵抗，格杀勿论。哥，嫂子好了，你也有了继续活下去的理由了。所以这事你不要掺和了，放心，我不会反抗。以后每年的今日记得来看看我这个兄弟。滚蛋，老老实实待着。我现在突然就贪心了，我不但要媳妇，我他妈还要兄弟。大人三思啊！私放死囚可是重罪。哼！这二人与我王家关系甚大，这两锭金子你拿去与手下分了，把事情处理干净。大人放心，小人定当办妥。表哥，让你费心了。哼！你还知道让我费心了？这可是4条人命，如今你该把心思都放在如何让自己尽快变得强大。我虽为一方县令，可总也有护不住你的一天。此事不怪我哥，是我太过莽撞，没有考虑后果，给大人添麻烦了。你知道便好。如今小驴身负重担，他有很多事要做，在他还未成长至有能力自保的时候，凡事多做权衡。秀才不能再回山泉村了，近期便待在我身边，由我看着，省得他再闹出祸端。回到家中，凤家二老见赵小驴平安回来，悬着的心才堪堪放下，而一旁的李寡妇心中却隐隐感觉空了一块。此时的他心中满满的不安和焦虑。李婶子，秀才没事，他要在县令大人身边待一段时间，山泉村暂时不能回来了。没啥事，我去干活了。时光如梭，不知不觉过去了10几日，凤小妹的身子也逐渐趋于好转。脉象平稳，胎息也很正常，想来以后无需用药，只需通过饮食来调理身子便可以了。尽管凤小妹的身子这些10日以来一直趋于好转，可真听到顾北的肯定后，赵小驴心中还是忍不住的高兴。媳妇无事，孩子也保住了。顾兄，这些日子辛苦你了。赵兄哪里话，比起你交给我的这个方子，我这点辛苦那是妥妥的赚大了。如今夫人身子已无大碍，我也该回去了。趁着时间充裕，我想按照你的方式多做一些青霉素出来，这样可以备不时之需。看到顾北那急不可耐要赶回去制作青霉素的架势，赵小驴突然想到了什么。对了，顾兄，这药制作出来后，可以用老鼠先做一下实验，这样可以有效剔除一些失败品。用老鼠做实验，赵兄果然远非凡人。若不是与赵兄相处久了，我还真以为你是什么仙人转世呢。送走了顾北，赵小驴转身走在回家的路上。如今天气渐渐变冷，清晨的草径上已布满了淡淡的霜意。刚到家门口，却看到远处驶来2辆马，马车周围还跟着几个婆子和护院。这大清早的，看这架势，莫不是来找我的？果真想什么来什么。马车很快到了跟前，车门打开，程子昂从第1辆马车上窜了下来，见到赵小驴便兴奋地嚷了起来：“赵兄，好久不见，近来可好啊？”程兄，你这是？赵兄，我将你的事给我娘说了，她放心不下，过来看看你。
余初真的是你的。姑母，早听子昂说过他娘很是温柔和善，今日一见程兄果然所言不假，您一路过来肯定累坏了吧？快请进屋里歇会。小妹，这是程兄的娘，程夫人。姑母，这是内人封小妹。姑母好，真是好孩子，这几年辛苦你了。小驴以前太混蛋了，让你跟着受委屈了。孩子，这里地处偏僻，并不安全。我这趟来，一是来看看你生长的地方，二来嘛，也是想将你和你妻子孩子一起接去府城。你意下如何？府城，姑母，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而且还有表哥那边照顾，您不用担心。程夫人要接他们一家去府城，虽然看起来很不错，自己可以离开这里去府城发展，那里比丰台县繁荣太多，有程家的关系在，自己发展起来肯定很快。但赵小驴不会跟他去府城，第一，他不想看别人脸色讨生活；第二，府城离京城过近，到了那里难保不会被有心之人发现端倪。然而见赵小驴拒绝，程夫人脸上却立马露出了满满的焦急。孩子，这里不安全，山泉村与蛮夷边界就隔了一座山，若你出个什么事，我如何向你娘交代呀？姑母，听您的意思，难道是蛮夷那边有什么动静了不成？眼前之人可是原主的亲爹有名侯廖世安的妹妹，又是程家主母，程家的生意遍布全国，在京城肯定有眼线。他能这么说，定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念及此处，他忽然想起司马南征来。他以前不知道司马南征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经营布袋，非要跑到丰台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来当个小小的九品县尉。如今想来，他应该是听到了什么风声，才会来丰台当县尉。经营待遇虽好，但是没有立功的机会。而丰台地处边疆，紧挨着蛮夷，这里有立功的机会。你也不要太过担心，如今国朝渐安，蛮夷未必有那个胆量越界。不过不管怎么样，只要你跟着姑姑去了府城，必定是安全的。姑母，感谢您为我们一家着想，但我还是想留在这里。行吧，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只是你父亲那边，姑母，我父亲那边还请暂时为我保密，想必现任侯夫人的手段您多少了解一些，越早暴露于我越为不利。听了赵小驴的话，程夫人深深垂首，她明白赵小驴话中的意思。此番过来虽然没能如愿将赵小驴一家带去府城，可能得见昔日闺蜜之子，此番也算有所收获了，并未过多停留，送走了程夫人一行人。赵小驴坐在客厅中沉默了许久，仿佛正权衡着什么重要的决定。小妹，咱今晚将家里的东西收拾收拾，明天搬去县城吧。我知道你放不下家里的兔子，放不下咱这刚盖的新房子，也放不下小猪的学业，但是我听程夫人的意思，蛮夷貌似又开始蠢蠢欲动了。翻过咱后面这片群山就是蛮夷的地盘，他们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过来。县城要比这里安全得多，咱不能因为这些身外之物就将自己置于险境，你说呢？相公，小柱那孩子懂事又聪慧，对知识的渴望你也知道。李嫂子宁愿自己不吃饭，也想让小柱多读几天书。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们，说我要去县城了，不教小柱了吗？赵小驴知道小柱是个争气的孩子，不但学习非常刻苦，脑瓜子也聪明，这样的得意弟子，凤小妹舍不得也是正常。要不这样吧，你去问问李嫂子，看她愿不愿意跟着咱去县城。咱家这60-70只兔子很快会繁衍出一片来，到时候也需要找人喂养。你告诉她，如果她愿意去县城，咱就在县城租个小院子，她专门负责在院里养兔子，而你还教导豆豆和小猪读书。这样真的可以吗？相公，你太好了，我这便去找李婶子去。快去保管，有熊冲进城里了。小妹，这套房子真的给我和小柱住吗？李嫂子，不是给你住，是送给你了。这怎么能行？李姐，我知道你是个讲原则的人，之所以送你这套房子，是因为在我和小妹的心中，已经将你当成了我们的家人。如果你不认同我们这份情谊，可以拒绝。赵小驴一番话，顿时将李寡妇已经说到嘴边的话生生挡了回去。在古代，普通老百姓为了买套楼，恨不能祖宗好几辈勒紧裤腰带，眼前赵小驴却直接送了一套给自己，李寡妇怎能不感动？对了，小妹，以后不要叫李嫂子了，还是叫姐吧。为啥？因为人总要有新的开始，新的生活嘛。那个你们先安顿，我去看看秀才，回头还要抓紧去军营。说完，赵小驴回身准备去高思远那里看看秀才如今怎么样了。只是随着他的眼角余光，他却停下了脚步。小黑蛋，过来！望着眼前这头出巨熊样的小黑蛋，赵小驴头痛了。以前在山泉村，家后面就是山林子，尽管小黑蛋越长越大，可也能勉强养着。或许是因为小黑蛋从小与人类生活在一起的原因，所以他并没有山中野熊的那种暴戾之气。可这毕竟是城里，要是让周围的住户知道这家人养了头熊，那他们还不得炸锅吗？
小黑蛋，咱们现在是城里人了，要文明知道不？不能咬人。爹爹，你在干嘛？旁边的豆豆见赵小驴一脸认真的对着小黑蛋絮絮叨叨，顿时忍不住心中的好奇，歪着小脑袋问道。一旁凤小妹和李寡妇则一脸错愕的盯着一本正经正对熊弹琴的赵小驴。相公，你不是要去表哥高大人那里找秀才吗？哥，你说啥？你给王姐买了套房？其实是给你们俩以后准备的，但你俩现在八字没一撇呢，我又不好说是买给你们俩的吧。李姐那性子，我要说了她肯定不住。也是。哥，那我以后岂不是成了倒插门了？倒插门怎么了？我10几万粉丝都想要李寡妇，结果就你成了。你说气人不气人？哥，你说啥是啥，我都听你的。世人谁能相信你这个想要屠尽苍生的恶人，在我赵小驴面前竟还有如此孩子气的一面？望着眼前这个曾经凶焰滔天的秀才，赵小驴很感慨，更多的却是感动。秀才是个很简单的人，幼年的遭遇让他对这世人充满了憎恨，但是一旦走进他的心中，成为被他认可的人，那你就会发现他真正的一面，一个一直被深深隐藏的最真实的一面。好了，我该回军营了。你在表哥身边对你来说是好事，你一向肆意惯了，日后出来混总是要吃亏的。赵教习，您终于回来了。去告诉大家，教场集合，让我检查一下我回去这些时日，你们有没有消极倦怠？教习，要不咱从明天开始吧？你今天才刚回来，而且大伙刚刚跑完5公里，就让大伙歇歇吧。哼！一炷香看不到你们人，后果自负。时至9月，夜晚的微风透着瑟瑟的寒意，然而教场上一队人影却沐浴着清冷的月光，正围着教场一圈一圈的狂奔着，气望去正是第10小队，也就是江河的小队。自上次砍柴被狼群围困之后，小队的人对赵小驴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危难之时却依然对他们不离不弃的人，值得他们尊重，更值得他们追随。大教习，早啊！早。今天咱还一起去砍劈柴吗？若去劈柴，你打算怎么安排？什么怎么安排？砍就行了。哦，对了，今天得多拿点粗麻绳。这就完了吗？你们有什么补充的吗？咱是不是得拿几副弓箭？万一再遇到狼群，也不至于太被动。对，是该领几副弓箭。光有弓箭还不行，还有谁知道有没有什么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我知道，我们还得注意狼群偷袭，否则就算有弓箭也没用。说话之人正是车小年。赵小驴赞许地望了他一眼，没想到车小年的思维还挺活跃。非常好，说说具体该怎么做。我们可以分2个人爬到树上四处观望，若发现狼群的身影，立刻提醒下面的人爬到树上，等狼群靠近，咱就拿弓箭射他们。哟，车小年，你个次次倒数第一的人，想拿箭射谁？你拉得开弓吗？随着话音刚落，一行众人走进食堂，循声望去，正是萧雨带着自己的小队成员走了进来。奇怪，这萧雨再怎么说也是个大队长，怎么就跟江鹤他们这个小队过不去？小年能不能拉开弓，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瞎操什么心？我跟废物待在同一个军营，说出去脸上无光啊！他娘的，老子忍你很久了，萧雨，你把嘴放干净！有，急了，有本事过来单挑啊！江鹤那个软蛋怎么会出来单挑啊？队长，你这不是为难人了吗？老子打死你！队长，不要去，让他去。小队的人见江鹤盛怒之下就要冲上去与萧雨厮斗，说实话，他们自己都不清楚为什么萧雨总喜欢找江鹤的麻烦，但是一次次的纠缠，每次吃亏的都是自家的队长。如今眼见江鹤又要受对方激将，怎能不急？赵教习不能让江队长去，他不是那萧雨的对手啊，上去肯定要吃亏受伤。天天被人奚落倒是不用受外伤，但是内伤比外伤更难医。你们没有血性，还不许别人有血性吗？废物就是废物，老老实实的当你的废物不行吗？干嘛还要自取其辱呢？你口口声声说江鹤是废物，不知道可敢光明正大的约战一场，签生死状的那种。赵教习，是我错怪你了，之前还以为你是偏向这小子，搞了半天是想让我直接打死这废物。既然赵教习说了，我没问题，就是不知道这个废物敢不敢。此时的江鹤与第10小队几人一脸愕然地望着眼前的赵小驴，整个守备军都知道江鹤面对萧雨就是送财，
而且还是几乎毫无反抗之力的那种送人头。然而，就在刚刚，他们打心眼里佩服尊敬的赵教习，竟然唆使他们签生死状。1个月后，军营交场，你2人决一死战。江鹤，你信我吗？江鹤，你想清楚，一旦与萧雨签下这生死状，就没了后悔的机会。身为丰台县守备营最高统领，司马南征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江鹤为什么会执意做出此等寻死之举。整个守备营都知道他江鹤并不是萧雨的对手。司马大人，我意已决，即便是死，此番也认了。从江鹤的眼中似是看出了那抹决然。司马南征叹了口气，缓缓抽回了试图阻止的手。王朝上午，身为上级，他有权干涉部下私斗，但却无权阻止这公正死斗。江鹤，你果然是个没脑子的废物！一个所谓的乡巴佬教习，就能让你连命都不要了？既然这样，1个月后让我了结你这蠢货，省得活在这世上浪费粮食。哼，萧雨，1个月后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好，那我倒要看看你这1个月能翻起什么浪来。说实话，此时的江鹤有种箭在弦上，身不由己的错觉。此时他只能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赵小驴的身上。你跟江鹤有过节？其实我们俩是同乡，进军营之前就认识。说。3年前，我爹娘给我说了门亲事，女方是县城沈家的女儿，我家那会儿也在县城，两家算得上门当户对。元宵那天，我约着那女孩出去逛花灯，路上碰上了萧雨，她拦下我，让我和那女孩退婚，说我配不上她，我自然是不同意的。萧雨便当街和我打了起来，他带着2个朋友，我没打过他，他揍了我一顿便走了。临走说，若不退婚，见我一次就揍我一次。我浑身是血的回去，吓坏了我爹娘，他俩立刻带着我去了县衙状告萧雨。可萧雨一家和县令勾结，我不但没有告成他，反被他讹了100两银子。第2天，女方家来人说要退婚，我爹娘也没说什么，就将婚事给退了。他给了钱，又逼你退了亲，怎么还跟你过不去？雨让我退婚，是因为他也看上了那女孩。女方家和我退婚后，便立刻将女孩许给了萧雨。可是他们成亲当天，那女孩便跳了河，萧雨既没了媳妇儿，又丢了脸面，便将这事儿都算到了我头上。后来我家道中落，我便来参了军，只是没想到他竟阴魂不散，也来参了军。他这么欺负你，你难道就一直忍着吗？我反抗过。可萧雨那混蛋竟然派人去村里将我爹娘揍了一顿。他说我每反抗一次，他就打我爹娘一次。我爹娘本来身子骨就弱，若再被欺负下去……后面的话江鹤没有再说下去，但是赵小驴很清楚，他顾及自己的父母，并非如表面那般是个忍气吞声的怂货。好，既然你还有血性，那我便放心了。接下来的1个月，你的训练都要听我安排。好，赵教习，以后您那份柴我帮您砍了，以后再出去劳作，您一边歇着就行。干啥？你想断我财路吗？前世为人们用行动给世人做了榜样，和自己的士兵同吃同住同劳动，那种凝聚力是其他队伍无法比拟的。赵小驴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跟着前人验证过的道路走，总是没错的。小驴，县令大人让我过来喊您去县衙一趟，他有事找您。有劳何大哥了，我去一趟县衙，你们几个等我回来。表哥，你找我。此时的高思远正眉头紧缩的端坐案前，盯着手中的信函。这个表哥素来严肃，若无要事不会找自己。隐隐之间，赵小驴感觉似乎要有什么大事发生。小驴，你来了，坐。表哥，发生什么事了？京城来信了，蛮夷那边有南下犯我的举措，父亲让我配合司马南征做好迎击的准备。昨天晚上，司马南征连夜过来找我，说要扩兵，希望县衙能再提供500人的伙食。除此之外，军营还得建一批营房，他希望我能提供建房所需的役营材料。蛮夷为什么突然要南下劫掠了？听说蛮夷有30万大军，是全部出动还是部分南下？目前得到的消息是，只有查干部打算南下，其他部落还没有动静。查干部只有5万多人，能战之士大概有8、9千。可是咱们王朝立国30年，早已不是20年前的王朝了，查干怎么敢和咱们叫板的？表哥，咱王朝的实力应该比那草原上的部落强多了吧？去年归顺咱王朝的川山十部又反了，说是咱天子德国不正，上天降下灾难警示世人，北方干旱就是上天在惩罚大王朝的子民呢。德国不正，细想之下好像确实如此。
前朝皇帝昏聩无能，残暴嗜血，引得民愤四起，天下到处起义不断。本朝陛下作为前朝皇帝的表哥，理应保护好自己的皇帝表弟才对。可他倒好，直接夺了表弟的皇位，自己当起了皇上。新朝自从建立就一直在征战，百姓的日子并不好过。在前朝余孽的鼓动下，大乱不少，小乱不断，周围又有不少势力自立为王，朝廷连年征战，也有了一些疲态。加上这次十部叛乱，朝廷抽调了大批将士过去平叛，我朝已经没有多少闲着的兵力了。查干部就是瞅准了我朝此时无力应对，所以才敢趁机南下劫掠的。什么意思？咱宁安府不是有5、6万兵马吗？宁安府可是有一个节度使的，还是真国公的长子，手底下最少也有5、6万兵马，这么多人还搞不定查干部的几千人吗？没有那么多人了。前段时间，朝廷派宁安府节度使蒋怀民带兵围剿叛军，留在宁安府的拢共就1万人，而且这1万人还得驻守宁安府各要塞。若查干部南下，必定会来丰台县，只有拿下了丰台，他才敢毫无后顾之忧的继续南下。这场守城战我们必须要打，但是咱的守城军拢共就500人，就算加上火头军和辎重队的人，一共也才560人。560人守一座城，压力十分巨大，很有可能守不住。此时的赵小驴心中沉甸甸的。560人面对骁勇善战数倍于己方的蛮兵，若无援兵，除非发生奇迹，否则必被屠城。届时，赵小驴不敢再想下去。表哥，这件事你找我来是有何安排吗？史上最爽穿越模式，开局就在被窝里继承别人的老婆。且不说人妻有多好，本想靠着数千年的代沟猥琐发育，可才刚起步，敌国就要打过来了。表弟啊，眼下蛮夷那边有近1万的兵力，欲要攻打五丰台县，我准备再招收500新兵，这样加上老兵，能凑个1000人。赵小驴懵了，如今蛮夷近万的强兵要入侵，眼前这个县令狠了狠心，咬了咬牙，跺了跺脚，才准备再招收500新兵，1000对1万，还有一半是新兵担子。结局如何？赵小驴实在是不敢想。哥，咱们丰台县这么点守兵，是准备送人头马？我现在带着一家老小去逃命，还来得及不？你以为在这节骨眼上，我不想多招点士兵吗？可是县衙养不起啊。养不起，丰台县虽然穷，但也没穷到连几百人都养不起的地步吧？而且你可是户部尚书的儿子，户部啊，管国家钱袋子的，随便给拨一点，也够丰台县吃饱喝足了吧？我已经向朝廷写了奏书，请求兵部能送1000甲胄和武器来，同时请求户部能拨一批粮饷下来。但是这些东西能不能送来，我自己心里也没有底。粮饷可能还有一点，但是甲胄很大可能是拨不下来。那你叫我来干啥？我一个小老百姓也没办法帮你解决这事啊。我叫你来是想告诉你，军营要扣500兵，那就需要5个大队长，你好好把握住机会。赵小驴沉默了。此次守城若能活下来，对于他以后的发展自然有着无穷的好处。可1000老弱并残守1万强敌，委实有些儿戏。对了，朝廷对你进县区援黎的奖励下来了，我打算明天一早士兵在教场集合时过去给你颁发。闻言，赵小驴眼前一亮，总算是有个好消息了。当下忍不住急忙问道：什么奖励？朝廷下发的奖励应该不差。那个1块匾额。赵小驴又懵了，合着发匾额是这个国家的传统啊？县令发，皇帝也发，人家县令发匾额是因为县衙没钱，你一个皇帝也发块匾额，不嫌丢人吗？外加1000两白银，布10匹，绸2匹，耕牛1头。行，那我明早就等着表哥你过来了，若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你先等等，我还有事跟你商量。还有什么事？你不是有个木材店吗？我听何捕头说你这段时间收购了不少木材，你先赊给我，等营房建起来，我再让士兵砍了还你，如何？接下来我要教你的拳法名叫8极拳，该拳法以动作刚猛、爆裂为特点，是一种极具实战性的拳种，并且肢体多于动作，以腰身为轴带动肢体发力，将周身之力汇于拳锋，形成以点破面之势。说好，互相。望着被拦腰震断的大树，江鹤震惊了。赵教习，你这拳法当真是厉害！我要是练会了这一招，那一拳下去，还不得把萧雨那孙子打出屎来？这1个月的时间，你好好练这一拳，到时候决斗只要找准机会，给对方一拳便够了。那个你先练着，我有点事回趟家。
时至初冬，北方的清晨已经隐隐带着冬日的寒气。如今搬至县城房间够多，豆豆已经不需要跟赵小驴夫妻二人挤在一起睡了。在军营早起惯了的赵小驴此时已经醒了，但他没有动。在他的怀里，凤小妹正蹙着好看的秀眉，均匀的呼吸着。眼前这个与自己一路走到现在的女人，让赵小驴再一次看得吃了。相公，小妹，哎呀，相公，我肚子里还揣着宝宝呢。小妹，天气转凉，今天炖个勾勾补补身子吧。咱家的勾勾都没了。我说今早咋没有打鸣的呢？连公鸡也炖了吗？你去问小黑炭吧，那熊玩意儿一天偷一只，我是管不了它了。这熊玩意不会真偷袈裟吧？算了，小妹告诉小安和豆豆，让他们俩最近没事别出去乱跑，蛮夷要入侵了。那蛮夷会不会打到城里来？别怕，现在只是有消息传出，况且还有我在，我不会让你们有事的。我等会出去多买一些粮食备着，估计这一闹粮价会涨许多。吃过早饭，赵小驴揣着银片，赶着他那头驴牛便出了门。俗话说得好，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毕竟一旦打起仗来，无论是军队还是百姓，都需要大量的粮食来维持生计。所以说，但凡发生战争，粮价必然会飙升。店里没有那么多粮食库存，每个人最多只能购买5袋大米和5袋面粉。看来这些人也是提前得到了一些小道消息，否则秋收刚刚过去不到3个月，完全没有必要如此大量的购买粮食。而且粮铺向来都不缺少大米和面粉这样的基本口粮，现在却编造一个理由来实施限购政策，可见掌柜肯定也听到了些风声，给我拿5袋精米和5袋细面，再拿5袋糙米和200斤麦麸。精米细面他留着自己一家人吃，麦麸用来喂兔子，糙米给牛和黑炭当辅料。黑炭现在胃口越来越大，一顿能干掉3碗饭。赵小驴决定往这家伙的伙食里加点糙米，以减少成本。奶奶个熊的，马上入冬了，看来得带着小黑蛋这家伙进山打猎了。想到自己带着一头熊进山打猎，赵小驴就忍不住心头火热。是个人都知道，越是深山猎物越多，但是危险也更大。但是自己有头熊做保镖，想来安全指数应该可以上升不少。好了，小黑子，把这些送到厨房去。相公，小黑蛋才刚长起身子，你让他干这么重的活，让豆豆看见又该不开心了。这家伙都啃了老子1年多了，还偷了那么多勾勾，干点活累不着他。小妹、小安，有件事我想跟你俩商量一下。你看小安的学问都是岳父教的，虽然岳父大人学富五车，胸有丘壑，可毕竟是童生，虽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但也要看师傅领进的是哪道门啊。眼下临科考还有半年的时间，我想让小安进县学，这样对他明年的考试定会大有裨益。姐夫，你能有办法将我送进县学？听赵小驴说想要把自己的弟弟送去县学进修，凤小妹的鼻子没来由变得酸酸的。眼前这个男人对自己好的犹如梦幻不说，连自己的家人他也想得这么周到。但是他也清楚，县学招收的都是大户人家的子弟，或者是考取了童生、秀才等功名的人。与县学并列的便是白鹿书院，那里虽然收寒门子弟，但人数也是有限制的。更何况这2大书院的束修都不低。可无论县学还是白鹿书院，都不是我等普通人家能进的，这会不会很麻烦？见凤小妹眼圈红红的，赵小驴只当女人怀孕的时候情绪容易波动，便急忙出言安慰。放心吧，你相公我可不是一般人，别忘了那县学可是朝廷办的，每个县的县学堂都归县衙管。我去找表哥打个招呼。第二日一早，赵小驴带着紧张又兴奋的凤小安前往县学。有高思远这层关系，进县学堂变成了一个招呼的事。有劳了哦，赵教习哪里话，县令大人已经交代过了，卢夫子此时正在学府等候2位。有钱能使磨推鬼的世道，那守门的见赵小驴递来的碎银，一张脸早就笑成了一朵雏菊。顺着前面的路一直走，便会看到卢夫子，若寻不得，再回头找我，我亲自带您去找。县学很大，有学堂，有校舍、饭堂，除此之外还有骑马射箭的地方，可谓是君子6艺的学习场所都包含在内了。怪不得县学难进，人家这里是什么都教，村里的学堂能教你学识已经很不错了，谁还会教君子6艺啊？就连那些夫子都不会这些东西。姐夫，是不是卢夫子不在？小安，上去敲门。清脆的叩门声回荡在萧冷的寒风中，门内依然没有任何回应。这或许就是古代读书之人的清高之气吧。知道我等是靠了关系，所以心中不忿。小安再叩，姐夫再叩，这便是第3次了。若还无应答，我们怎么办？
我等粗鄙之辈，此番不惜代价秘逸粮食，正是为了学习君子之道，明了礼义廉耻之行，所以是用了些手段，但也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我等3口夫子们想来会有应答。进来，姐夫，卢夫子在里面。进去吧。二人推门而入，只见院里的槐树下放着一把躺椅，躺椅上坐着一位60来岁的老者，肥嘟嘟的脸已经冻得通红，此时正拉着脸望着两人。哼，你们是何人？为何打扰我睡觉？睡觉？睡你大爷！脸都冻红了，能睡着才怪。罗夫子，在下赵小驴，这是七弟凤小安，早听闻您学识。谁要来上学？是我七弟。那你可以回去了。姐夫，你先回去吧，我一个人可以。交代一番，赵小驴转身离开。当然，他的心中免不了吐槽这老家伙心眼够小，一点也没有做学问之人该有的那份胸中有丘壑之姿。呸，啥也不是。赵老弟，我找的你好苦，刚刚去你家中，弟妹说你来了现学，我一路便急急赶了过来。来人正是何捕头。此时的何捕头一脸的急色，不过与上次不同的是，他这次称呼用的是你，而不是上次的您。可见上次赵小驴对他的态度让他放松了不少，自然对赵小驴也更亲近随和了许多。何大哥，什么事让您这般焦急？快随我去县衙，县令大人找你有急事。探子来报，查干部已经达成统一，昨日已经开始集结兵马，不出3日，大军便会动身。3日？查干部离丰台最近，1日便可抵达仓北坡。若仓北坡失守，不出1个时辰，丰台县城就会被围。表哥，此事司马南征知道吗？他马上就到，我叫你来是想告诉你，提早做好拜守的准备。此番蛮夷近万铁骑，我们这区数百人守这座城很难。此时的赵小驴想骂娘，只是略微犹豫，便错失了将妻女送走的机会。他没想到蛮夷的动作会这么快，如此也只能拼命守城做困兽之斗了。下官参见县令大人。南征查干部南下这事，你有什么想法？大人，据探子报，查干部欲出动4000兵马突袭丰台，劫掠一番后立即撤回草原。这般看来，对方并没有拼死之状，所以下官有信心守住丰台，还望大人能确保军中后勤补给，免我守军后顾之忧。你放心，不会亏了将士们。晚些时候我会送1000担粮食去军营，3天后这个月的饷银就能先行发放了。下官替军营的将士们谢过大人。大人，夷人来势汹汹，下官准备下令坚壁清野，还望大人准许。所谓坚壁清野，便是将周围战争涉及范围内的村镇居民全部聚拢到城内。如此一来，待蛮兵入侵，见无物可抢，加之无心久战，便会撤去。毕竟攻城可是耗时费力的体力活，但城中一下子涌入大量难民，也意味着县衙的治安工作会压力剧增。准，你尽管去做，本官会安排好一应事宜。谢大人。赵教习，你乃山泉村人，山泉村我就交给你了，3天时间能将人全部迁入城内吗？大人放心，3天内山泉村不落1人1粮，全部会迁入县城。深夜，秋风裹挟着寒意撕扯着大地，山泉村里正家却亮着油灯。此时赵小驴正在与李正满脸严肃地说着什么。什么？蛮夷要来了？我奉县尉大人的命令，回来通知大家连夜收拾好金银细软，赶紧进城躲避，这是告示。小山，快去撞钟，让大伙儿赶紧集合，咱得立刻收拾东西跑路。这大半夜的敲钟发生什么事了？不知道啊，快去场上看看。李正叔，出啥事了？这么晚了，叫我们到场上来干啥？就是我都已经睡了，听到钟声又不得不爬起来，到底啥事？乡亲们，蛮夷要打过来了，大家赶快回家收拾细软，收拾好的场上集合，咱连夜去县城。什么？蛮夷要打过来了？天爷，这是真的假的？这是告示，上面还有县太医的章，怎么会有假？不想死的赶紧滚回家收拾东西去。趁着村民回去收拾东西，赵小驴回到了自己新盖的大宅子。伫立良久，他心中满是叹息。这房子刚盖起来没多久，崭新崭新的，可谁知道蛮夷过后，这房子是否还会如眼前这般？回到场上，见到眼前的一幕，赵小驴顿觉整个脑子都裂了。说了让大家只带粮食和金银细软，可是这些人都带了啥？锅碗瓢盆被褥衣物也就罢了，怎么连柴火也带上了？甚至还有人带着都快散架了的破草席。叔，你那破草席里裹了白银吗？都破成这样了还要带着？你小子懂什么？这破草席陪了我一辈子，和我的家人一样重要，我可舍不得扔。
山泉村到县城近100里路，希望万一追到你屁股后面时，你依然能带好这位破草席家人。李正书，我刚刚点名，除了韩老太，其他人都到齐了。韩老太为什么还不来？刚去找过他了，他前日上山摔断了腿，他说他不走了，与其掂着一条腿赶路累死，还不如死在自己家里舒坦。韩老太只是断了条腿，若真想活着，单腿跳也得求那一线生机。你懂啥？他无儿无女无人养老，一个人孤单过了几十年，要我也活够了。大牛、小山，你俩去把人背过来。小山娘，将咱家牛车上的东西再归置归置，给韩老太留个位置。没一会儿，赵大牛背着韩老太来了。韩老太看见一旁站着的赵小驴，装作没看见一般，撇开了眼。出发！李正一声令下，大伙开始朝着县城前进。一路上锅碗瓢盆叮当作响，老人孩子大哭小嚎，场面好不热闹。黑夜中，若有人远远瞧见，他是要以为这是一个规模浩大的哭丧队。李正书，消息我已带到，眼下我要先行一步赶去桃花村接我岳父岳母一家。好，那你一路注意安全，深夜野兽多出没，一定要小心。小驴，你怎么过来了？小妹他们还好吧？都好着呢，我过来接你和岳父。对了，岳父呢？你岳父在收拾他那些书呢，这好端端的怎么就要打仗了呢？你先歇会儿，厨房还有半袋面粉，我背出来，咱就走。岳父，小驴来了，快来帮我把这些书都收一下，攒了这么多年，扔掉实在可惜。赵小驴没有多说什么，他知道自己这老丈人做了一辈子学问，书本于他而言就是生命。不多时，翁婿二人足足整理了数麻袋。我说一个老不死的，小驴那车除了拉人还要拉粮食，你装这么多书，打算怎么拉走？嘿嘿，小黑蛋出来。话音刚落，一声震天咆哮鼓携着一道巨大的黑影从旁边阴影处窜了出来。刚刚那一声咆哮差点没把老两口子给吓没了。不过定睛一看，却正是豆豆的黑熊小黑蛋。岳母不用多虑，岳父的这些书籍让小黑蛋驮着，一会到了镇上就有马车了。我租了20辆马车在镇子里候着呢。傻儿子，你租那么多马车干啥？今天军营里选拔队长，我得快些把山泉村那些人运到县城去，否则怕是会延误了我选队长的时机。那咱快赶紧出发，别磨蹭了。嘿，黑蛋儿，别把我那些书颠掉了。大人，山泉村全村共531人，一个不少全都带过来了。甚好，你先别回家，去找司马南征，把这件事向他汇报一下，按我说的做。大人，山泉村全村531人已全部迁入城内，特来向您汇报。全部？回大人，全部，老人孩子一个不落。若本官没记错，山泉村离县城100多里，你昨天下午才出发，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回大人，草民怕蛮夷攻过来伤害村民，便快马加鞭赶到了村里，又连夜组织大家收拾好细软就出发了。我怕老人孩子走路太慢耽误时间，草民在回去时租了20来辆马车，老人小孩以及孕妇伤员坐马车，青壮年走路，如此堪堪在天黑之前到达了县城。不错，你做得很好，累了一天了，你下去休息吧。谢过大人，草民告退。2天1夜没合眼，赵小驴身心俱疲，回到营中倒头就睡。第二日一早朦胧中，尚未恢复过来的赵小驴便被集合的鼓声再次吵醒。昨天军营招了500新兵，已经分成了5个100人大队。今天定下大队长后，各自队内的小队长由新任大队长自己决定。现在本官公布大队长人选，他们分别是原第1大队第2小队队长冷霄峰，原第2大队第1小队队长胡杨，原第3大队第1小队队员周彦武，原第4大队第3小队队长苏金山，全数教习赵小驴。司马南征的话说完，台下顿时一片哗然，其中不乏愤懑怨怼之声。不公平！说好的比试选大队长，为什么还没有比试就决定了大队长的人选？他一个教拳术的，凭什么能当大队长？他会射箭吗？会骑马吗？会排兵布阵吗？谁说要通过比试角逐大队长的？我说过吗？哼！一个大队的大队长不能只有蛮力，更要有审时度势、分析战况、统筹安排的能力。本官从整个军营中挑选了17人，这17人竞争5个大队长之位，最后胜出的便是这5人。挑选了17个人竞争大队长之位，我怎么不知道？对啊，比赛内容是什么？军营什么时候组织过比赛了？组织百姓入城便是此次考核的内容，所用时间、迁入人数、是否全村迁入等等都是考核的项目。你们质疑本官为什么选赵小驴？他此次的任务是去山泉村，山泉村距离县城100多里，全村531人。他前天下午出发，昨天傍晚就将所有人都迁入了县城，就连腿摔断了的老妇都没有落下。你们说说，他有没有能力做这个大队长？众人听完纷纷住口不说话了。全村迁入县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老人孩子脚程慢，走着走着走丢了是常有的事。最主要的是，
100里的路，一群手提肩扛的人，包括老人孩子，都仅用1天时间就走完了，这着实非常困难。现在共计10名大队长，用1刻钟的时间整理队伍。之后来我书房议事。我叫赵小驴，从今天起，你们这100号人归我管。我的要求只有一个，令行禁止。现在所有人如我这般站军姿，我没说结束前脚不可挪动1分1毫，违者绕教场跑10圈。探子来报，察干部已于今日出发，领军乃察干长子呼尔格，所率骑兵2000，步兵2000，最迟也会在今日傍晚抵达苍北坡。苍北坡守军1500人，未必守得住。本校尉已向马都尉禀明军情，但长陵军其他3营能否及时救援，都尉也不敢肯定。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若无援军，该如何守住丰台？还望各位建言献策。一番商榷，最终定下防守任务后，在场的10个大队长便各自回到自己的队伍，整顿军备，安排防守事宜。回到教场，注视着眼前这群有气无力的闲散新兵，赵小驴冷冷开口：所有没听命令擅自挪脚的人都站出来。我刚过来时看到你坐在地上，为什么不出列？回禀队长，你说的是没有你的命令，任何人的脚都不能挪动分毫。我的脚没有挪动，只是身体动了而已。哟呵！你叫什么名字？回禀队长，我叫文一。听我号令，一直站军姿的人原地休息，其余所有人绕教场跑10圈，中途不可掉队，掉队者加罚2圈。队长，我能休息吗？可以。他离开时强调了2遍脚不能挪动，只有文艺精准地把握住了自己话里的意思。他这个空子钻的赵小驴没脾气。你呢？你又为什么不去跑？我凭本事进的军营，老子来是打仗的，凭啥你让我跑我就得跑？这个国家除了丰饶的土地，女人也挺水的。畜生，不得好死！畜生！你们这个国家的战士就只会靠诅咒来打仗吗？一个不留！你是怎么做到的？这有难度吗？我输了，说吧，需要干什么？丧棒，苍北坡失守！丧棒，他被迫失守！正当赵小驴准备借机挫一挫这帮新兵的锐气时，自兵营外冲进一人一骑，闻声望去，来者浑身插满了箭矢，眼见是吊着一口气强撑至此。不过让赵小驴震惊的却是这濒死的士兵带回的消息。苍北坡那里出了什么事？大人，苍北坡失守，所有将士全部阵亡。大人，之前探子传回的消息是蛮夷今早才会发兵，从察干部到苍北坡至少也要1天的行程。如今苍北坡失守，难道之前探子传回的是蛮夷故意放出的假消息吗？各大队长听令，察干部来袭，各队速速驻守相应防守区域。一声令下，整个兵营瞬间乱成一团。老兵上好，可为数近半的新兵刚进军营，尚未来得及操练哪怕1天，便直面战争。一时间，很多人茫然无措的呆脸。苍北坡失守了。苍北坡虽叫坡，但他易守难攻，那里又驻扎着3个团的兵力。听说马都尉又带着第1团去了那里，怎么会这么快就失守？管那么多作甚？蛮夷来了，咱直接干他娘的！第10大队全体听令，蛮夷大军顷刻将至，你们的家人都在县城，我等身为男儿，是否该当护我身后妻儿老小？蛮夷破城，抢我们的粮食，烧我们的房子，欺凌我等妻女，你们是否能忍？告诉我，尔等是不是刁蛮好汉？全体听令，随我离开军营，协助老兵死守城门。简简单单几句话，原本士气萎靡、混乱不堪的兵众立马精神一振，100人的队伍众志紧张，高昂的斗志汇聚成一股肃杀的冲天之势。眼见战役已成，赵小驴暗松一口气，这股鸡血他必须要打。全城通告，战事当前，所有百姓紧闭家门，不得外出，违者重罪论处。
铿锵的脚步久久回荡在原本喧嚣的街道。大战在即，城中百姓早被官兵遣回了家中，包括城中的难民也统一收容到了安置区。众将士，作为新兵，此番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为城头上的防守运送战士物资。从军营到城头有一段距离，眼下时间便是生命。各小队长听令，带着你们的队员速速去征用牛车、马车等运输工具。我们要在第一时间将滚木垒石、剑士、兵甲等从军营运送到城头上。现在立刻出发。小妹，是我，开门。话音刚落，随着一阵细碎仓促的脚步声，大门应声打开，露出凤小妹满是担忧的俏容。相公，你可算回来了，现在外面什么情况？你还出去吗？我过来牵牛车，马上就要离开，外面不安全，你们锁好门，不要外出。我给你的那把匕首你拿好，万一有个意外，你也好防身。爹爹，不要走，豆豆害怕。豆豆乖，爹爹要保护你和娘亲，所以要出去将坏人打跑。只要豆豆乖乖在家，爹爹就很快回来，好不好？爹爹，你一定要小心，我们都乖乖在家等你回来。小黑蛋，我不在家，你要保护好大家，等我回来赏你大鸡腿吃。此番守城，第一战线用的都是之前的老兵，而新兵则用来作为后备。此时整个军营5个新兵大队，当众人还在你帮我运的准备物资时，第10大队已经装满了整整19车物资，在周围众人异样的注视中，浩浩荡荡地奔赴前线去。他们用行动告诉了众人，这便是效率。那些个新兵蛋子运送的物资怎么这么慢？再不来，蛮夷都要打过来了。所有人听令，将物资速速搬上城头。随着一声令下，只见一队队士兵迅速将滚木雷石、细沙、桐油、金枝等东西如流水般搬上了城墙。第5大队长左云见来人，心头大喜，他想不到赵小驴的队伍效率这么高。其他区域的守城大队连物资的毛都没见到，而负责他们后勤的第10大队却已经将物资送到了他们脚边。赵教习您来了。赵队长辛苦你了。分内之事，左队长言重了。站在10米宽的墙上，城外的景色一览无余。这一刻，赵小驴才真正感受到要打仗了，会死很多人的那种。他心中忽然有些压抑，或者说沉闷。刚刚司马县尉召集我们5个大队长，说了仓北坡的情况，探子情报有误，查干部对外说是今早出兵，实际上2000骑兵昨晚连夜奔袭，于今早天亮时分突袭了仓北坡。马都尉已殉国，4团兵力损失殆尽，敌军骑兵弹指间便可抵达城下，援军何时到还未可知。你做好心理准备，保不齐最后你也要上阵杀。话未说完，一声沉闷的号角如同催命的闷雷响彻天地，紧接着大地震动，2000人的铁骑踏的大地都碎裂。随着城头众人惊骇的目光，黑压压的蛮兵正坐着烈马呼啸而来。所有将士速速做好迎敌准备。赵教习，还望你能多送点滚木类石等东西过来。咱弟兄们的命能不能保住，就靠你了。好。嘿，说你呢，你别站在那，站在那容易挂。呸，啥也不是。你以为我像你们第10大队一个个贴着墙根走，像只老鼠一样？哎呀，怎么样？我就说吧，站在那容易挂。兄弟帮帮忙，我觉得我还可以再强求一下。弓箭手准备，放箭。果真是一帮没有冷淡的太监，连弓都拉不开。大人，咱们普通守军用的弓是1弹弓，根本就射不到那么远的距离。城下蛮兵对我们围而不攻，显然另有打算。没卵的王朝懦夫，速速开城门迎接你爷爷！开你大爷！有本事你上来单挑！胆小鬼，快给爷爷开城门！爷爷的大刀已经饥渴难耐了，急需找个小娘们泄泄火。回家找你老母泄火去吧！你那满身的毛跟个猴子似的，和你家里一样全身毛的婆娘。
哼！一声厉啸划破长空，漆黑的剑矢带着森冷的肃杀，瞬间没入空中。不待众人反应，随着一声闷哼，只见城下原本叫萧正欢的苏贺八鲁双手猛然紧紧捕捉，而他的指缝中赫然露着一截剑。苏贺八鲁，鸣金手柄。小驴，好样的，这一箭射得漂亮。大人谬赞了，都是大人教导有方，以后你就专门射箭。没问题，可是大人，我手上的设备需要升级了。那就买。我们已经没钱了，这事就难办了。大人，其实你可以去试试抖音钱包里的放心借呀。打开抖音，点击我钱包放心借，跟着要求申请，最高额度20万呢。等其他资金到账还上就行了。这可以，我现在就去。对了，你可知道方才你射杀的是何人？尽管赵小驴不清楚刚刚被自己射杀的人具体是何方神圣，但见司马南征一脸掩饰不住的笑意，想来此人一定不简单。此人名叫苏贺八鲁，是蛮夷最大部落首领的长子，所以此次你可是立了大功，狠狠地挫掉了蛮人的锐气。司马南征满脸都是掩饰不住的笑容，他来到边关为的就是镀金。苏贺八鲁虽不是自己亲自射杀，但是不要忘了，赵小驴可是自己麾下的兵。尊敬的王子陛下，苏贺八鲁此次随我们前来丢了性命，若消息传回去，辉山部落定会迁怒于我们部落，不知王子陛下有何打算？打算？你以为我为什么费尽心力把苏贺八鲁骗来？自藩南下，他注定会死。就算王朝这群两脚羊没有杀死他，我也会亲自动手。可据属下所知，苏贺八鲁是您的好朋友啊。是啊，我的好朋友，若他不死，我回去怎么说服辉山部落与我们联手？毕竟我们部落的战士只有1万多，我们这次出兵最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弄死苏贺八鲁，没想到这么顺利，看来真是天佑我查干部啊！尊敬的王子陛下，您的智慧必定会带领我扎干部走向辉煌，而我巴彦克拉珠将誓死为您效忠。听到自家王子将这么隐秘的消息与自己分享，眼前这名蛮族战士眼含热泪，心潮澎湃。自己只是一个小兵，然而王子陛下却将这么隐晦的事与自己分享，这是多大的信任啊！那么我忠诚的战士，你先下去吧，我还有些事要计划，需要安静。是，王子陛下。巴彦克拉珠，你果然人如其名，谢谢你分享我的秘密，现在我舒服多了。作为一个倾听者，你的使命也结束了。我正常的战士。大人，您找我来了，坐吧。如今敌人就在城下，蛮夷的步兵和工程器械最晚也会在后天晚上抵达城外，他们很可能会在大后天的早上发起攻击。叫你们来是想大家一起商量一下我们下一步的打算。要我说，我们就守候城墙，等待援军到来。届时我们打开城门迎击，对敌军形成夹击之势，一举歼灭。援军在哪里？你敢保证就一定有援军吗？有1半的几率不是吗？总好过你那白白送死的方法吧。阿昭，光有一腔热血是不行的，你也得用脑子思考事情的后果。哼，连战都没有争，你就说送死？我看你就是个胆小鬼。懦夫，真不知道你这第1大队的大队长是怎么升上去的。你说谁是懦夫？你一个小兵升上来的大队长，有什么资格说我是懦夫？我要和你单挑。单挑就单挑，谁怕谁？够了，商议正事。大人，蛮夷的步兵和辎重队什么时候到苍北坡？夜晚不休息的话，可于明天下午到达苍北坡。辎重队要慢一点，估计得到明晚了。你有什么想法？有一点不成熟的想法，大人帮我参谋参谋，看可不可行。蛮夷骑兵一夜便到达苍北坡，并且攻破苍北坡，到达了县城，可见他们并没有带多少粮食。若我们能将敌军的运粮车摧毁，将粮草和营帐都给烧了，他们必会断粮。虽然这一方法只能让敌军饿个1-2天，但这也给我们等待援军增加了一些时间。说的好听，敌人的粮草是那么容易烧的吗？你当人傻，就放在那里等你来烧。不试一试又怎么知道行不行了？要是你去试，我们不陪你去送死。既然是我提出来的，那就我去吧。行，那你就走一趟。需要多少人？什么东西？我立刻安排。此次行动重在保密，人手不需要太多，我就挑4-5个人随我一起行动即可。好，人选你如何打算？第10大队都是新兵，不靠谱，其他队伍我也不太熟，就从第5大队抽几个人吧。左队长，你看行吗？众人闻言都转过眼看向左队，他们知道这次任务失败的可能性很高，若失败，
行动的人很可能就回不来了。可以，希望赵队长能够完成任务，将他们一个不少的带回来。好，那我就选了。D 是小队的江鹤、车小年2人，另外我这边再找几人。什么时候出发？今晚入夜之后。哥，县令大人说你找我有事。秀才，今晚随我出城，我们火烧敌营。强敌压境，眼前这即将夜闯2000蛮兵驻守大营的5人中，却有1人不但不担心自家性命之忧，反而满脸都是藏不住的兴奋。此人名叫秀才。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早一些。秀才哥，你唱的这句话听着玄奥无比，是啥意思啊？我他妈哪知道是啥意思？以前老听我哥唱这句词，我是从他那学来的。10月的北方寒意盎然，今年的雪似乎比以往早了许多。刺骨的寒意下，更冷的却是这一城百姓的心。我说李寡妇，你这房子真是小驴送的，你看看我当初说啥来着？你这张嘴还能说出啥好话来？小妹，你家小驴还要女人不？你看我来你家当老三咋样？小驴人高马大的，你俩肯定喂不饱他，信不信我指定比你俩抗造？狗蛋娘依旧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然而3个女人再次相聚，却失去了以往的调侃和八卦。我说你们俩怎么了？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白天咱驴哥不是大发神威一剑退蛮兵了吗？你们该高兴呀。再说我现在也投奔你们了，我们仨青春美少女欢聚一堂，不值得开心吗？干嘛哭丧个脸啊？哼，你这张嘴啥时候能消停点？真后悔白天去难民营把你抠出来。到底咋了？豆豆爹和秀才今夜要火烧敌营，他们就那么几个人。后面的话凤小妹没有再说，可即使是个傻子也明白一个人打1000是不可能的事。然而连傻子都不会做的事，偏偏赵小驴去做了，这怎能不让家里的女人跟着揪心？今晚的行动凶险万分，但是我们必须要成功。我们的身上系着这一城百姓的安危，一会到了敌营，按照先前的计划，万不可有失。漆黑的夜空，不时有雪花打在脸上，犹如刺骨锋针。苍茫的黑暗中，几条身影裹挟着寒风，攀着绳索，顺墙而下。我就佩服你这种强行装逼的，亏着你脑袋够硬，要不然这一下子还不得把脑袋撞到屁股上去。小年，你没事吧？望着从城墙上一脑袋杵下来的车小年，赵小驴实在无语。都说出师未捷身先死，这货不会刚出城就光荣吧？赵教习我没事，就是刚下来那会有点迷糊，不过这会儿缓过来了。好，既然没事，那咱们就出发吧。一行几人前行到蛮兵大营外不远的高地，苍茫的夜色中，一座座营帐如同蛰伏在黑暗中的凶手，几处微弱的篝火倔强地跳动着，试图驱散这漫天的寒意。队长，军营周围一片空地，没有隐蔽点，我们得想好撤退路线，以免慌乱中出差错。军营后面是马厩，他们的马应该都在马厩拴着。我们放了火之后，立刻去马厩牵马，然后趁乱突围出军营。不行，必须先将马牵出来，等放完火再去牵马，根本来不及。我们冲不出2000多人的包围圈。文一，你和江鹤去牵马，小年你眼神好，在外围观察敌情，一旦出现变故就学狗叫。秀才、周月和我去烧粮草。任务分配完毕，众人分头。有道是夜黑风高夜，杀人纵火好时节。如此恶劣的天气，又是初降寒雪，连蛮兵都不会想到一支小队正悄悄摸进他们的大营。他娘了个腿的，这鬼天气才刚10月就下雪了。少抱怨，赶紧值完这一班回去睡觉。这次咱们骑兵轻装急行，穿的衣服又单薄，要是冻死在这鬼地方，传回部落还不得被笑死。什么人？敌袭2字尚未喊出，一根箭矢便狠狠扎进了这名守兵的喉咙，喷涌而出的血液如同炽热的铁水，烫醒了尚处于错愕中的同伴。无论如何，他也不会想到胆小怕事的两脚羊竟然趁夜杀进了他们的大营。把狗头给爷爷留下。寒芒闪过，一颗大好头颅借着微弱的火光高高扬起在呼啸的夜风中。血腥气，哼！既然来了，那就陪姑奶奶好好玩玩。队长，你看那些是不是蛮子的粮草？顺着周月指的方向，赵小驴看到了一摞摞的袋子，正堆放在仓房的角落中。在场众人心中都松了一口气，他们知道烧了眼前这些粮草，他们此次所承受的风险便都值了。哥，这么多粮食一把火烧了，实属可惜。这么伤天害理的事让我来吧，我还从没做过这么过瘾的事。
狗东西，你敢再往前走一步，老娘必让你尸骨无存！一道突兀的声音打破了寂静的夜，明明很悦耳的女子声音，但是听在三人耳中却如同平地惊雷。午夜掐零式，谁都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还是个母的。是你，如我记得没错，当日灭灵驱使狼群攻击我们的便是你吧？你的声音我记得。原来是你这娘们！你现在跑过来，不怕老子一刀将你连人带狗一块剁了吗？是你，我记得你的声音。在一个月黑风高、大雪漫天的夜晚，一个妙龄少女被3个不怀好意的猛汉围在了阴暗的角落中，欲行虎狼之计。然而世事无常，究竟谁才是最终的猎物？哼，你有血光之灾。小娘皮，在你面前的可是3个身强力壮的猛汉，而你只有1人。看到我秀才哥那80米的大刀了没？劝你装作没见到我们，赶紧回去睡觉。话没说完，不远处猛然传来一阵狗叫，紧接着震天的号角和人群的嘈杂充斥在整个蛮军大营。显然赵小驴几人夜闯敌营的行迹已经败露。哥，想来是江河他们去偷马的时候被发现了，咱们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赶紧烧掉这些粮草，然后去救援江河他们。等等，你们几个真当老娘是空气吗？我说过了，只要你放下手中的火把，我答应留着你们的狗命，从这里滚出去。你以为老子是被你吓大的吗？在这地球上，老子只怕一个女人。你们区区2000骑兵还想留住老子？今天这粮草我还就烧给你看。说话间，只见秀才手中火把轻轻一摇，紧接着漫天的火势借着寒风迅速蔓延，不多时冲天的火光卷着爆米花的香气充斥在整个蛮兵大营。你们找死！小娘皮，这天怪冷的，爷爷们没工夫在这跟你打嘴炮，不想死赶紧闪一边去，别在这碍事。要是有辆车就好了，跑起来肯定比马快。你又换车了？哪有？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没想到只花了9万9，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千万别错过了。眼下火势漫天，加上周围的喧闹声越来越近，显然蛮兵已经发现这里的粮草被烧，正火速赶来。狗东西，既然你们想死，那老娘就成全你们几个。出来吧，我的粮草！随着眼前女子的召唤，一声野兽的咆哮从蛮兵大营外的密林中传出，紧接着无数的狼嚎交相呼应，一道道身影穿梭在漆黑的夜色里，而他们的方向正是蛮兵大营。你们这些该死的两脚丫，只会靠口水和声讨打仗的国家，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眼见粮草被烧且已经失去了抢救的价值，霍尔格顿时暴跳如雷，他恨不得立马将赵小驴等人生吞活剥。我操，这女的花活还不少，队长咱们怎么办？望着周围密密麻麻的蛮兵，加上不远处数量众多的狼群，周越顿觉一股寒意从天灵感传到了顶后根。他哪见过这种场面，尤其是对方竟能驱使狼群为战，他想都不敢想。看来今晚免不了一场恶战了，秀才准备开打。第3刀，众生。等等，我要跟你单挑，赢了我你们可以离开。神女大人，何必与这些两脚羊废话？他们这几个狗东西就该直接乱刀砍死。霍尔格，你在教我做事，不要忘了我可不是你们查干部的神女，不要用你的无知来揣度我的决断。你可知那穷酸相的秀才一刀下去，你们这群蠢货要死多少？在北蛮，他们对狼既敬又恨，竟是因为在他们心中狼是天神的使者，恨则是因为狼会袭击他们的羊群，吃掉他们的牲口。而眼前这红衣女子，恰恰因为某些特殊原因可以驱使狼群，所以变成了北蛮人口中的神女。既然你想跟我单挑，那我便成全你。记住你的话，如果我赢了，放我们几个离去。我只保证让你们几个安全离开我北蛮大营，到了外面能否活着，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跪下！王子陛下，我们捉到几个王朝的两脚羊，是否就地砍杀？看来你们似乎是没得选了。好，就按你说的，但是你要先将他们2个放了，反正在你们的地盘我们也飞不了。开玩笑，面对2000蛮兵加上这么多的狼群，赵小驴知道，就算他们几个再能打，也定然无法全身而退。更何况文一和车小年已经被俘，如今有机会安全离开蛮兵大营，那全身而退的机会也会打上。狡猾的两脚羊，先赢了神女大人再说吧。更何况我若是掩耳无信，你大可诅咒我不得好死吗？放人！我记得你很能打，
上次一刀便屠我数十郎众，今天我要跟你单挑，看看究竟是你这大刀厉害，还是我手中长枪更厉。女人就是女人，磨叽半天不动手，你是准备靠废话来打败我吗？你找死！望着场中缠斗在一起的两道身影，胡尔格心头大震。只见一道火红的影子迅若蛟龙，轻盈灵河间透着刚猛，而另一道影子则状若猛虎，势大力沉之下，朝朝似有开天之势。妈妈个咪！刚刚幸亏听了这女人的话，要不然把这虎视扔到我2000兵士中，岂不是虎入羊圈？这边不管胡尔格有多震惊，赵小驴的脸色却越来越沉。这红衣女子身法灵动，根本不吃秀才正面硬攻，而她的枪法却犀利无比，枪枪都似要戳破这天地。他心中清楚，秀才虽然刚猛，但却不适合久战。照此下去，秀才必然会被拖垮。秀才，第3刀灭众手。没有任何废物，秀才瞬间领悟赵小驴的意思，一时龙吟大作。秀才举刀而起，破天之势撕裂了元火之势，天地之间充斥的似乎只有那铿锵的刀鸣和隐隐的龙啸之音。狗东西，你竟然不讲武德！一刀出，原本正看热闹的呼尔格顿时满脸的惊恐，旁边的赵小驴则一脸的奸笑，只因秀才这一刀劈向的正是人群中的呼尔格。神女大人，救我！狗东西，你与我决斗，为什么要砍旁边不相干的人？我要是说刚刚这一刀砍偏了，你信吗？我信你奶奶个腿！都说世事无常，两人打架死的却是一旁看热闹。你永远不知道等待你的是明天还是意外。你个老六！不好意思啊，我兄弟刚刚砍偏了。你说你也是，人家打架你在旁边站得这么近干嘛？贱人，我诅咒你不得好死！我以为你们蛮人打仗靠的是兵器，没想到是靠嘴喷。下辈子投胎记住了，别傻热闹头凑。王子陛下训天了！兄弟们，杀了这几个两脚羊，为王子陛下复仇。前面死了苏赫巴鲁，刚刚又挂了呼尔格，整个蛮兵大营顿时炸裂，人头攒动间，无数的蛮兵手持利刃砍向赵小驴的。秀才哥，赶紧再来几刀啊！要不咱兄弟几个今晚要挂在这了。砍个毛，老子没力气。双拳难敌四手，好虎架不住群狼。眼前无数的蛮兵前仆后继不消，片刻赵小驴等人便都挂上来，个个气喘吁吁。哼，一群废物！一群人半天拿不下区区数人，真不知道你们查干部的战士都是吃什么长大的。秀才，哥，这股血腥气是娘亲的味道。从今天起，你就做我的义女好不好？什么是义女？你要是答应了，那我以后就是你的娘亲了。我教你识字，还教你枪法，我可是很厉害的哦。娘亲，好孩子，以后娘亲陪着你，给你做好吃的，给你缝好看的衣服，你再也不用在狼群里吃生肉喝凉水。我有娘亲了。傻丫头，你叫什么名字？我有娘亲了。那以后就叫你月儿可好？月儿，我喜欢这个名字。对了，你还有个哥哥，只不过他却不在我的身边，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娘亲，你怎么哭了？是不是想哥哥？是呀，每个孩子都是娘的心头肉，你也是。娘亲有名字吗？你为什么在这里呀？娘的名字叫王于楚。啊，哥哥，他是我的哥哥。赶上我哥，去死！秀才懵了，赵小驴懵了，聚拢的蛮兵集体懵了。什么情况？赵小驴被捅了眼前的妖女，却目眦欲裂，反手斩杀了那名蛮兵，一枪轰飞了围拢的数十人。看他双目赤红，仿佛这名蛮兵刚刚那一刀是捅了他的血脉至亲一般。所有郎众听我号令，谁敢再踏前一步，就把他撕成碎片。一声狼嚎，原本对峙赵小驴几人的狼群立马调转目标，齐齐盯向围拢的蛮兵。看那架势，好似只要这群蛮兵谁动一下脚趾头，他们就会立马扑上去，将对方生吞活剥一般。哥哥，停！死刀扑，站在那别动！你要再敢踏前一步，老子一刀劈死你！狗秀才，我哥哥受伤了，他需要止血。你哥哥？哪个是你哥哥？你呀，你就是我失散多年的哥哥。赵小驴再次懵逼了，这女的一席话让他犹如五雷轰顶，整个脑瓜子嗡嗡作响。尼玛，我穿越过来也没拖家带口啊，这原主也没听说还有个失散多年的妹妹啊。那个姑娘，你是不是认错人了？不会，我从小在狼群中长大，分辨气味是我最擅长的。你的血液中有我母亲的味道，所以你一定就是母亲口中日夜念叨的哥哥。请问
令母是我母亲叫王余初。王余初。赵小驴呆住了，不过这次呆住的不止赵小驴一人。王余初3个字，整个王朝上至帝王，下至咿呀学语的幼童，谁人不知王余初这3个字代表的是何意？那是传奇，是神话，更是每个王朝人心目中的骄傲。哥，他说他妈是王余初。赵队长的母亲是王余初王将军，那他岂不是廖侯爷之子？哥，母亲很想念你，我也想你，虽然没有见过你。姑娘，眼下我已然负伤，秀才也已经脱离，你若想留我们，大可让这些蛮兵继续围攻我等，或者放我等离去。我们走。所有人听令，任何人不得阻拦，更不可追击，否则我必杀之。哥哥，我会去寻你的。躺在熟悉的家中，赵小驴整个人终于放松了下来，旁边围拢着众人，每个人的眼神中都透露着浓浓的担忧。自穿越到这个世界，随着时间的推移，眼前的每个人都与他有着无法割舍的情谊。相公，你感觉怎么样？痛不痛？我没事，不要担心，只是小伤而已。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爹爹，你流了好多的血。乖，兜兜不怕，爹爹吃几只勾勾就能补回来了。可是咱家的勾勾都被小黑蛋偷了。见赵小驴并无大事，加之孩子的一席话，原本紧张压抑的气氛顿时放松了不少。你说你整天扛着那把破刀，一副天老大你老二的牛气样，怎么连个人都保护不好？好了，李丫头，人能平安回来，这比什么都强。你们这几个孩子也是，这么大的事瞒着我们2个老东西，区数人便敢去闯敌营，万一你们有个什么，好歹让这一家子老幼妇孺如何活？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凤母的埋怨落在秀才的耳中，却感觉是那么的温馨，那么的幸福。或许这才是一个家真正的意义吧。来自平凡中的温暖，却足以感天动地。小驴，小驴！不待众人继续说什么，门外传来高思远急切的呼喊。得知赵小驴负伤，他便第一时间着急忙慌地赶了过来。冲进院子的他，甚至都没注意自己跑丢了一只鞋。大人，鞋掉了。事情基本便是这样。此番你能平安归来，且得知姨母还活着，这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对了，你方才提到的那个姑娘，她可否说起姨母如今身在何处，为何迟迟飘零在外？当时人多口杂，有些是我并未来得及询问。不过既然得知了母亲的线索，想来找到母亲也会容易不少。你说的对，如今情况不明，太多人知道这事，无论对你还是对姨母都不是好事。不过此番你前后斩了蛮族2名重要角色，朝廷定会对你厚赏，相信用不了多久你便可有自保的能力了。表哥，丰台县眼下是守住了，可也正是因为我斩杀了呼尔格和苏赫巴鲁，想来不会太久，我们极有可能会迎来更猛烈的入侵。我知道你的意思，你的顾虑也是朝中某些软骨头所担忧的。不过好在目前朝中大部分臣子还是主战的，毕竟按照前朝的经验来看，一味的忍让只会换来更加得寸进尺的侵扰。即将面临的现实和压力，让高思远陷入了沉默。望着高思远紧锁的眉头，赵小驴清楚，这个表哥是在苦思接下来该如何守好这一线之城。表哥，我有一法，或许可凭我一城守军抵住蛮兵。小驴，你可知你在说什么？下次蛮兵临城，我们面临的很可能是数万、数十万的敌众，仅仅灰石部落便足有20万能战之势。届时不等朝廷驰援，我们丰台便会瞬间淹没在蛮兵的铁骑之下。我知道，所以这是需要表哥举全县之力，将各个村镇所有铁匠全部聚集起来，并且为我准备大量的金铁、硫磺、硝石与炭。你要这些东西做什么？我要制造一种战争杀气。这毛还真是金色的。怎么样，大人？小的没骗您吧？这西域的女子当真是稀奇的很。快说说你那一夜感觉如何？感觉就如同掉进了汪洋大海。什么意思？就是感觉宽广的很，任我如何扑腾，感觉都碰不到岸边。听你话里这意思，看来咱们和西方女子型号不匹配，想来无趣的很。表哥，你们这是在聊什么？小驴，你怎么来了？和捕头你先下去吧。是，小人告退。门不用关了。表哥，外面风大，开着门容易着凉。我堂堂知县光明磊落，两袖清风，我又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干嘛关着门？对了，你不在家养伤，到处跑什么？
表哥，我的伤势无碍，我来是想问问招募铁匠的事，不知道表哥进展的如何了？数十万蛮兵即将攻打这座只有1000水兵的县城。身为县令，他不但不想御敌之法，却将全县所有的铁匠聚集在一起。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全县通告了，目前铁匠已经有300人，其他府兵500余众。好，这东西事关重大，表哥一定要找信得过的人来掌握这份图纸和方子的核心。放心，此事我已上奏朝廷，正好借由北蛮入侵一事成立县衙兵器司，方子的事我会安置心腹来做。表哥，我听说你买车了。表弟啊，我这年纪也不小了，最近看上了一个洋姑娘，为了以后约会方便，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没想到只花了9万9，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千万别错过了。好，那就辛苦表哥了。只是这杀器一旦生产出来，其威力巨大，一定会引起朝中各方势力觊觎，届时我们会麻烦不断。表弟放心，兵器司成立一事是二皇子陛下全权负责，若有人觊觎那二皇子，必定第一个不允。如今皇帝年事已高，几个有实力的皇子都已经开始暗中培养势力。如今高思远一番话，赵小驴清楚，他这是已经开始站队了。二皇子心系天下且杀伐果敢，想来应该会为这天下苍生谋一份国泰民安。表弟虽不在庙堂之上，却能看清这天下格局，若不是失散于乡野，想来如今也定非池中之物。表哥，此事并非朝夕之事，咱们暂且不提。我想知道咱们王朝的盐铁制度。那玩意儿有啥好说的？咱县内既没有铁矿，又不产盐，这东西跟咱没有关系。不过既然你想知道，那我就大概说一说吧。总结起来就4个字：盐铁专营。地方上发现铁矿后，由官府组织人手开采冶炼和出售，盐同样如此，官府组织人手晒盐、售盐，而且盐铁的开采不由当地县衙负责，哪里发现铁矿盐矿，由当地衙门上报朝廷，朝廷会派盐铁使下来，在当地成立盐铁司组织人手开矿。尼玛，果然这历朝历代都对盐铁把控的极其严格，哪怕我目前身处的朝代不在已知的历史记载中也是一样。小驴，咱县内既没有盐矿，也没有铁矿，我知你脑子里点子不少，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表哥，我告诉你个事，你千万沉住气啊！我在咱们县内发现了一座盐矿。什么盐矿？赵小驴一席话让高思远大惊。若丰台县内有盐矿，他何至于为县衙没钱而发愁？要知道，依王朝盐铁律，盐铁司售盐所得的1成归当地官府所有，盐是暴利行业，1成也有不少了呀，这能解决多少百姓的就业和温饱问题啊？小驴，你发现的盐矿在哪？表哥，我给你看个东西，看完之后咱再讨论盐矿的事。见赵小驴一脸谄媚的反常模样，高思远心中一虑，不待多想，只见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打开后展现在高思远面前的是一小撮细小的白色晶体颗粒。这是盐？你别告诉我这是从你发现的盐矿里弄来的。是，不过这是我提纯后的精盐，我有秘法。高思远虽然不知道赵小驴脑子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细节害人的方子，但他明白手上有这样的技术，又有谁能心甘情愿的将盐矿上交给朝廷呢？小驴，你实话告诉我，你是不是想私自开采这座盐矿？表哥，盐矿就在咱丰台县境内，咱们自己开采自己卖，这不比朝廷的嘉奖实惠多了？朝廷的1斤粗盐卖30文，咱这样的盐1斤卖50文不过分吧？咱王朝有多少人？4000万是有的吧？你想想，1年下来咱能挣多少钱？哪有你这样算账的？这件事风险太大了，一旦被朝廷发现就是死罪，而且要想将这种盐卖出去，你得铺路子吧，你得找渠道吧，你得招一些可靠人手吧，此间种种，花钱的地方多着呢。表哥，我是这么想的，咱不直接在王朝卖，咱将货贩到海外去，东边的海国，东南方向的罗国、桑国、刘岛以及南方诸国，咱都可以卖。咱还可以先将货运出国，在海上溜一圈再拉回来，然后高价卖给国内的大户。这种盐百姓吃不起，能买得起的都是官宦地主之类的有钱人。咱不仅不伤害百姓的利益，还能给王朝上交关税，何乐而不为？看不出来你小子虽在市井长大，野心却不小。表哥话不是这么讲，你看如今皇帝已经老了，朝局动荡，而且各方战乱四起，我们正好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壮大自己。若我们上报了这份好处，真能落到百姓头上吗？见高思远被自己一席话说的有些心动，赵小驴立马再接再厉。从咱们丰台县到临海出海口，只需要沿着大凌河穿过儋州即可。
这一路上咱们如果不停船，就不会有人检查，咱们只需要打点好儋州码头的市舶司官员就可以了。干了。小鱼，你找人开矿，我去打点市舶司的官员，这是掉脑袋的事，你找些靠谱的。盐矿周围也要安排人巡逻，免得被附近的百姓察觉到。回到军营，赵小驴远远便看到了江鹤。此时他正站在军营门口张望，见到赵小驴，顿时面露喜色，显然他是专门在等赵小驴。赵队长，您回来了。你在这是等我？是的，赵队长，明日便是我和萧雨的决斗了。虽然我与他有过节，但毕竟是战友。我不知道若我赢了，真的可以打死他吗？若他赢了，你觉得他会不会打死你？会。你觉得你和他战友一场，他就不会欺辱伤害你的家人了吗？不会。那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别人可以帮你1次2次，但不会一直帮你。身为男儿，终究要靠自己。我懂了。明日我等你好消息，若你活着来找我，我有事安排你做。小灰蛋，以后不许偷鸡听见没？豆豆，你不去写字，在这对熊弹琴，他又听不懂你说什么。小黑蛋可以听懂的。那你倒是说说，你想让他干嘛呢？爹爹说有坏人来欺负我们，我想让小黑蛋以后保护爹爹，这样爹爹以后就不会受伤了。你想让小黑蛋跟你爹一起上战场啊？我看行。这大家伙往那一站，那些蛮人还不吓死？应该就是这里啦。哥哥，我来了。那是熊。时值正午，连日的大雪过后，天空出奇的蓝。仰望苍穹那广袤的蓝，让人的心情都格外的通畅。然而此时的军营内却充满了肃穆的压抑。1月之期已到，江鹤，你的棺材埋好了吗？小雨，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你未免太过嚣张了。就你这窝囊废，1个月还能有什么改变不成？别说1个月，给你1年的时间，你依旧是那个曾经被我按在地上摩擦的废物。小雨，若我输了，你会留我一命吗？怎么还没打就准备求饶啊？你不要忘了，我们签的可是生死状。实话告诉你，我等这一天很久了。我做梦都想有朝一日可以光明正大的打死你。好，既然如此，那我明白了。多说无益，动手吧。要我说，这江鹤也是自不量力，短短1个月什么都改变不了。我看这次注定还是败局。谁说不是？关键还签了生死状，这不明摆着老寿星吃砒霜活腻歪了吗？这江鹤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听说他这1个月一直跟着赵队长学习什么拳法，如今看来这拳法还真是牛逼呀！此时的萧雨内心无比的震撼，他不敢相信，更无法接受。然而无论他如何不信，身上不时传来的痛处却时刻在提醒他，这就是现实。老子不信，短短1个月，你这废物会有这般手段。这一拳为了我那被你欺辱的爹娘，这一拳为了我那未过门跳河的妻子，这一拳为了我自己。我江鹤从今日起再不忍辱偷生。孬种永远都是孬种，赢了我又怎样？你敢打死我吗？只要我死，你爹娘不会看到第2天的太阳。找死！萧雨，你错了。当你的生命消散在这个世间的那一刻起，你身后那群乌合之众立马便会作鸟兽散，这就是人性。寒风呼啸，昔日第1大队的大队长萧雨一改往日的嚣张，就这么安安静静地躺在所有人的视线内。这一刻，所有人都仿若隔世。司马大人，赵教习，什么都不要说，回去好好休息吧。属下告退。人性复杂，这世间有些人以恶为乐，有些人却深以为痛。好了，小驴，他们2人的恩怨就此了了。你随我去县衙，朝廷对于我们此次守城的奖赏下发了，天使大臣应该快到了，我们需提早前去恭迎。
这个世界的天使大臣便是宣读圣旨的太监，而赵小驴却久久凝视着越走越远的江鹤，望着那萧索却铿锵的步伐。赵小驴知道此时的江鹤并没有一胜之后那种报复的快感，相反他的内心很痛苦。但赵小驴知道此番之后，江鹤定会脱胎换骨，成为一条真正的汉子。天使远道而来，舟车劳顿，辛苦了。高大人治理这偏远县城才是辛苦，咱家走的这点路程不算什么。天使大人谬赞了，下官已备好薄酒，还请天使大人略作休息。大人客气了，此番蛮人入境寇城，高大人功高至伟。圣上大悦，特令我一路兼程，为的便是早日犒赏守城将士，以示圣上隆恩。高大人快些麾下接旨吧。王朝重武轻文，所以高思远携文官一众下跪，而作为武将的司马南征等人只需抱拳行礼即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一番宣读，高思远册封朝散大夫，金银若干。司马南征身为武将护城有功，任命果毅都尉、游击将军，调离丰台县统领长陵军第4营。而赵小驴因火烧敌营，奇功至伟，封治果校尉，替代司马南征，任丰台县尉，赏金银若干。其余人等皆功不可没，此番守城之战，皆论功行赏。望尔等日后继续精忠报国，为朕分忧，钦此。臣等领旨谢恩，皇上万岁万岁万岁！小丫头，你竟然是玩熊的，我是玩狼的，以后你叫我姐姐怎么样？谁要欺负你，我保证打得他祖宗都得爬出来跟你道歉。我爹不让我跟陌生人说话，现在偷小孩的特别多。你爹是谁？告诉我，姑奶奶去找他说道说道。我爹叫张小驴。那你真不能叫我姐姐，你得叫我姑姑。此时的赵小驴就站在不远处，一大一小2个人的对话他听得一清二楚。他并不担心豆豆会有危险，虽然之前在蛮兵大营双方还打生打死，但此时此刻他从对方身上感受到的只有满满的亲情。爹爹，那个漂亮姐姐想偷小孩。傻豆豆，她不是偷小孩的，你真的管她叫姑姑？她是爹爹的妹妹。哥，你回来啦！我都找到家门口了，怎么不进门？家，简简单单一个字，却蕴含着无穷的力量与意义。古往今来，家这个字让多少人魂归梦绕，又让多少人泪洒长津。它赋予人们无穷的力量和期望，还有浓浓的爱。好，我随哥哥回家。这是你风嫂子。大嫂好。这是你李嫂子。李嫂子好。这是你秀才哥。狗秀才好。不许胡闹。这2位是我岳父岳母。岳父岳母是什么东西？孩子，我们不是东西，我们是东西，我们……行了，教了那么多年学问，把自己都绕糊涂了。岳父大人，他自小在狼群中长大，可能人情世故了解甚少。他们2位是你疯嫂子的父母，我叫岳父岳母，这是对富家人长辈的称呼。岳父岳母大人好。对了，小驴，刚刚兵器司来人说火炮还是啥的，第1个成品已经出来了，让你去看看。这大家伙就是你说的杀器。对，这东西叫火炮，大范围杀伤性武器，我特意做的大号版的，这样即使我们手兵少，也能大规模消灭来犯之敌。望着需要数人拼命才能拉动的巨炮，高思远震惊了。身为古代人，他哪里见过这种东西？小驴，这东西真有你说的那么厉害？这么看就是一根铁柱子，而且还这么重，恐怕没人能舞得动吧？表哥，这东西不是拿来抡的，一会咱们放野炮测试一下效果。你说赵大人的脑子是咋做的？这玩意儿看着虽然怪了一点，但是也不吓人啊。要是蛮兵来了，看到咱们城头上杵着这么个大玩意儿，估计不会害怕吧？你哪来那么多废话？咱们就是兵蛋子，领导让干啥咱就干啥，等命令就行了，费那脑子。听我号令，装弹！一声令下，提前得知操作流程的士兵立马爆出一个巨大的黑色圆球，从炮管塞了进去。沉闷的碰撞声让高思远的好奇心被无限的拉高。表哥，一会我说点火的时候，你记得把嘴巴张开。哦，好。点火！一声令下，高举火把的士兵立马将熊熊燃烧的火炬飞到了炮尾裸露的引信上。哥，你为啥抱着脑袋蹲下？是不是头痛？作为一个老兵，经验告诉我，赵大人这玩意儿挺危险。话未说完，一声震天
巨大的音浪裹挟着澎湃的冲击力，甚至掀翻了几个未及时做出准备的士兵。但这并未结束，紧接着第二声巨响便在城外数米的位置再次响起，顷刻间漫天的黄沙裹挟着残枝败叶直冲云霄。看射程应该在1公里左右，跟预想中的差不多。看破坏力，这加大版的火炮果然也强悍了不少。小驴，这东西真是人间之物吗？表哥，这东西可是你举全县之力打造出来的，当然是人间之物。这东西你准备打造多少？不知道蛮兵何时进犯，若时间来得及，我打算制作20台出来。20台？这东西一发下去，轰在敌群便会震碎敌胆。20台，那我丰台岂不是固若金汤？这东西的制作方法，若我王朝掌握，那以后我天下百姓便再也不会为战乱流离失所了。表哥，火炮的制作我可以交给朝廷，但是火药的方子我还是要掌握在自己手中。若当权者都有你这份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那我没什么可说的。但人心是复杂的，尤其是有权力的人。赵小驴的话，高思远并未反驳。久居官场，他知道欲望是个无底洞，最可怕的便是有欲望且手握重权的人。不过若朝廷需要，可以找我买。赵大人，您找我？还是叫我焦喜吧，已经习惯了那个称呼。萧雨一事你消沉了不少。赵小喜，您说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吗？我们都想简简单单快乐的活着，但为何现实却总是不停的鞭打你，直到最后遍体鳞伤，却依然要告诉自己挺直腰板，努力的活下去？因为适者生存，世界的美好只留给有实力的强者。果然还是我太弱小了。这几日我时常在想，以后会不会出现第2个萧雨，第3个，第4个。江鹤，你可知我王朝的盐铁律法？知道。若我让你参与私盐淫荡，你会如何决断？赵九喜，你只需告诉我你会如何决断，说心里话即可，我不会强求你做什么。无需想清楚，一切但凭赵教习做主。您让我明白一个道理，跟着您便是我唯一能走向强者的路。好，从现在起你便是第10大队的队长，去挑选新任之人，随我开采盐矿。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Hi，What's your name？ 我特有内幕。李寡妇，你在干啥？这是从哪找来的洋人？这是小驴给我找的外教，让我学习西方的语言。学那鸟语干啥？当然是去西方的时候用，要不怎么跟他们讲话？啥？不是我说李寡妇，我知道你屁股大，可你屁股再大也不至于跑外国去啊。怎么着，咱王朝地界不够大，你一屁股坐不下咋地？滚蛋！是小驴以后要去西方做买卖，不会他们的话怎么做？你要是去西方了，那咱们酸菜的摊子咋整？我叫你来就是为了这事。酸菜的生意流程你现在基本也都懂了，以后我不在的时候就得靠你顶起来。小妹快生了，别啥事都麻烦她。我说李寡妇，我说你能不能以后别叫我李寡妇？我正想说这事呢。我说你跟秀才啥时候滚床单啊？滚蛋！你去西方是跟小驴一起吗？这出门在外天干物燥的，等你俩回来的时候，会不会抱着个崽？到时候秀才不得哭死啊！闭上你那臭嘴巴！小驴身在军营，他哪有功夫去西方？到时候秀才会跟着我一起。谁在说老子坏话？王将军，20年了，这20年我一直以礼待之，难道我的请求你还不想答应吗？苏贺图，我说过我王于初生是王朝的人，死亦王朝鬼。你这是何苦？你为了那个王朝出生入死，但他们却那般陷害你，你死守着这样的国家，难道不是愚忠吗？我守护的不是那个王朝的当权者，更不是达官显贵，我守护的是那寸国土，那里的黎民百姓。好，既然如此，那你还记得我们当初的约定吗？若我儿不在人世，我愿永生永世自求于灰石峰。我的儿子苏赫巴鲁此次随扎干部南下，死在了你们的国家。5日之后，我便集结大军挥师南下，为我儿子复仇。届时，你们的国土将被踩在我挥师部的铁骑之下。北蛮15万铁骑是要踏碎眼前这座只有1000守兵的边境小城。然而，身为最高长官的县令高思远不但不紧张害怕，反而一脸的兴奋。小驴，你发明的火炮是时候大展身手了。
让这群蛮兵见识下我天朝神威。听我号令，准备。等等，这个逼让我来装。望着越来越近的北蛮大军，看着那无数铁骑卷起的漫天尘沙，遮天蔽日的滚滚而来，城头守军每个人的心中都是沉甸甸的。强敌15万之众，他们却只有1000守兵。二殿下，外面风大且寒，小心着凉，还是去屋内吧。无妨，想来此时北蛮15万大军已经兵临丰台城下了吧？若探子消息准确，想来此刻丰台已经交锋了。交锋？这算什么交锋？1000人对战15万敌军，这是单方的屠杀。强敌叩门，可悲我满朝文武竟有大半选择沉默。要知道，丰台乃是我王朝北境门户。户部尚书高大人已经为此事在金殿前跪了1夜了。据我所知，他的长子高思源正是丰台县令。哼，传我命令，秘密调集1万甲军前往丰台，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出高思源。父王老了，而我却不能寒了肱骨之臣的心，更不会卑躬屈膝把国土拱手相让。是，属下领旨。对了，交代下去，若条件允许，还有一个叫赵小驴的也一并带回。伴随着一声声巨响呼啸的炮弹，如流星陨落，轰然砸向蛮兵汹涌的人潮中，不待众人有所顾虑，随着一声轰然炸响，方圆10数米瞬间淹没在暴起的火光之中。第2、第3颗。对方守军只有1000，却有如此手段，怕不是得到了什么神仙庇护？我们区区凡人如何斗得过神仙？若再有胆敢蛊惑军心者，这便是下场。莫说对方没有神仙，若真有，老子也一并斩于刀下。所有人听令，全速冲杀！一声令下，素以骁勇著称的蛮兵顿时不再犹豫，转了埋头猛冲。数里远的距离已不再是难遇的天堑，尽管汹涌的炮火依然不时在人群中炸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蛮兵涌到了丰台城下。他们架起云梯，红着眼，想要攀上城头，纵情杀戮这群两脚羊，以泄心中之愤。赵大人，蛮兵太多了，我们怎么办？哼，火箭手准备，放箭。前方怎么回事？启禀我王，是他们提前在沟壑中铺满了火油，前方的勇士被火墙封开了。对方这是强行把我们化整为零，看来守城之人并非简单角色。这等手段倒让我想起了一个令我草原将士闻风丧胆的女人。听我命令，火炮手停止射击节省炮弹，所有人拿起手中的弓开始抛射。小吕，我们的箭并不多，如此消耗下去，怕是不出1时3刻便会射空。表哥，时间紧迫，我们准备的火药也并不多，弓箭一射我已经做了准备，应该可行。闻听此言，高思源感觉自己越来越看不透这个表弟了。若说火药准备了多少，他的确不了解，因为是赵小驴一手操办。但是兵器甲胄有多少数量，他这个县令可是一清二楚。听我号令，把所有稻草人架于城头，等着蛮兵给我们送箭矢。王，对方那种大威力的攻击已经停止改用弓射，看来那种大威力的武器数量有限。论射术，天下谁敢与我草原勇士争锋？传令下，强攻手还击。得到命令的北蛮强攻手不要命一般把手中的箭矢射向城头那隐约可见的守军，因有大火热浪之好。此距离下，他们只能隐约看到城头的人影。至于那人影究竟是啥，估计除了丰台守军知道的，便只有鬼了。与此同时，辉石峰是月儿传回的消息，儿子，我的孩子真的还活着。丰台县苏鹤图，你我之间的恩怨是时候了结了。我王玉书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我的孩子。赵大人，蛮军退兵了。汇报消息的士兵满脸的疲惫，从他密布血丝的双眼中看不到任何因为蛮军退兵的消息而起的喜悦之色。作为一名老兵，他知道这只是敌人为了下一次更加凶猛的冲击而做的准备动作。战况如何？此番共杀敌4万余众，我方伤亡共计630人，剩余能战之数376人。376人守一座城，深深的无力感让赵小驴满心的苦涩。杀了苏赫巴鲁，他知道会迎来辉氏部落的报复，但是他做梦都想不到辉氏部会倾巢而动。小驴，我们以1000之数歼敌4万余众，这等战绩足以载入史册了。表哥，想不到你一介文臣，生死之际还能谈笑风生。
啥生死之际，我还没活够呢。况且我看上的洋妞还没娶进门呢。小驴相信我，这丰台县并不是我们的终点。啥意思？我们已经坚守了1日了，司马南征那小子应该马上就到了。启禀我王，西侧山地发现驰援的王朝守军，数量有5万之众。5万，看来先机已逝，传令下去，叫阵斗将。斗将？对。斗将，如今蛮兵尚有10万之众，我方虽只有5万之数，可经过之前的鏖战，这5万之数给他们的压力足够了。若我所料不错，下一步便是2军斗将之战了。我知道斗将的意思，可我们剩下的300多人中哪有能打的？我这里有一个，你那里有秀才，还差1人，确实难办。司马南征虽是武将，可是还达不到宇辉10部斗将的水平。差的那个人让我来。老李，你说小驴他们能守住这座城吗？能。可他们就那么点人，我听说这次蛮兵整整来了15万，我那个亲娘咧，那可是15万啊！狗蛋娘满脸不安的絮叨，并没有引起李寡妇的回应。此时的二女遥望着远远的城头，那里有他们各自心心念念的男人。看来会师部这次是把家底都派出来了，没想到这几个人竟然会一同出现。姨母这几个人什么来历？那是同你娘一样，凭借个人武力站在这个世界顶峰的人物。高思远面沉如水，在场的众人都知道，按照斗将之约，此番若败，那丰台县便是对方蛮人囊中之物。按照他们一贯作风，届时这满城的百姓恐怕十不存一。此番斗将便让我呼延烈来拔得头筹，对面的哪个前来送死？呼延烈，对面3人之首。20年前那一战，你那个便宜爹就是被他一刀从马背上拍飞，差点断送了性命。思远，小姨母有何吩咐？秘密安排人手，城中之人能撤多少便撤多少。此番斗将，我们没有胜算。做了这么多的努力，终究是于事无补了吗？此时的赵小驴清楚地意识到，在绝对的数量面前，即使造出了火炮，他们丰台县终究是那荒漠遗海中的一只生灵而已。可惜了，若再给我们一些时间，让我们丰台县造够20台炮，这北蛮哪还能如此嚣张？呼延烈，你可还记得我？王于熙，想不到你还活着。你都没死，我怎么可能死？可惜当年我姐姐那一枪，让你留了条狗命。废话真多，你可不是王于初。看刀！萧峰，对方剩下的2人中，你有几分把握？回大人，对上第2人呼延峰我必败，第3人呼延北无误开。什么？以你的能力只能如此吗？高思远震惊了，萧峰有多能打，他心中是有底的。可即便如此，面对敌方真正的高手，却还是这般无力。上剑士，破剑士。我输了，想不到20年不见，你比以前更厉害了。我呼延烈佩服强者，尤其是强大的女人。你和你的姐姐王于初皆是如此。姨母，您受伤了。不要声张，若不强撑此番斗将，我们更没有希望。只要我们再胜一场，这全城百姓便有了喘息之机。王于熙的话让在场众人满心的苦涩。且不说别的，单就对方剩下2人中的呼延峰，便已不是在场之人所能应对的。所以想要再胜一场，谈何容易？想不到小小丰台卧虎藏龙，除了那威力恐怖的神兵利器，竟连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都现身了。呼延峰在此，丰台谁敢一战？短暂的沉默，秀才和萧峰对上呼延峰皆是败局，而失败大概率会死。这是一道无论如何选择答案都一致的选择题。大人，属下自备萧家出名，有幸得大人收留，寻得一隅栖身之所，日后不能拱卫大人身侧，还望大人多多保重。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萧峰，之前我还是个小菜鸡时，你饶了我一命，如今这条命变还了。哥秀才此生有兄嫂，有王姐无憾意，我走后替我照顾王姐。秀才，把这个拿着，怎么用你知道？怎么了？不知为何胸口隐隐作痛，是不是大姨妈要来了？滚蛋！你照顾好小妹她们，我出去一趟。外面兵荒马乱的，你去哪？何方无名宵小，
我胡延峰不斩野狗。哼！你们老大胡延烈见到我都得喊一声哥。不信你回头问问。哦。你个老六，不讲武德！当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不过能赢便是好事。呼延烈3局2胜，你们败了2场，按理该是你们撤军了。两军交战，只有弱者才讲道理。这小子用这等邪物杀了我二弟，今日我必血屠你丰台城！妈的，老子凭本事宰了刚刚那小子，你比我还不讲武德，让老子教你如何做人。表哥秀才不是对手，姨母有伤在身，让萧峰去帮忙。哼，蝼蚁，我兄弟死在你手中，当真是可悲可叹。别逼逼，18年后老子还是一条好汉，届时让你死的比老二更窝囊。既如此，那你便去给我兄弟陪葬吧。望着呼延烈脸上糊的那一片酸菜叶，在场众人皆呆若木鸡，谁都没有想到李寡妇不知何时竟趁着场中交战正酣跑到了阵前，眼见自己心系之人要被斩于刀下，身为一个女人，她忘记了害怕。王姐，谁让你跑出来的？老娘不准你死，老娘的男人谁都不准欺负。这是什么？酸菜。你是谁？大家都叫我王姐。好，王姐，那你去死吧。哼！他是老子的王姐，谁敢动他，谁便死。第4刀。望着凶焰滔天的秀才，在场众人并没有一丝喜悦，心底的压抑如同被秀才那升腾的凶焰炙烤的苍穹。在场之人哪怕再无知，也知道他的口中那舍生2字是何含义。一刀不微，伴着秀才喷出的鲜血，似是染红了那被刀芒斩碎的苍穹。刀落原本的地面，除了一道狰狞的鸿沟，再也没有了呼延烈的身影。好的很，小小丰台连损我2员虎将，你们都该死！今日不踏平此地，我苏贺图誓不回乡。所有将士听令，踏平此城。所有郎众听我号令，杀！野种，本王封你神女，你却勾结外敌，果真是与畜生待久了，纵是狼心狗肺之辈。苏贺图，神女这个称呼只是你用来蛊惑草原那些无知部落的手段，而我有母亲，有哥哥。哥哥，你哥哥是谁？我哥赵小驴。我操，这傻妮子，你这不是坑哥吗？赵小驴是谁？王于初之子吗？想不到堂堂女战神的儿子竟是缩头缩尾的苟且之辈。既然苟活于世，那便站出来让老子看看。小驴不要自误。高思远的话，赵小驴如何不知是什么意思？说实话，他也不想站出来。可如今两军交锋，天下人皆在看着，自后世而来，他可是知道什么叫王莽。爷爷在此，不至于。今日我且看看谁还能护你。我与王于初打了一辈子，既然奈何不了他，那么宰了他儿子也是一件畅快之事。不准伤我哥！你连喘气都费劲，还想着保护这个保护那个。既然你活得这么累，那我便祝你解脱。王于初，我今天该分了2钱了。是王将军，王于初，王将军回来了。是王将军，天可怜见丰台城有救了。20年了，苍天开眼，我们丰台百姓有救了。丰台城内，原本躲在家中的百姓听到这个消息，纷纷涌到了街头，蛮兵寇城，每个人的心中都压着厚厚的铅云。而此时，那如沐的苍穹似是被撕开了一道缺口，
一束光照进丰台城每个人的心中，那是对生的希望。我等丰台万年会王将军归来。娘，王一初是谁啊？为什么每个人都那么尊敬他？傻孩子，王玉初是你爹爹的娘亲，也是你的奶奶。奶奶，这个奶奶回来后会不会像以前那个奶奶一样打骂我们？她会不会不喜欢豆豆？听到豆豆稚嫩中略带不安的话，望着他惶恐的眼神，凤小妹的心中忍不住再次一痛。在孩子的心中，奶奶这个词本是慈祥，是宠溺，可是赵家人却在她稚嫩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豆豆不怕，他会比爹爹更加的宠爱你，因为他才是你的亲奶奶。世人只知道你王于初枪法如神，相传从未有人能撑过你整套枪法。今日便让我见识一下世人口中的女战神究竟强到何种程度。好，那便如你所愿。心如手疾，一巧相思。你说此生不负良人，千里共婵娟，怎奈人去楼空似云烟，白发青丝一瞬间，爱过之后知情浓，家人走，仨不留。第12枪，抬头。夺命13枪果然名不虚传。我输了，王朝有你王于初乃是大幸，只可惜你们这烂透了的朝廷鼠目寸光，为了蝇狗之私罔顾热血将士的心，成王败寇。我苏贺图的项上人头王将军尽可拿去。如今敌手就跪在眼前如砧板之肉，可王于初却没有一丝兴奋喜悦之意。望着这个与自己斗了20年的枭雄，想起自己身后那烂透的朝纲，王于初的内心何尝没有兔死狐悲的悲怆之意。原来是你我不再为敌。等等。他们之所以屡次南下犯我边境，归咎到底也是为了生存。北蛮贫瘠，为了果腹生存，他们只能驱抢。如今杀了苏贺图，未来还有第2个、第3个，您说对吗？娘，赵小驴的话，王于初何尝不懂？可是北蛮贫瘠那是众所周知且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是那一声娘却听得王于初热泪盈眶。即便她是天下人眼中杀伐果决的女战神，可她终归是个女人，更是一个母亲。不愧是王于初的儿子。以1000守兵应敌我15万大军，可我北京贫瘠非人力所能改变。但凡我北京百姓能够衣食果腹，谁又想挑起战端？若我可以让你们北蛮百姓衣食无忧呢？赵小驴的话，莫说苏贺图不信，就连一旁身为亲娘的王于初都觉得不可思议。可是赵小驴眼神中的自信与笃定，却又让人不自觉地升起希望。我如何信你？此番放你归去便是诚意。5日之后我会入北京，届时你需按照我的要求动员所有百姓，不出半年，我可保证你北蛮再无衣食困顿之苦。儿子，这可是放虎归山，你想好了吗？一声儿子如同一根无形的弦，让赵小驴的内心再无平静。从他记事起，便没有人这般喊过自己，一声呼唤更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尽管他始终觉得自己并非原主，但一声儿子却轻易击碎了他所有的隔阂。娘，我想好了。好，既然是我儿子的决定，那我这个做娘的便会为你承担所有。我王于初从今以后只为我的儿子而活。少年，你放我归去，真不怕我卷土重来吗？想想今日之战，我以1000守兵硬害你15万大军，靠的是什么？看看城头那是5门火炮，若你无信，不需要我娘替我征讨，我会带着100台、1000台火炮轰平你北蛮，届时北蛮将会从这个世界被抹除。好，若如你所言，我北蛮众部落愿奉你共主。数日之后，举国震惊，上至王城，远至边疆，大街小巷茶余饭后，人们津津乐道的却并不是北蛮撤军，而是战神王于初现身以及认子之事。整个王朝境内都笼罩着一层异样的气氛，有人欢喜，亦有人忧。笨手笨脚的要你何用？夫人饶命！夫人饶命！来人，将这贱婢拖下去，打断手脚，左右留着也是无用。夫人饶命！夫人饶命！夫人，属下查过了消息属实，王于初确实活着回来了，他的儿子赵小驴也确有其人。想不到这对母子的命还真是够硬。侯爷那边有什么动向没有？回夫人，侯爷近期准备去认亲，届时恐怕会让赵小驴认祖归宗。若如此，誓死之位恐会易主。哼，眼前的女人正是如今的侯夫人。
此时他的内心是愤懑的。20年前，自己身后的家族费尽心力坑害了第一任侯夫人王于初和他的孩子，本想着将自己扶上位，利用生下孩子的身份索取更大的图谋，没成想眼下计划才实现了一半，便要东窗事发。若真如此，他自身以及身后的家族恐怕都要受到牵连。不能让他们母子进京，否则一旦面圣得势，我们将会更加被动。传我命令，告诉暗子他们该出手了。与此同时，另一边，顾大夫，这东西扎在屁股上真有用吗？放心吧，我都用这种方法救活很多将死之人了，这也是赵兄传授我的法子。那好吧，需要我怎么做？这小子不配合，我扎不进去，你帮我按着他点。王姐，我不想打针。闭嘴，老老实实不准动，你要敢乱动，信不信老娘一巴掌把你进底？听这叫声中气十足，想来是无大碍了。儿子，我们准备一下，火速进京。有些无休无止的苍蝇是该拍死了。在古代，夫妻离婚有2种方式，一种是和离，另外一种便是休妻。然而眼前这个女人却选择了第3种。廖家主，你我2人的关系从你抛弃妻子另娶他人之时起便已结束。你若非要纠缠不休，那我王于初便破个规矩，送你1纸休书。当真如此绝情？若论绝情，我自是不敢与你争锋。至于我儿子认不认你这个便宜爹，那是他的选择，我不会替他做决定。孩子，跟爹回去吧，让爹好好补偿这20年亏欠你的。只要你跟爹回去，世子之位还是你的，好不好？侯爷说笑了，我姓赵，您姓廖，咱们又怎么会是一家人呢？与见到王于初之时不同，望着眼前这个声名显赫的侯爷，赵小驴的心中却并没有太多的波澜。你的意思是不认我这个爹？你心里清楚，我就是你亲爹，你怎么能不认我？随着王于初的归来，他现任夫人萧如烟身后的萧家短短数日便土崩瓦解，罪名是勾结外敌，残害忠良，结党私营，图谋不轨等等罪名，着诛9族之罪。是我不好，我将你们母子丢在那偏僻之地20年，是我对不起你娘，对不起你。侯爷，您不欠我什么，您真正亏欠的是你那从未谋面的儿子，不是我。不管你怎么想我一定会将你和你娘接回去。廖家的孩子万没有流落在外的可能。可是我娘不想跟你回去啊。你在胡说什么？你娘怎么会不想跟我回去？你其实是一直在怪我娘吧？你又在胡说！你娘大着肚子千里来寻我，我又怎么会怪她？你怪她在你即将取得大胜的时候忽然失踪，让你急着寻她，不得不放弃权奸蛮夷的机会，导致你最终什么也没有得到。你心心念念的高位就这么与你失之交臂。你胡说，我没有，我心悦语出，又怎么会责怪她？又怎么忍心责怪她？你知道追杀我娘的人是谁吗？最可笑的是，你明明知道，却还是选择与萧家联姻。当年你明明已经到赵家门口了，为什么不进去看看？不知何时，天空渐渐飘起了雪花，似是也在悲悯这个曾经一度荣光的男人。然而眼下一切都已是过眼云烟。农历12月12日，雪花漫天，距离年关已经越来越近。这是赵小驴穿越后的第一个年关。不同于现代，在这里过年的气息如同浓郁的酒香，家家户户都开始为年关做准备了。而赵小驴更是忙得不可开交。经过20多集的拉扯，李寡妇和秀才终于修得正果，喜结良缘。1拜天地，2拜高堂，夫妻对拜。这娘们遭了那么多年的罪，如今终于要过上有人同的日子了。是啊，好人终是会有好报的。说完这句话，凤小妹瞥向了一旁的赵小驴。其实她想说，这一切都源自这个自后是穿越而来的奇男子。想起在赵家那几年受的苦，眼前一切犹如梦中，而这个梦让她欢喜，更让她沉醉。小妹，你咋了？我好像要生了。小驴子，快赶紧抱你婆娘回家，小妹要生了。媳妇，你坚持一下，咱们这就回家。走着你快去找产婆，把顾北也喊来。儿子不要紧张，儿媳妇不是投产，一定会顺利诞下孩子的。正说话间，一声嘹亮的啼哭从屋内传出。原本如热锅蚂蚁的赵小驴听到这声啼哭，顿觉精神一振。这声啼哭如同召唤让屋外焦急的母子急不可耐的冲进屋内。恭喜恭喜，母子平安，是个大胖儿子。我的大胖孙子，快让奶奶抱抱。抱着怀中那小小的生命，王于初的内心满是激动。这是他的孙子，也是他生命的延续。浓浓的宠溺之情洋溢在这个神一般的奇女子脸上。瞧瞧我外孙这眉眼，简直跟他爹一模一样，将来也定是个顶天立地的好男奶儿。奶、外婆，我也要看看弟弟。豆豆个子不够高，看不到婴儿的样子，急得又叫又跳，那一副气鼓鼓的可人模样，逗得大家忍不住笑出了声。媳妇辛苦了。哎呀，快看看你们的儿子，
小小的人儿静静地躺在夫妻二人的眼前，凤小妹整个人都散发着母性的光辉，柔和温暖。赵小驴则有一丝淡淡的好奇，这是承载着自己基因的延续。生命真是最奇妙的玄学。驴哥，初次见面，请多关照。